94毁亡，有福，改命吉。宣圣讲义，此格94爻辞也。94外卦之始，谓对之94爻，与93同属中爻，而众刚失中，以格众格变，故不似他卦之多惧，且战毁亡，与彖辞音。所谓格而当，其毁乃亡。卦立内争外毁，94在外，故原有毁，以格变有当，乃亡其毁耳。94与62属同宫之爻，虽下阴出9一刚，而中间62的柔道之正，以相符，故曰有福。由卦用言，则本94之德，有幸于外，而全卦之用，亦以能服于天下为贵。即格变之行，必有所服，不服不足以协于格，谓其不能正己以正君也。格以去故从心，若不取信于众人，将以乱天下而已。何能服于大亨以正，闻名以悦之象？此有福。时格卦第一要义，果不服于众，不信于天下后世，则无以顺天应人，使所行不合于天时，不协于贞吉，则率众为乱耳。昔有于格哉？故有福，使民格道之正大，而见天人之所同归。天与人归，则足以改其故命，故曰改命吉。命者天命，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即此可见文武能改命矣。天之明命，不可见，见于民，民心所服，即天命所属。书曰故是天之明命，古来圣王，皆以能成天命，而后能履地位，必有光明之德，使受民威之命。所谓天民位，自我民威，则天命之显于众民，的众即的命，格变其故，则改其命。改天之命，非我改之，民改之也。虽天之命，于目不己，于细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纯亦不己，此文王之改天命也。文王改命，在其纯德，纯德昭明，万国来同。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之民三分有二，则天命之改，于民心争之，纣王失之，文王得之，则有商之命，不得不改为周矣。此牧野之师，亦容一而天下定，遂开800年之基，岂非文武能服改命之极乎？谓其能服格变之正耳。格有改也，改命由革命。62动于下，至94始改天之命。可见革命者，必顺天应人，必悦时而后见其功业。故94虽重刚而战吉，以其克改命耳。象曰：改命之吉，性至也。宣圣讲义，此生是爻辞之意也。以爻辞称改命吉，是闻恐人未明。特殊即占由于能信其志，信由福也，福于所至，且福于天下明人之志。又生也，生其所至，且能生天下明人之志，志由愿望也。如汤之始争自葛，东面而争西夷苑，南面而争北狄苑，曰西魏后我。人民望其志，如大汉之望云雨，则革命者，为民人所愿望。民人皆待其早出之水火，登之任席。故革命之志，非一人之私志，乃天下民人之所同志。革命既成，非一人的生其志，实天下民人同生其志也。
如此方谓之有福，方谓之革而当，故能毁亡而战疾。夫改命何等重大，而94以之战疾，若非克服天下明人之志，安能治之？94改命之急，实能以天下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志为志，故曰信志。信既服于天下，又生于天下，故不曰服曰生，而曰信，以该二义也。故信字多与生字通用。94能生己之志及民志，是民与我交服。可见己因乎民，因乎民者必顺乎天，民既归心，天命思治。此改命不呆革者之求，而天自心好与之，天之所与，必奈自固就者，亦夺亦与，斯谓改矣。由40代谢，一诚一心，去其诚者而受心者，则时序改矣。天命之改，亦由是焉。故汤武兴师，桀纣亡国，一兴一亡，天命自改，不必于天求之。但是民之所至即民，民之所酬，则天必弃之；民之所服，则天必与之。民志同性，天亦同服，此循顺天因人者也。舍汤武尚有谁乎？95大人虎变，未战，有福。宣圣讲义，此革95爻辞也。95外卦中爻，全卦主位，而位前95飞龙在天之象，此卦属兑而非干，故95同，取象不同。干取象于龙，革取象于虎，与上爻取象无报，皆一夫前。盖干6爻纯阳，而革则4阳2阴。虽干爻的本始之位，而终以坤爻之柔，是以不得称龙。初爻在下，不独非龙，亦非虎豹之类，遂欲以黄牛，以其用细而才疏也。至95盛时当位，才代用鸿，故以虎喻。在履卦有履虎尾之辞，则以五阳履一阴也。阳刚之德，承阴柔之用，则多显，如履是也。而革亦如之。4阳在2阴中，95虽正位，而下阴62，柔德中的10，以革其上，则被革者95也。94亦在上而非君位，有如辅相大臣，故可代君宣政司令，如古大宰阿衡。故爻辞称其邪改命之极，以其言行亦足服于天下，信于民人。而95至尊，君临天下，如天子帝王，故称大任，为其德位具至也。大任君子以德位为别，有德而位不至，则以君子称之。95臣备德位者，故以大人称，与上6君子有别也。卦用在革变，故曰虎变，变由革也。初9黄牛之革，不言变，而变在革字中。95上6虎豹之变，不言革而革在变字中。以95上6象属以革，故但称变，非如初2爻象属将革也。94称改不言革变，则当革之将成，变之且就，故曰改。改则变矣。虎变者，谓大人之革，如虎革之变，耀其文采，昭其威仪，足以垂视于下也。以卦内闻名而外悦则，闻名以则，已有如虎革之斑斓美丽，而非图美，必有其微光光耀之德，故曰未战有福。言不呆战之其有福也。有福之意以见94，而未战战字，
或者疑为极字之额，则以95倍格之位，有损之时，故未及。实则亦重在数，补与战，皆欲知其数，故以战字示其不补可知。又谓战者，战与战帖古一字，由念也。对为说言，口中念诵其文意曰战，如宋书曰战毕，吟诗曰口战。谓战犹无念，诗无念而祖。欲修厥德，无念念也，必心存之，而口念之，以示不忘。书曰念兹在兹，皆重在口诵心为之意。此处谓战，犹未念，而有福，由念也，非从上口说也。95既昭其德，者其文，文德昭明，天下共信，不呆口说，而心悦服也。此爻未格之以成，95之位，即62之人。正如汤武记诸桀纣，代履地位，万国来同，天下咸服，不呆预告，而民人莫不服信。故以虎格之文为喻，言其文德成于武功，是有以虎之格变，而招其文采也。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秉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95大人之德，诚实而变，其威武如虎，其文德如虎之格，是有武而文，由容一而治天下于安定。武功之治，即文德之明，格变之中，即治平之象。非图以变乱天下，乃以变安天下。非从以格动大众，乃以格定大众也。是始于格，而终于文明；动于乱，而成于治。故彼之虎变，其文彪炳，有威可畏，有仪可象。民不畏其威，而怀其文德；不对其征伐，而悦服甚安邦定国也。故称大人以美之。格至此，以见大功告成。前之所格者，今但见其文采悦目，光华动人，更无视如虎之猛，咆哮之凶，故曰其文秉也。本卦上有悦泽之情，下有文明之象，虽出于变，而正由变者其德；虽成于格，而转由格招其文焉。秉者明也，如日星之秉耀，光辉无不备，是其形，由充实而有光辉，斯服于大人之好矣。或以虎变指在上位，如猛虎不可犯，是以人而虎，俗称强暴不得者，为虎而观。格之95，岂如此哉？不知虎变云者，乃至虎之格，由其变而成，非人之变于虎也。以大人革命之后，言武修文，亦如虎格之变，图秉其文，不见其凶残，图悦其光彩，不为其咆哮，是虎格以非生虎矣。虎故猛兽，性凶残好杀，及其为格，则温宣和容，有益于人，能护其体且壮观瞻，增华贵之象，避外来侵害，有使人安适愉快之情，是其用与其身时以大变矣。故称曰虎变。革命之主，武功继者，文德一昭，使天下民人皆安其身，乐其业，心悦诚服，以赞叹之，歌颂之，岂非亦如虎变，而秉其文，不惊其威乎？是即爻辞所谓为战有福者也。言不呆歌颂，以足服于天下后世矣。引申其意，则天下后世
未有不同声歌颂之者，此即念念不忘之意，则以其德入人身，其功垂世永也。上六，君子报变，小人革面，真凶居贞吉，宣圣讲义。此革上六爻辞也。上六穷极之地，全卦之中，但以对之上爻，为卦主用之位。在他卦上爻无位，不得代用，唯革取变异之意，与恒情义，虽至极位，却非穷尽之时。故爻辞称君子报变，亦如九五之虎变也。九五正位，故称大人。上六以柔在上，而非正位，故称君子。未得志而位不称也。虎变豹变，亦训亦仇。虎未受亡，豹则猛志而已。然既变矣，亦以文得称，有虎革也。虎豹之革，皆有其文，而足适于用，文实具貌，德业可嘉。此君子成德达道之象也。上六以柔居尊，高出庶物，必有德昭于大众，方足以服君子之名。若小人则否。然格重在变异，则小人敬君子者，亦随之而革其面焉。面指面貌，亦取皮革之意。虎豹之皮革，以文显其美。小人之面貌，以善者其情。是革面有其表己。君子之德，表里俱致，故外有其文，中存其实，远昭其德，己者其诚。诚于中，见于外，行无不见，名无不复。此君子之变，如豹文之蔚然可观，而其德之佳于天下，亦如之。小人则外常有余，中常不足，有其面貌，而乏于中心，善其容止，而欠于诚实。此则革面之谓也。以其所变者，但有其文，而难其笃实，具其光彩，而无以充其明德，则量为之也。又君子小人，褒贤不肖至于之别，言德计书，论才艺义。君子如豹，小人则有礼犬之格，仕途面貌相似，其为用不可同语。盖以上六柔爻，柔阴之性为君子能革其心。若小人，则图益其面耳，不过益面，故益善也。如凶顽者，亦以温良；暴戾者，亦以慈善。岂非以革其故，而能自心哉？故小人革面，即可随君子之变，以昭其文，而显其德。文直相表里，君子文质彬彬，小人则未能免俗。是面貌之革，亦由村野之夫，见习礼仪，虽不声名于道，而亦循夫法度，校尉揖让，以布君子之厚，岂非革之所造乎？上六以无位而重阴，秉坤之德，故真凶。不似六二德中的实战吉，真凶则不宜于行，故居贞吉。为顺安贞之德，有手以赎其身也。全卦革变之用，至此已极，不可复革，故不得进。进必凶，为居贞固守思吉耳。象曰：君子报变，谓其文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原文其文谓也。布腋下君子运，特改之以君子有德无位，如豹之变，而谓胜其文，谓貌也。聪玉貌畅曰位，又美也。积后光彩之意，
以豹文蔚然可观也。虎革炳然以光辉盛，豹革蔚然以华茂盛。时皆文采，如人之文德昭垂。在位则炳如日星，在下则玉如花草。是其文之可观，而非豹身前猛志之可畏。粗野之不逊，则为变之所得。变以革其故也。小人革面，从外貌之意，亦足招其性直之训，行为之顺，则随大人君子之变，亦顺从于文德之中，乐其业，安其身，以服以信。此所谓文明以乐，大亨以正者也。君自指95正位，即由62之敬于上者，又包含君子之意。君子审称君，言其明德足为大众之主，天下所瞻，万民之望也。上六本坤之德，顺臣夫前，故曰顺以从君。此尧以在上，故称君子；以为柔，故称小人。称其文不曰秉而曰魏，系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无不从焉，故是文以顺从君子明其义。盖君子主格，小人从格，天下同格。弥不心悦臣服，殊日黎明于辨时庸。即小人革面顺从之正，故革变非在上者一人之为，必天下明人共御之。一变而天下皆变，不劳而得，不思而终，此于变也。以变之出乎自然也。如此革变，方服于则火革之用，为水火相袭，以成其变，如天之40部位而成耳。宗主复注：爻辞虎变豹变，故重在革变，而实重在其变成之文。以变者由不善变善，不良变良，故不才者，变则成才；无用者，变则待用。虎豹野兽，于人无所用，且易受其害，以其性直难驯。情豹好杀，是生时不善良之物，非才用之类。及其皮革之变，外观有文采之美，实用有坚韧之直，而为一义义，温和一人。是则变之所谓，亦即革之所至。人比虎豹，于其身时，则科豹之性，狠志之行，名将不堪，如桀纣之正是也。推其极，不独有如虎豹，且又过之。礼记所谓苛政猛于虎，则凡人类而能忍受乎？故必革而去之，变而易之。于是汤武珍珠上矣。汤武革命之后，放牛归马，视天下以服用，散粟发财，与人民以同富，更复制作礼乐，振兴文德，以安天下，而定民生。则如虎豹之变，易豹为文，变科为训，文明绚烂，威仪笃实，象之所谓者，今则为爱乐之；前之所对者，今则为臣服之。此所谓95之德，为战而有服者也。岂图汤武二人之功业几哉？凡天下名人，莫不顺其志，而乐其所就，民既归心，天亦归命。此即94改命之极也。与彖辞顺天因人相正，足见革命之意。必于95正位昭其文德，方告大臣。革者武功，既革则为存文德。此虎豹之变，不见其猛，但秉其文，其近似之，故取以为喻。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善书目录，善书影片。
善歌，道之宗旨，联络我们，查询善书，简体。易经正式，下经第7册顶正艮。顶卦巽下离上，宣圣讲义。顶上离下巽，巽为木，木火同宫，曰顶。一则本钻木取火，功名熟食之意；一则名以辛滋火，为顶烹饪之象。故卦取巽离之和，上离火而下巽木。巽又谓风，木者生火之源，风者助燃之物，故巽在离下，是谓烹饪之本也。鼎者器名，而卦亦重在其用，亦如井卦取养民之用为义，鼎之用意为生养之需。人自有火以后，未有不资于烹饪以为食，即未有不赖于鼎或以为生。纵夷蛮之民，尚有不熟食者，不足以为法，故鼎养，亦民生不可离者。鼎之为物，精也；其成用，则水火于木；其所及，则土也。是一物备五行之德，而水火主其要焉。故卦本乎离，与井之本乎坎水者，恰相对。其下皆巽，巽则水可以生，火可以伏，一生一伏，既济之象，生成之功。天地上依此生伏以成化育之用，而况人乎？故井之用，以水养民；鼎之用，以火养民，而皆赖风木以运之、化之、推而治之、光而大之。故两卦皆巽在下，而坎离分主其上也。离与巽合，则为火而非日；巽与离接，则为木者多，为风者少。然火故非风不然也。象虽木火，用兼风气，故称名曰火风鼎，不曰木火。谓木易见，风难知也。巽于物，谓风或木；于用，谓顺或入。此鼎卦亦包有风顺于火、木入于火之意，实则互成其用而已。顺入无多变焉，此以明皆其顺入之意。如井之巽乎水而上水是也。木有直，火无直，在未燃前木也。既燃则为火，既静则木火同辉。故火者木所生，亦五行生生之力也。鼎取木之入火，而生火，以成火之用，故巽在下，民所自也。传曰革去故也。鼎取心也。鼎以木火生化而熟物，如天之化育，万物同心，非鼎能兴之，以辨其原有而亦为心生之象。如天之春，变化其枯朽者，而根生之，繁荣之，以成新气象。冬寒之后，叶脱草萎，春风一吹，花荣之茂。前之凋敝者，忽欣欣然自盛；前之枯槁者，忽郁郁焉自繁。此非天地兴之而合，鼎之兴物，亦由是也。就其成用，亦有从心之意，则鼎用金属物，取其坚也。如革之名革，取其刃也。坚刃则能化变他物，而己不损。水火者，生化之主；木者出生之物。因三者之和，乃使旧者为新，不良者为良，不用者有用。此与革亦相应也。不过革重在变去其故，而鼎则重在变生其新。此本末始终之事也。鼎革往来，皆似阳两阴爻卦，而革6295，恰乎乾坤正位。鼎则9265，
反乾坤之正，却痛的天交泰之象。干下于坤，则巽于柔，内阳外阴，天道下逮，如春夏之时，天地交道，万物繁数，故名鼎。鼎盛也，隆也，重也，崇高之谓也。鼎古通鼎，鼎，头鼎也，亦高贵尊重之意。古人以鼎烹饪，后世视为神器，亦尊崇之也。鼎自象形，而鼎乃王和根之则，故称宰相调和鼎鼐。虽本书和根，直言，实亦取其在神器之策，思复宝之职，宣中和之道，赞谓玉之功。盖本干卦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泰和，乃立真者。可见鼎鼐之用，足配天地生成之德，贤圣化育之功，企图烹饪熟食养民以哉。然同一养也，养其口腹，与养其身心，养其身家，与养其国天下后世，是在善推其用而已。圣王养己，必先养民；养民必先养贤。上则烹以享上帝祖先，下则烹以享侯国臣庶，皆资于鼎。是则鼎之功用，不可量也。夏禹铸九鼎，以昭示天下，天下遂归夏，而世传之。汤武革命，迁鼎建国，以开基业，天下服之，皆是鼎之所在，为社稷之宝，宗庙之尊。得之者，君临四海；失之者，放逐诸夷。以鼎能养民也，民之所归，天之所与。故革卦以汤武革命顺天应人，鼎应随民心所宜而宜，挟民心之定而定。是的鼎者，得其名；失鼎者，失其名。鼎之所观其轻易耶？盖鼎为养民之本，民得其养，莫不来归；民失其养，莫不息耳。民之所视，天亦视之；民之所听，天亦听之。凡民之顺逆，必以国之贤者为依归。故养民者先养贤。汤武的贤且的民，桀纣失民亦失贤，故失贤者，鼎不得保存矣。重器亦失，社稷同辉，贤愚皆离，宗庙不享。此鼎之动定，系乎存亡兴替，企图一气之得失矣哉。故周易以鼎次格，其意一时深远矣。宗主父注，鼎取兴，为物数之更新，与格相往来，格去故，而鼎用兴，成继续变异之象。穷则变，变则兴，此天道也。如一岁由冬而春，时序迭谢，岁月已艮，则旧者有序，而穷者不穷矣。鼎为器，乃人生必须之器。自岁人事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使有烹饪之术。而鼎遂为人生要器，以烹饪必及鼎也。故鼎与井，皆养生之物，食民生之本。民未有不及于井者，亦未有不烹于鼎者。故鼎为家人主器，传称鼎之后为正。家之主器，必以长子。民生虽赖鼎以烹饪，而主持之者常难。如俗称长房，未代父治家之人，在天道则属东方木，而令为春。春为一岁之首，故鼎兴之象，必见于正。由万物之生，必依于春。此鼎虽与格往来，而使与正相联系也。鼎之初，不过烹饪之用，
其后则为祭祀之功，推而成社稷重器，自禹铸九鼎，列于庙堂。于是有天下者，视若神器。宗庙所在，社稷所依，皆以鼎昭其象。故国有变，则鼎不保。兴亡建都，名曰定鼎；革命迁都，称曰迁鼎。可见鼎之重要。又不止一家主器矣也。嗣后鼎属宗庙之器，社稷之尊。于是非神的不设鼎，非庙廷不得置鼎，非革变议君不得问鼎之大小轻重。斯鼎为国之所有，帝王所保存，非复如前家中烹饪之器矣。主器之长子，乃变而未出地之政，同一长难。在前不过一家之长房，今则已成天下之主。故鼎之所用，亦随时而有异焉。然神器之鼎，本出于烹饪之志，用虽见大，而源不可忘。是亦鼎卦，人以烹饪为先，后世烹饪，故有鼎代以辅锅之属。虽非鼎之名，人本鼎之用，则以易卦火风合为鼎。巽与离互成其用，巽木离火，人取意于钻木取火之始，而纳新熟时，亦不外木火同工之意。此鼎卦大用，必以养民为先也。至于茶鼎、香鼎，及一切有名鼎者，用或有殊，其本源于烹饪则一。故鼎为民生主器，亦如井不可一日无者。细读一词自明。鼎元吉亨，宣圣讲义。此鼎卦彖辞也。鼎上离下巽，中藏乾象，故彖辞该干四德之半。四德干守元亨，坤守利贞。鼎用本离代乾，故称元亨，而以离六二。黄离元吉，故曰元吉亨。且兼巽之德也。鼎六五，即离六二，二五正位相匹，而鼎内九二，外六五，刚柔互异，本态的天交之象，故同态称吉亨。合离态之辞言，可见鼎时间二卦之用。由离言，应称元吉；由态言，应称吉亨。由乾坤交错而守乾言，应称元亨。合属者之德，乃曰元吉亨。吉字非眼文也，虽是彖辞，但称元亨。省去吉字，非谓彖辞有误，乃皆是鼎之代用，在合乎乾，且以文句之变，称亨以足包吉也。以巽柔在下，上形成六五正位，乃法于坤；离柔在中，而其下反以刚居二爻为阴，是本干道也。本坤者降而生之，本干者上而下之，因此谐于交态，同于济济。先天乾坤，后天离坎，水火既济，为生化之源，的天交态，为生成之始。故鼎者，生化之所资也。以木生火，而熟物为民食，因火化物而成象，以养人民，以亨神祖。其功不在天地生成之下，天地生之，不宜于养。鼎烹而熟之，方通于身，岂非鼎养之功，纯本干大生之德乎？故卦中有乾，且居下正位，如干九二见龙在田，得失普及之象。得自下积，失自上承，故得失之招，乃大任公行之基础。而鼎效之。鼎虽一物，其用足多，上而祀天，下而生民，中养贤能，
报酬功德，以成亨礼。其为用起小哉，故得称元吉亨。而亨自兼烹与享三义，以其通于一切，而虑天下以成礼。所谓嘉惠事也，以其这熟食之功，承养贤报功之典。所谓宴享大部，养老诸礼事也，皆有资于鼎。可见彖辞元吉亨之战，实由其用可以明之矣。彖曰：鼎象也，以木训火；烹饪也，圣人烹以享上帝，而大烹以养圣贤。训而耳目聪明，柔静而上行，德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宣圣讲义，此身是彖辞之意，而名鼎卦之用也。鼎象也，言以卦象行。巽两阳一阴，初六如鼎足，二至四如鼎腹，六五如耳，上九如盖，是鼎之象。而刚在中，如火在鼎内以熟物。巽顺也，入也，以木巽火，即以木入火，使之燃烧。而上有物，则非徒烧也，是谓烹饪之象。盖以木生火，非敬畏烹饪者，而既象鼎，则必谓烹饪无疑，故名鼎。名其用在于烹饪而已。烹饪者，熟物以食，谓养生之资。物不熟不能食，食亦不能养人，是烹饪之旨，在养民。而鼎之用，亦为养人，以人方知熟食之利。其他生物不知之，亦不能知，是所谓养生者养无人类。然非指人之自养，必追溯所生之本。天生之，亲育之，则以自养者，亦必以报其生育恩情。而养神祖，则既享上矣。祭祀有尊卑之序，则非尽人能享天地者，为圣人则烹以享上帝。圣人称在位者，天子是也，在上位待其下民，治其祭享，故享上帝，天子之礼也。然非徒享上帝矣也，必推及人类之所仰望而历赖者，以广其自养，养民之心，则必先养天下圣贤。圣贤非限于生民，先民有德于民，有功于世者，亦皆享之，则必大烹以招其养。养有享也，以敬礼言曰享，以生育言曰养。如孝亲亦养也，以事存言曰养，以事亡言曰享。孝子不死其亲，则是亡亦养也。故圣王应鼎之烹饪，既以享上帝，复以养圣贤。圣贤为民所尊依，圣贤的养，民亦必得养。盖养民简易，养圣贤则尊严，虽不及养民，实则鼎养不得外夫民也。故享自与亨同，以其通诸天下无不亨也。无不亨，则无不烹，无不享，无不养。圣人虑之，天下从之；圣人启之，天下迷之。此鼎之重亨与养，而必自天子至于庶人也。故鼎之治，始于日用，终于祭享，初为民生之具，既为宗庙之尊，则以其用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微而崇也。故鼎之为器，神器也，者于庙堂，行于威仪，止于庄严，而不可视为寻常之物，则以观于享祀，与养贤者大矣。以卦训在内，离在外，故曰训而耳目聪明。谓内训而外聪明，则以离文明之象，光大之行，因鼎之敬天而尊贤，
敦仁而崇义，教孝而敬礼，继承上帝之佑，复得圣贤之福，则书所谓名四目，达四聪者也。在上位而得民之情，养其体而不忘天地之享，万民之养，则鼎之功业甚矣哉！柔指初六，近于六五的权卦中正之位，而与下九二之刚相应，体夫的天交泰之道，是以战元亨，为其备干身之德，而权黎民之功也。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宁命，宣圣讲义，此鼎卦象辞也。鼎上离火，下巽风木，辰木上有火之象，以火在上，不似他处燃烧燎原，则虽有能燃之木在下，而非任火之自焚，势必有犯之者。故取鼎为象。言鼎则凡一切能熟物之具，如炉灶锅或之类，皆包括之，名义而用同，则不妨视为鼎。故以木在下，火不燃烧者，名日鼎。名其火自木出，而不越于物外也。若及其上下，木在火之上，则必燃烧无滞，而有如野火燎原之势。故烽火佳人，即取其焚烧不可向耳。欲人之情欲不可遏制，设失其正，或不炫众，炎炎之不灭，欲食同焚，此贵乎自己也。即火之道，必曰其事；即欲之道，必曰其情。鼎虽有所犯，以防其燃烧不已，而人必依自己之意，以限制其焚燎之情，则在乎训之自持。换言之，在自约束其心，少少与之，使火在鼎中，而不焚外物；使用井熟物，而不毁其鼎，此贵乎训也。训则克顺其道，可以进退其行，虽入而能出，虽柔而欲刚。故训者不至于物，恒约其情，知止则止，知行则行，进退无专，出入以恒。故鼎以训易火，生之而能制之，长之而能弱之。如见火之盛，则抽心；遇火之强，则静心。是火之德中，皆训之所谓也。故君子观鼎而得正位宁命之道焉。正位者，鼎卦上下九二六五，原为乾坤交易之象。乾以九二，福德施普及之意；坤以六五，福黄长元吉之意。皆正位也。君子法之，亦正其位。内则以九二昭其德，外则以六五抵其行。推之国天下，上有所保，下有所归，则皆不失其位。而鼎养之道见焉。宁命者，鼎以上火下木，木以生火，火以烹炼。平时日用，则熟食之功；修道力行，则锻炼之用。和坎离济济之妙，成得天交泰之功。推之于国天下，上承天命，下保民命，天与人归，大命乃定。纪元革故顺应之意，自达鼎心正宁之行。此宁正之道，为君子修己安人之本也。且正位宁命，由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泰和，乃利真来。鼎中有乾，而用合于坤。所谓各正性命者，即鼎之正位宁命也。干守元亨，本乎天者亲上；坤守利贞，本乎地者亲下。万物莫不依乾坤以有生，则莫不秉天地以立命。
身有其位，为正则中；身有其命，为宁以和。正也，宁也，中和之德也。中庸所谓苟不至德，至道不宁焉。此宁命，即宁道，而正位，即明德。位以德正，命以道宁。此发于前，成于坤，生于天，归于地。干之大始，则位先正；坤主大中，则命自宁。坤之初六，履双坚兵制，是曰阴时宁也。此亦名宁命之道。元秉于坤，安贞之德，乃有其中。中以不中，生乃长生。位正则不失其手，命宁则永贞其身。此乾坤合德。于交太平碑往复中见之。于鼎新正位宁命众臣之。古之圣王，以道成身，以德成人，故谓永保。而命为心，修己以明信，则天命不二；昭德以养民，则尊位不失。不二即宁，不失即正。此君子有国天下，常保不虞，永守不易。鼎位宗庙重器，社稷尊依，人民瞻仰，世世子孙永保福替。果鼎之所谓哉，圣人自正自宁而已。故革命则鼎迁，失位则鼎去。鼎以革而后定，命以兴而后明，位以尊而后严。此汤武之业，传之数百年无改也。宗主父主，鼎象辞正位宁命。夫子以示其意，而此四字，实为道功要诀。自来修道者，由此悟出炼精化气之妙谛。求长生者，皆以此为焚修最要功夫。所谓炉鼎提炼，龙虎升降，坎离交构，牵拱飞浮之术，不外济济与鼎二卦，而济济为用。鼎为体，则以鼎能正位宁命，即众归一，犹望还真。必自立鼎以安心，炼精以宁命，清心以正性，明性以成道。此合精气神三者为一，而反于太虚也。三者原出于一，还原之法，必依鼎之正位宁命，亦即干之各正性命，保和太和。故正位者中也，宁命者和也。中和之至，复归于一，即太极也。故鼎在身中为太极之象，和水火之用，以炼之提之，去其渣滓，存其光华，是取心也。心以异故，则长心不闭；身以患死，则长生不老。故鼎能夺造化之功，可谓安身立命之具。水火既济，出者其用，木火相烹，乃见其成。故取巽离而不用坎，巽者入也，深入五中，而提其精，送入鼎中，以炼其体。进则光华自生，退则渣滓皆去。此巽入离为焚炼之象也。命受于天，而主于我。我不能宁，则随气化自散失。故巽在坎上反为患，散失也。不得火之焚炼，则尘不去，心不生，日沉日腐，全为渣滓，更合金光。故凡人有老而死，以不能自宁命也。不能宁命者，不知正位也。人之主位心也。卦为离，鼎以离在主位，故有正位之用。此修者立鼎必一心，心火与少阳之火相济，乃成烹炼之具。少阳者木也，
元藏肝中而出于肾，丹田热力，即命门真火。提炼取精，则命门自固，精光永存。此即宁命功夫，另有专讲。此不过是其大概而已。初六，顶颠指，立出否？的妾以其子。乌九，宣圣讲义。此顶初六爻辞也。初六为巽下爻，亦巽主爻，以阳出变阴也，在下之柔，故象顶之颠指。初爻有足，故曰止；阴道虚，故曰颠，谓不能平稳立也。初与四阴，四为刚，与二接，二亦刚，的刚为阴，则柔不害，以情乐尽刚，而立与出否？否塞也，不通也。天地否出爻亦阴，顶出六与同，故有否塞之象，以得刚之提切，故能出于否，而于否易，且反否以类于泰，故曰利出。利于行也，行之利在能亨通。若否塞，则不利出爻在下，原不用阴之使宁，更难通。独以刚之接近，反起其上进之思，相与交符，遂成其利出之志。顶之用故不在止，况以颠者，其不良于用可知。然得上皆纯前，内外强固，则颠亦能立。如太之悲既平也，太主刚柔互交，在人为男女和好，以其在下，故谓得妾，而非得妻，谓不当也。阳大而阴小，男强而女弱，故得妾且以的子，以其下，应有的字，故文省略，连上的字，言的妾更殷切的子耳。妾贱而子贵，是阴以阳重，柔以刚用，则妾之随其子以见爱于夫，见重于家，在下不辱，虽为有显，虽贱犹贵，是以无咎。言出身为贱，必有咎，而得随尊贵则免。欲初六虽不用而得刚以引妾之，顶止虽颠，而得其上以安定尊贵之，此所以站立出否也。人起自卑下，而功业有成，勿生于为弱，而成用重要者，皆顶出六之象也。盖顶之用，在能守物，指颠者可补可助，不妨于其用，故以功德足免于迁游，成就足掩其缺陷。此出否之意，在得其上之心，亦以敬九二诸位，得其爱宠，故以妾称，而得子，为其功德所着也。顶重生养，则欲子亦生生之道所重，是与顶用不为。况得子以续主之宗挑，宗庙之享不断，社稷之主有人，则传所谓主气莫若长子者于训正往来相对，故以训主爻而称的子，名刚柔交符之功也。象曰：顶颠止，谓备也；立出否，以从贵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顶颠止，而有利于用，以出爻在下，原不用之地，虽止颠，而用不备，仍有守物之功，故曰未备。顶用在中，而出在下，卦爻自下进，至二位刚，是以不备于行，止足也。人足利于行，顶足利于利，颠则不宜于利，然非者也。颠有短也，似人之跛，跛者可虑，则行之志犹未备；短者可续，则力之用犹未备。
是在用鼎者，知其颠而善为之助之，则人不乖鼎之功用，备犹乖也。力出否？重在柔乐静刚，应喜从阳，应见阳贵。初六得从九二以出于否？是从贵也。即得妾以的子，亦从贵之意。若二爻一柔，则无出否之战，亦无从贵之道。否以坤重柔在下，巽则两刚一柔，故能出否。柔随刚贵，妾随主尊，皆鼎出爻之用。在下不用，用必取于进行，得二之提息，果九二与之谐，互为和好，则不用者反见其用。是颠止不害于身，如人之跛，不碍于身也。鼎重器，而重在中爻，变化之思，功用之主，皆二至五所谓。初犹未能逮焉，然若非九二之刚，则初六之柔，寻不良于用矣。故是文以从贵，明初六之利，再得九二之提切耳。九二，鼎有时，我愁有疾，不我能及。疾，宣圣讲义。此鼎九二爻辞也。九二内中位，而刚加柔，干履坤位，虚者以时，故曰鼎有时。卦象九二，如鼎之底，以有物在中，元虚而金实也。以阴爻虚，金亦阳，成有时之象。有时则以招鼎之用矣。是否有成，是其所谓。如熟食者，置物鼎中，则鼎食矣。若果能熟否，则是烹饪者之加辛，增火之力，而无过不及，以服中行之道。二位中位，故行宜中。失中则备子道，故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不过不偏，方善其事。九二刚也，所应六五，柔也。内外相匹，家偶曰配，怨偶曰仇。今刚柔互失其位，是非配而未仇，故曰我仇。六五以柔主外，其德不称，有位而无势，有名而无权。如人有生而不见，有生而多病，故曰有疾。疾病也，不必果病。凡不健全，失其强力，或多忧患，不得遂其养，或多损耗，不克保其康宁，皆疾也。其疾包极度之意，有所嫉妒，有所怨怼，亦疾也。而非我有，乃我仇，则有疾，不为我害，以其不克救我也。即就近也。近则有五邪之意，不我近，则与我何由？是以战疾，未免受仇之害也。盖九二刚而柔，尊而下，其德甚逊，其瞻甚明，其志自强，其行以文。干九二力见大忍，得失普及之象，故外应六五，不能相侮。虽在我上，而力不足；虽居尊位，而德不昭，是其极也。不能如他卦之长我而相邻逼也。刚强而能自卑，中正而能自下，则戒慎之志，恐惧之行，足以御外侮，而远侵害，保本位，而无患于仇。此九二之极，以得失的之宜也。六五虽主全卦之正位，而以柔爻，如懦弱之敌，妇女之君，虽不我邪，亦不我克也。象曰：鼎有时，圣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由也。
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92当鼎之中，为贮存物品之底。既有时，使以贮物为不虚。不虚者宜持重。礼曰：直虚如直银。况以银之器，则直之者，宜如何胜之？故是曰：圣所之也。鼎原重器，有时则越重要，少有未胜。不独所食之物将复，即所持之鼎亦轻，是败之也。92中谓主器之人，故对有时之鼎，宜戒慎恐惧，以报持之，击诵之，或至于祭享，或成其家会，皆关乎礼仪之尊严，情义之诚挚，不得轻忽略意，以失于礼，而招迁尤。虽重在鼎，实重在诚礼也。鼎之用，有礼以尊；鼎之功，由敬乃达。故胜于所知，不问何时何的也，只有往也，治也，言治其物，以生其理，成其效想，明其诚，显其敬爱。非为习夫物，亦非习夫鼎。投属者上祭其器，况当典礼之际，而有倾覆之谦，损伤之祸，其不克者其敬，治其诚，亦可知矣。故92以胜而保其鼎实，94则以折足而复其功速。92未吉，94则凶。此由卦爻之德。2多遇，4多惧。2未得中，遇之所胜。4不当位，遂迁于夷也。推而言之，有用则有行，行之利害，在能胜与否未判。知其实而重视之，为其尊而谨持之，则克成其利，而免于害矣。92在内，亦下也；65在外，亦上也。两相匹敌，故称我柔，外柔内刚，乃有极之象，以其不如我之强也。虽位在我上，而德在我下，是以不能逼近以胁我，而非我之救，亦不得为我救。故曰中无有也。言我仇之极，不得临我，是彼自夷17，不得有我，亦也。彼既已极，不为我害，我也不负其咎，又与我何由？2也。故曰中无。言永不以为我救，我亦永无救也。以92本刚而自下，履柔而能伸，持重而胜，行律以周，纵65未酬，不得有所临邪也。即以65言，虽位尊而势较大，却以内省多咎，行显侥幸，而中介重刚，上有一阳，阴柔中困。如物腐而虫自生，则何以挟其势以挟我？凭其位以破我哉？此92战疾，谓以中未善自保全，而逢敌之弱，更无忧祸也。93鼎尔革，其形塞，至高不实，方与窥五。中吉。宣圣讲义。此鼎93爻辞也。93为中爻，与94同为人爻，而重刚不协，原为巽之中，亦干之93，在定卦，干爻在中，93又其中爻，以刚成刚，急则变，故以鼎之下言，为耳，而变柔，则成离之中爻，上卦原为离。便以合4、5反为坎，离明而坎现，其行不通，故曰塞。与初六之否相同，而为异。初六以因为下卦之始，故痛否。
而得92以出之，故出否。93以下卦之中，中爻之始，变成坎之初，则为线下之象，而无以出，故曰塞。塞与简类，以由中变为塞，亦本92之时来，时在中也。众刚不协，革变不通，以其往来卦为革，亦前在中，干替之时，革变之际，行动阻塞，功用艰难，亦如屯。屯者物之出身，鼎者物之终塞，皆不克快其生机，畅其发达，而阻于中道，至于所往。其不亨可知，不亨者，亦不享。鼎终时而不得时，谓不能成其烹也。至高者，离坎之象，至谓也勤，宜于熟时。今由高不化，是谓熟也。又高者之也，直由逆至，亦塞也。在鼎中谓塞，若食之亦至于腹，故不食，不可食也。至羽毛甚美，而肉非肥甘，其高不化，犹非养生之品。爻辞取欲烹之不熟，谓乖鼎养之道，食之不宜，谓立鼎心之旨。鼎之用在推陈出新，至生为熟，使不食者可食，不养生者能养人耳。93处多凶之地，当即变之时，遂乖乎全体之用，而烹不享，则不克亨也。鼎以亨称，93以革而反于亨，是亦有不食之战。在人为不食，在计为不享，推之于行为不亨，皆怨于革与塞耳。但以天道消息盈虚，与时偕行。93干之中，天道所显，离坎交至，日水熏蒸，而上谓云，下谓雨，故有方雨之象。雨降则生化利剑，通塞互益。高者谓泽，干者谓润，则不食者食，不亨者亨。以云雨蔽于空，而日月亏其明；以生化者于物，而人事失其志。此所谓亏也。亏由虚也，盈者虚之。日月之盈，逢雨而亏；人事之利，逢时而亏，谓时也。时时同义，以天道之变，而人事不得执其权，故以亏而毁。毁者自毁，又兼通毁言，有雨而毁其明，如以时而亏其光也。离谓光明，变坎则失其明，亏其光，亦93重刚之极反为阴暗也。以其元刚，有自强不息之道，则变而不失其常，改而人复于初。此重在毁，毁则终极。刚毁以为柔，干毁以同坤，秉坤大中之用，故极。言鼎由中塞，而能自虚以复出，达其亨养，此所以战终极也。象曰：鼎而革，失其意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93重刚，为火太盛，遂成而革之象。鼎金属，火盛克金，致毁其耳。鼎耳之革，遂立烹饪之用，亦失鼎养之意。故爻辞称塞，称至高不食，皆名烹饪不得其道，以备鼎中功用也。与初六位备相反。位备者，为立鼎之用，为备烹饪之意。如93之革，则变其所谓，是失其意矣。94鼎折足，复弓速，其行握凶。宣圣讲义。
此定九四爻辞也。九四以属外卦，为离之始，与九三同属中爻，内外重刚，不得调协。刚盛则折。四爻在上，合权卦言，未顶之上中部，而因于初六未柔，是折者非九四之顶，乃初六之足，故曰顶折足。初六亦曰顶颠止，以的九四之阴，九二之提息，故颠而不扑，且力出否，以未被顶之用也。九四则易逝，下失其本，而连于重刚，承上重下轻，中间本饶之象。如大过之初上皆柔，未动饶，以本末皆弱也。顶则应初六之柔，为本之弱。本如人足，亦顶之足。人足弱，则不良于力；顶足折，则不良于用。顶者，所以守物，不能安固，则必倾覆。顶倾则所胜之物亦复。以己居上卦，则所胜者，非寻常日用饮食，故曰复公宿。公指爵位，包公重言，如祭享之资肴，宴会之馔品，凡为公设者，或王后所命制备者，皆公宿。尊则享于上帝，祀于祖庙。隆则宴其嘉宾，酬其公绩。非官日用之时，则皆公宿之类，为顶待用所在。而今以折足复之，其乖力何如？以宿之父，重顶之咎，以顶之折足，拜公之典礼。九四居辅弼之位，而不善其事，乃招其迁游，则所失者大矣。故曰其行握凶，握者忧也，后也。后胜之意，又瞻如之辞，其行握凶，言其状甚凶也。有以握字位居，则顶之复素。汤根沾地，爻传满席，形状狼藉，实于非礼之谦。又握与握通，握者，汤火灼伤之象。方言有称汤灼为握者，如水溃为镜也。顶折足于重用之际，图成复素之情，其损伤亦可知。外形故淋漓沾染，内状亦狼狈颠连，则所以战为凶也。顶至九四，原当待用之地，不宜有意外之余。今竟以供职者疏忽，有责者蛮憨，而惧失事，岂非凶乎？则所谓行握者，不外状其情之恐急，视之至坚，顷刻之间，见其变动而已。盖九四进六五，为离之初，与二同宫异位，处多聚之地，有失中之由，而以刚势柔，不免跋扈慢怠之行。干九四或跃于渊，由上而下，乃免于咎。顶九四不能胜于事先，遂遭折足之害，亦不善持满之过也。象曰：复公宿，性如何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九四在上进君位，为君所信任之臣，而不能善其事，如顶之复其宿，是不胜顶之任也，则所信者何哉？顶由人也，况顶之用，为人之责。人而不胜其任，则顶不能达其用。是顶与人不足信，则将何以辞其力救哉？故爻战凶，顶主调时未养，大臣辅相其主，亦以调和上下，谢理阴阳未直。此在府有吊顶之欲，非徒为烹饪，成其祭享宴会之礼仪也。然祭享宴会，亦官夫养，
报本酬庸，皆赖鼎之治其成，达其用，收其功，此鼎之为道，主者所尊崇也。今94过纲，不克尽必象之力，且有慢乎之心，不能达调谢之情，且多悖逆之行，是则父主之所信矣。其罪宁可患乎？故是闻特以信之不逮，明94有乖其职守，而见凶祸之为自招，以警示之有责任，而不尽其心力者，信者得目之一，合于四德之真。有信则有守，有守则有功，故曰真固足以干事，不信不守，不真不固，将何以善其事哉？鼎器也，而以不真失信，乃败其事，推之于人，可有利于真信，而不逢其凶祸者乎？故真与亨对，内真则外亨，鼎称元亨，而形成于真力。观65爻辞，即明其旨意。65. 鼎黄耳，经炫力真，宣圣讲义。此鼎65爻辞也。65外卦中爻，全卦正位，即离中爻。离卦黄离元吉，本坤之黄长元吉来，以柔爻自坤出也。坤土色黄，后天土居中央，故称黄鼎。65以柔在上，当鼎之上口，柔爻偶，分于两侧，故名耳。与93之耳，未有上下之别。93以刚而革变，65以柔而成黄耳。经炫之象，因35易位，65得中，而位尊也。尊则贵，有黄金之耳，则有黄金之炫，壮其贵重也。居中欲下，得位诚实，自然尊贵。土以柔爻，与下92相应，而成互益之象，则92以坤益乾，而65以干益坤。坤守力真，故65亦先力真，彖称元吉亨，而5爻主位，反称力真者，以坤善成乾，力真之德，正以成元亨之道也。夫65正位，柔加于刚，安贞之极，为天下畅，后载之功，乃因乎天行。黄耳而精炫，乃耀其光；离力而自主，乃显其文明。而炫彩以辉煌，此鼎65之象。如垂拱而平章，文德既布，待用思章，敬顺以行，乃立即无疆。本大中之意，克真固以虽四方，故立真之极，乃与元亨相应。65之中，乃与92痛正，中正之不失，刚柔互为其正，鼎之为取心，乃逢时以兴其天命矣。故65在92视之，未酬而有极；在本爻，则守真而成其力，有尊严之位，有华贵之势，非93所能忘，亦非94所能易。盖得中而虚，虚以为实，实实虚虚，以弃天行之盈虚消息，既具力真之德，自服全卦元亨之极矣。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65居中正之位，有文明之德，如鼎之黄耳精炫，文采在外，光明在中，柔加于刚，虚以为实，柔主正位，秉坤真之德，是虚中之象，而以离代干之位，当全卦之主，谈夫文德，以大施于天下，是由虚而实之也。
盖虚者气也，实者容也。定以中虚，方能容物；人以中虚，方能养民。则实者用之者，德之昭也。离为文明，明德之本。武为前卫，刚健之材。内刚而外柔，中虚而行实。至诚至道，德乃日新，为利为真，道乃元亨。故有大处刚健笃实光辉之象，实实虚虚，体用以全，中以为道，实以成德。昭德不回，大业日益。此文王之德，在下而尽其成节，屡位而昭其明德。不是不知，顺帝之责，德以不显。天下贤福，终无所执，则成其虚灵。此不是不知，玄德之极也。会有所加，则备于四海。此顺帝之责，行必见实也。在鼎之为用，亦以忠而不轻，虚而不倚，遂纳物而不满，熟实而不夸。此即忠以为实者。宜乎有黄耳金铉之庄严尊贵焉。虚以济盈，忠以治正，则实而不满，高而不为。故六五以柔而长于众，以真而成其亨也。天玄地黄，玄虚黄实。鼎耳故非待用所在，而鼎必赖耳以庄严之，明显之。虽柔而尊，为顺而善成。虽无成而待有终，虽不自以为功，而天下莫与争功。此鼎之待用告成，而以黄耳金铉昭其威仪，显其明德。干体而坤用，乃合成其四德。内刚而外柔，乃善法乎道则。上自卑而下克功，乃同生成而共发悦。重者以为轻根，尊者以为下则。烹饪之至夫既享，及宴会养贤之所事，民生得其安和，物力得以繁习。此鼎心之功，鼎养之职，其道为何？只在于中以为实耳。上九，鼎欲炫，大吉，无不利。宣圣讲义，此鼎上九爻辞也。上九为中位，其用当穷变之际，而鼎反是，则以鼎上卦为离。文德昭垂，中而非中，穷而非穷。文德永夫，光华永中。如日月中天，万古照明而不息。如列宿之丙乎太空，四时辉耀以无极。故鼎之用，亦以上爻而占大吉。如鼎上有盖，足以成其功用而永逸。是以六五金铉，得坤土之色；上九玉铉，秉黎明之德。金玉皆宝，而直坚若一。唯在中与上略殊，明刚与柔之有别。玉者洁白而精明，铉者在外而称其事。中金外玉，尊贵文明，光华绚烂，庄严精英。以离之变未坎，乃该体用，而不失其平均。出入升降，一阳一阴，上则为重，九则得见。本干之亢隆，乃协坤永贞无厌。此一极则必变之真，而克铸成鼎养也。鼎用虽在熟物，而无盖则亦不达其志。物在烹饪之时，必利用之以善其事。有如焚香于鼎，以有壁障以续其事；有如其他器皿，以合底与盖以备其志。此上九之玉铉，乃占大吉无不利也。刚以柔明，柔以刚成。六五上九，互相加成。阳为阴履，柔为刚成，一合一辟，
乃这用于乾坤，有升有降，乃至功于生成。故上九与六五，未相近而用且过之，以终极之地，乃克全鼎元亨之奇，力争之德，实足以发夫前缘。中则有时，思往复而不习焉。既曰大吉，乃夫彖之元吉；既曰无不利，乃同六五之力争，以全卦包乾，而主谓属坤，本定以为养，乃推陈而出新，受革变之术，护成其化育之勋，此吉利之兆，不在中位，而属上九。中位虽交天地，上位足协水火，此交泰之用以治济济，明权义之术，有首有尾也。大哉鼎乎！非顺天时，不能知之矣。象曰：玉璇在上，刚柔节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上九为离之中爻，而中则有时，合出六与六五成坎卦，离坎往来，水火既济，一刚一柔，互为节制，故曰刚柔节也。又上九六五，刚柔易位，亦成节度，且节者，如竹之节，介两段间曰节，如岁时之节，气候之节，皆居中成一节之意。故凡在中，而前后相等，自成节度者，皆可称节。与纪自相近，当其交接处曰纪，居其中间曰节，亦无多殊也。凡义中称刚柔节也，或刚柔纪也，皆怨坎卦，如蒙九二，坎之中爻，曰刚柔节也；如坎卦六四，则曰刚柔纪也；如解卦初六，则曰刚柔之纪。是皆以坎卦故。而凡在阳爻，即坎之中爻，则曰节；若在柔爻，即坎之初或四爻，则曰纪。是略有别，大抵皆有坎阳在阴中，而其对为离，则阴在阳中，互成交际，故有此称。鼎上九虽离，以互合出六，反成坎上，属卦中阳爻，故亦与蒙九二同称。名其在上爻，为刚柔交互，在一卦，亦刚柔交替，如竹节也。鼎之六五上九相交，正与初六九二相接，一刚一柔，两者云匹。而独上九称节者，则以变坎耳。宣称金玉，非必以金玉谓之，不过壮其尊严华贵。而玉璇在上者，言非上爻之可贵，乃以刚柔得中之可贵，故以玉美之。若他卦穷极之地，更何贵哉？此名玉璇之辞。时由上九刚柔适度，而后战大吉无不利，所谓得中道也。六五之中，以谓言；上九之中，以辩言。唯有不同，而刚爻就胜，故六五但称力争，而无大吉之语。是可见鼎用，重在变，变则兴，故曰鼎取兴也。而其变，又重在中和，不过亦无不及，方服中和，故曰刚柔节也。学者视之，正卦正下正上。宣圣讲义，正谓八卦之一，六字之长，以阴出生阳，故谓长难。伏羲方位与巽对，文王方位与兑对，先后天书也。巽以阳出生阴，名长女，而兑则谓少女。若在后天，正主东方木，兑主西方金，则以洛书。
九宫方位为序，非如先天本合图天地生成数，阴阳互生，五行始成之序也。故以卦言，取先天，则与巽为主宾；在后天，则与兑为匹配。此正之用，亦如艮巽兑，有先后天之别也。周易为后天之象，故从正对相对成用者多，而其往来却非对，而为艮，则以卦爻正艮原一卦，为道义其上下耳。反正即艮，反艮即正。如往为正，则来为艮。故周易之序，正艮相继，传曰正起也，艮止也。一起一止，由一始一终，一即一往一返，一去一归之意。故卦始于正，终于艮。正之始，非如干之大始，乃后天之始，即始与方之首也。艮之终，非如坤之大终，乃后天之终，即始与方之终。然正始而艮终者，气数也。若以谓言，则人应为正与兑，兑为阴道之穷，故雷则归妹为女之终，是自正始至兑终之一例。盖正一阳两阴，阳在出，兑则两阳一阴，阴在上，一升一降，其行全反，恰成始终之象。如行道者，自甲地始，至以地终，往来异同，则为穷变之时。又如日行由北而南者，亦由南而北，有其极也。合之一日，朝为日出，则正也；夕为日入，则兑也。循环不已，终而复始，自有其度。此正兑兼，谓一始一终，而非必始终也。由一岁始于春，终于冬，非果终也。冬后有春，况兑象为秋，属西方经，而非北方水。故所谓终者，乃行之至，由己也。正艮亦然，正为木，艮为土，盖先后天。正位与艮同属东北，故艮有终始兼该之称。以艮坤28易位，原可代坤永中，而后天恰居正先天之位，且与正连接，自可协正之始。此艮终始之道，何先后天者也？正一阳始于夏，当时之春，象木之荣，主甲以东方之地，地出之方，此所以称为始也。或谓之首焉。以六爻言，则上下相同，初四皆阳，二三与五上皆阴，成两阳四阴之卦，与艮恰相反，即颠倒也。故所谓起与止者，皆指阳言。阳道生，自下而上谓起，至上以穷为止，止者不可再生也。如欲行，为反降耳。此正艮自相始终，恰成往来，意象数自然如是。以一言，震动也，作也，又经也。自从与乃云之审，下未成，虽谐生，亦会意，以正为雷。如雷之动，一包众行，则阳气泄于太空，行于云中，其象如骨回字，故名雷。即震也。震乃雷之用，雷见必震，雷鸣必动，不独气之动，凡物皆随之动。此所以能动作万物，而皆生起也。震哼，震来细细，笑言雅雅，震惊百里，不丧比畅，宣圣讲义。此正卦彖辞也。正以得干之始，故具四德之亨。亨者通也，
通于一切，无不亨也。而其功用，在华茂万物，生长而育成之，如时之春，万物皆生，万物皆茂，荣华畅达，庄严美丽，无不雍容华贵，是谓之亨。故比与人之礼仪，嘉惠宴享，从容中度，和乐有节，则全其身，育其性，发其情，昭其德，以服于天道，此亨也。而正得之，正者动也，动则易造，然以时动，则皆终结。所谓和也，和则谓亨，以其本前缘之始而亨也。正自下发，则其气勃郁，其行突兀，其起也，如物之挺身；其静也，如马之奔至。是以有正之名，以其象雷之行也。雷电行于空中，疏忽飘急，不可捉摸，气味之也，故其动也，令人有细细之感。言谓具之心自然因也。而细细间有迅疾威猛之状，如虎之似细而动，象击而决，毫无疑猜，以其极也。故曰正来细细，来自明其行之所自。若不正，不知其来，而来也，则绝其正。此人勿闲随其正，而细细也。以正之猛，则当有其威；而由正之动，却又成其人。是人而勇者，仁者其德，勇者其行。以勇言，则皆生细细之心；以仁言，则又有笑颜雅雅之态。为久折者思起，被求者思事。震动之力，无不欣欣焉以相容，轻轻焉以调达。此则笑颜雅雅之象也。花开如笑如解语，物之生育亦如之。雅雅者，为卑貌，以中心悦意，而自含笑也。则正之用，能拔忧发前，正为利诺，使各得遂其身，乐其性，事其情，成其德也。此所以战亨之由来。但震雷之气，因地域而有迟速，由远近而别生成。故震惊者，百里未度，言所闻止于百里，乃人之耳聪有限非。雷之威名不达，则虽见电光，而不闻其声；目所触者而不至，则心知其远，而不生细细之惊。此所以图喜其动，不畏其威。可见天道好生，雷霆之威不过，雨露之则有余。以时而来，则畏者转为静，惊者反为安。故虽震惊，不丧彼怅，以其无所损也。正谓常难，主气之人，彼怅不敷，则保全其气。此定卦之用，承受其业，以成其德，则彼怅不伤，鼎食无害。且人生贵在有养，如万物之于雨露，物的雨露，则生育华茂，则不丧彼怅。一天之德，恩威并至者也。宗主父主，正为四余卦之首，乾坤六子之长，故称长男。在时未春，一岁之初，在方未冬，四方之始，五行未木，群生之长。后天以正，率领群伦，有如人间帝王。传曰地出乎正，此指太乙。主天地生化者，佛家谓之地势，即后天天界之尊。出者，言自此出行也。按九宫方位，遍历各宫，归还中央。
而其始出必在正地，即东方也。甲乙属木，生阳之地。阳字的生，一阳出生曰正，以其由坤三阴变为两阴一阳，而阳始于下。阳主生，自下始动，如物之生，自根时出芽，生机之初见也。阳自地下萌动勃起，已出于地面，如天地间春日，阳气外泄，明于太空，谓之雷震，故名震。言如惊蛰后之雷，轰然一声，万物同震，故震者震也。震作之也，鼓动之也，由静而动，由息而起，皆震也。一阳之德，悦乎一切，本干健之道，以自强而不息，不息则起，如人之眠后起也，起则不复静矣。故震者有位也。地由震行，立于九宫；物由震动，茂于四时；人由震起，作其德业；树由震始，成其消息。故震在卦为后天之常，同日之初，当阳之兴，主岁之春，虑万物而同生。臣此在鼎心之余，而必以正纪其道也。革故鼎心，始以变也。鼎至正起，则有变焉，以静不可久，久则反为动也。鼎者重器，器必有主，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周易之序，以正纪鼎，言鼎有所归，必归于世之所尊，天下之主，家庭之常，皆主器者。静以欲动，则鼎自兴；坐以成习，则震随起。此动静作息，相继而不止，周回而无穷也。虽鼎与膈往来，震与艮往来，若不相涉，实则鼎膈四阳二阴，一变而成震艮二阳四阴，恰相对待，自成循环。观其爻象，即可知之。震艮往来，时即一卦颠倒而成两卦，震道即艮，震阳在下，艮阳在上，以中互言。震互水山简，是动之难；而艮互雷水解，则止之殆。动自下上，其难可知；艮自上下，其殆易见。然震中有艮，艮中有震，则两卦之用源相该。可见动者宜之止，止者宜之动。此故盈虚相倚，利害相符，天之道也。阳生而阴退，阳长而阴消。震以阳得时，故在下而能生，少而能胜，出起而强。此正谓生化之常，春之象也。而以动为义，动则多变，吉凶毁令，皆由动生。此正曰正立，言多为句也。物之出生，恒自奋发，本阳气之动也。故正有奋发之意，以其势不可遏制，故与艮正反。在先天正与巽对，巽未入，亦与正起反。正强而巽懦，正刚而巽柔，故正谓长男，阳之长；巽谓长女，阴之长奇。情性悬殊，则其为用大义；而象物则皆谓木，以后天同方相近也。木亦有刚柔之别焉，故在天象，正谓雷，巽谓风，以不同矣。雷行巽急而勃起，风行舒卷而蓄急，是在天以易其用。卦之象物，应爻之得时与否。阳者上升本于下，阴者下降源于上。卦皆自出爻始，
此先天之意，以其辨明所自也。故正位刚出动，巽位柔出尘，八宫卦相对举，如艮与对也。为周易则以正艮往复，巽对往来，是与先天之序有殊耳。彖曰：正亨，正来细细，笑言雅雅，正经百里，经远而聚耳也。不丧比畅，初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宣圣讲义，此身是彖辞之意也。以正彖辞，称正亨，虽微加于众，而恩义至焉。物由正以苏生，天价正以化育，此所以谓亨也。正来细细，笑言雅雅，谓全卦最要之意，即指有恐惧而生恭敬之心，以自警，因遂其身，乐其道，而有兴荣之志，以体天和，而各厚其德也。故此二句，凡三见焉，至出爻释文，史述其意，是彖但本彖辞序列而已。正经百里，亦承上二句来。正经之意略别，正者聚，经者动，其情有轻重，故称百里。名有远耳之分，远则经，而动作以自正起；耳则正，而恐惧以自戒斥，故曰经远而聚耳也。如雷电发于云中，远则为惊，近则必震，盖声微可畏，不似光耀之和平，而电者气也。近则气盛，远则气衰，故闻其轰烈之名，则觉天威之咫尺。虽狂夫于腹，莫不恐惧战力不胜，以其近也。若但见其电，未闻其雷光华闪然，一瞥即逝，则见之者，不过忽生惊讶之念，而非畏惧莫安之情，以其远也。故正与惊，动与惧，由百里判之。百里内者近，百里外则远矣。且言百里，亦包有其威严盛状，虽百里亦界之意，可见天威实布，天势是昭，天心实敏，天听是聪，聪明正直，神德至矣。人胡不惊？物胡不震？雷鸣则雨降，电发则阳轩。此仁德之师，生化之普及，必以春夏之时治之。此正之用，天道也，时宜也。而人勿嫌备其恩，而畏其威矣。不丧比畅者，言正经之计，而忠心不摇；恐惧之余，而神志若一，则不以骤然之正，而失所持；不因茫然之时，而损其气。故彼之计四重点，嘉惠大礼，虽偶尔有所惊触，仍不伤于祭器或食品，则可见其从容有度，庄敬自强，心存敬畏之思，志无分歧之念，行守举约之节，行游磐石之安，则惊而不昏，惧而不惑，动而不乱，正而不欺，且乐以自庄，常有其度，非能养之有素，习之有方者，不可得也。故平日直须如营，视轻若重，无时不守礼，无形不循法，则可以任大而致远，负重而行坚，谨严于颠沛之间，端正于造次之地，则俨然众之主宰，神所凭依，万目思瞻，四海俱望。此虽不君临天下，自辅人民，亦足以代摄朝仪，主持祭典，是以不丧比畅，即可以守宗庙社稷，为祭主也。
记主者，君也。正本地出之象，而非九五之尊，故曰出。言自正以出也。又出对守言，亦谓如君之出。太子留守，君王有刑，世子监国之力，故用出字，实包数义。而原文亦有托耳。就不丧比唱视之，则以正本长子，主祭罪仪，祭主重器之鼎，即可继承宗庙社稷之首。是虽未履尊位，亦有其德，为国为君，以堪其任，故曰出。言彼出，则可为人主；不然，彼唱细物，而非重器，何以能知其可守社稷？主祭祀，则以彼唱，虽为而关于祭享之用，小为尤甚，更可见其大事不渝。且彼者具也，唱者物也，皆为烹鼎之需。鼎者重器，物具有失，则以鼎耐之修；彼唱不全，则立烹调之意。是不丧彼唱，正以见其能主重器矣。彼之景卦，雷其平，失其欲，有乖景仰者，正相对照，景亦不堪大任，而废其事；正以能景小节，而治其功，则虽非干，而可代前，以主宗庙社稷矣。鼎以折足而复公肃，正以保全彼唱而主祭事，亦自相反。为正因恐而自胜，由动而自强。胜则有干替之心，强则服行健之道。此所以称其可守宗庙而主祭事。传曰主器莫如长子，即以正能祭鼎，而尽其养民之道，兴民之功。故事彖文，特明述其用甚大，非徒正经也。而祭主享宴，恰本亨自来，亨即享，亦即烹字，干家会足以合理，亨之用也。象曰：见雷震，君子以恐惧修审，宣圣讲义。此正卦象辞也。正六爻卦上正下正，如离坎然，故在原卦两阴一阳，合成四阴两阳，而上下相应。初与四皆阳，二与五、三与上皆阴，则阳自下始，至四爻后，相接而起，遂如波浪，一起一落，落而后起，与坎卦象正同。坎下卦92，上卦95，两阳相应，中介两阴，亦如水波之前后相接，中间自落，如片断然。故坎卦象曰水见至，而正卦象曰见雷。原卦正为雷，雷之行于云中，亦由波之行于水面。雷者阳气，而云则阴；波者动浪，而水本静。静生动，则波成；阳出阴，则雷震。此雷之行，如水波之相接，自成推演之势，起落之情，故曰见。见又重也，在也，前以见，而后复见也。或谓之叠，一片一片，相压而不断也。雷以电明，雷之发也，有光有声。光行若龙蛇之飞逝，而深度于空中，则以气有强弱，云有厚薄，道有远近，或有崇山峻峰之隔绝，或以飓风及雨之角阻，则闻者若断若续，时洪时细，遂如水波，自成低昂之象，阳易之行。此一起一落，非果起落，而人以为起落耳。但卦象有两阳爻，重叠接续，乃称为见。
见则非一度也。如雷之鸣，时相轰响，巨细不一，亦见也。以其鸣，绝非一响即止者。纵耳不闻，目犹见其光，则已远矣。因其重叠接续，故卦亦以上下两震象之。此所以称见雷震。言震上震下，与他卦有两不同卦合成者有殊。如离曰明两作离，艮曰兼山艮，巽曰随风巽，兑曰利则兑，皆是上下同卦之意。而坎之水见至习坎，则有与震类。震以雷行与水行最似也。震以见至，则为言乐状，如发爆然，连珠不绝，是最惊人，以其身之震也。可见天之怒威，人以雷比天之怒，谓其续之久，而发之骤，欲之甚，而宣之急，则由人之愤怒，而宣其威，愤恨而吐其欲，自有可畏之情，当惧之事，故由雷之迭鸣。君子遂有恐惧之心，而增修审之念，此人道之正，亦与天相应者也。为威而自戒慎，知怒而自反省。君子成德之事，实以此为其道焉。有过则惧罚，有罪则畏诛，行恶则有咎于心，念妄则多馁其气，此常人之情。而君子则否，为其不呆罚而自改其过，不犯诛而以患于罪。无恶行则心自坦舒，而少内疚；少妄念则气自充沛，而不中内。故曰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一夕之患，为其克时时恐惧修审也。恐惧者，如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以天之威，神之德，实自警惕，而斥其行，尽其事，止于至善，则喜怒哀乐不害于性，中和未遇，勇气于天。盖本前93朝干系替之道也。修审者，克己复礼，反身而成，即大学成正修身之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修身见严，内省不疚，则无过不及，为中为一，以同于天道，亦本干自强不息之教也。故因闻雷而惊畏，而悔改者，常人之行；因读正卦象而恐惧，而修审者，君子之行。此则坤履双而知坚兵之志，见己而作，不似终日之谓也。至周于万物而不疑，行合于天地而无过，则不呆象之者，而明其必然；不因机之熟，而欲谓之备。故居子绰绰然有余欲矣。夫正天道也，而人道则重在戒惧反省，不为其以宣之威，而怀其未至之行；不贪其以昭之责，而欲其为民之德。是以见雷震，而先恐惧修审。人道既尽，天道不为，则顺以治之，皆谓欲之功，待以化之，即中和之德。此则干所谓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立真者也。立真之行，即自恐惧修审始。性命之正，太和之保，亦自恐惧修审成，而必以变化真之。谓雷震者，天之变也，义之正卦，定格之变也。变则可以真矣。常人但知其常，不察其变，故不知恐惧修审。以天也合与于人，为心容于春和，而忘夫秋冬之残酷。
虽幸生于暖日，而忽于蛰藏之枯寂，皆谓于症。不明变化之术，不解性命之症，遂无以保和太和，成其力争。斯不克以人顺天，以得达道。故象辞特皆恐惧修审以为成焉。初九，正来细细，后笑言雅雅。即宣圣讲义，此正初九爻辞也。初九在下，谓刚爻，原干乾隆勿用之地，而在正，则属主爻，以正阳出于阴。初九一阳，恰所自出之位。坤出化乾，亦所得难。如母出育子，其子之所秉承者，大父之气，及干之出，故正以初九为主，有坎以九二为主也。然主爻乃卦用之始，卦得之源，而非卦位之正。正位乃在九五也。因卦以巽位出的阴，其主位亦在初爻，故名长女，与正先天相对。在后天则正更往来，正对对反，此其意也。正初九既为全卦主爻，待用所忌，故爻辞与彖大同。彖所称全体之用，时于初爻见之。正来细细二语，一卦中凡四见，而彖辞者其刚，爻辞述其目，而是彖文与是爻象文，则不过生其意义而已。原本以爻释文，错于彖释文中，乃成众出之讹。后人遂有所疑，不知初九之辞，多疑后字，乃与彖异。彖盖一卦始终，故无先后之别。爻为一卦之始，故加后字，明其有先后之分也。初九之象，诚如正全卦之象，以刚动于下，初为其主，其余二爻皆柔，合之上卦，则初四相同，皆为动作之始，亦即阳之初正也。故正来细细，人抱怨惧不宁之情，如闻雷鸣而惊也。唯恐惧之后，又感与则之配失，震惊之余，且喜阳和之普及。是初虽细细而后则笑言也。后自称初爻以后，或指震惊之后，非同时者，同时且惧且乐，是狂惑也。故用后字，名谓先恐后喜，如同人之先嚎跳而后笑也。雅雅言笑不已，心中心悦可知。心悦而臣服，则恩不减其威，义不灭其仁，仁义备至，恩威并施，此天地生成之德，化育之功，故战吉，言其服天行也。象曰：正来细细，恐至服也。笑言雅雅，后有则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初爻在下，的卑而实位至，原当勿用之爻，而以正至于升腾，秉阳刚之德，作飞跃之思，自益干燥旺之咎，而以战吉者，实由初爻能本正经之意，存恐惧之心，借其燥旺，益其刚愎，而不特免救，且获即战，所以谓之恐制服也。福祸相对，恐惧足以制服，即言骄狂足以招祸。圣贤君子，莫不谨其言，慎其行。象曰：恐惧修审，明震动之际，最宜戒慎之时，涉于躁妄，而视其刚强；偶存骄矜，而挟其盛气，是将以假惑耳。希望于成正之待用哉？故得一招，则心亦下；力亦正，则情亦卑。
以至于平，方免于过。干行健，以自强不息，而必先有朝干系替若力之思，况初久在下位，而非甚实者乎？故以震动而生细细之心，因震惊而发恐惧之念，使客招致福利，不甘于就利也。笑言雅雅，正有恐至福来，故爻辞有后字，不独以时有先后，行亦有前后也。前进而后退，不争先，谓之后。本其欲进之志，发于必进之时，而能自警惕以让人，是后也。后虽非治世所许，而宜后，则后未得。震惊之际，为惧之情，战惊自持，从容中道，庶能无过，而有法度，故其后也有危可向，有疑可法。是须己下人，卑以自牧者，由干九四之月渊，与初九之下也相应。干之道，震所择也，故震九四称坠泥，亦即干月渊之意。而初九之后，亦即干下也之行。高者贵自下，前行贵之后，及尊者自义，进者之退，以正更往来。反正即艮，正起艮止，故用相应。震动亦干即进之弦，艮止则防颠仆之辱。此后有则，由失艮之止之意，故弗即战。本爻主动起之始，而人道未起思止，未动思进，未防其过，而被中和，故曰后有则。及其后可以为法也，因恐至福，以后有则，皆介于造妄，笃于戒惧之道。正以刚出柔，其气凌厉无前，其志刚强不折。故君子以恐惧御其刚强，以退后却其凌厉。此人道之为，非哲人之己者不能及之，故有危可畏，则人不敢行于恶；有善可法，则人不忍徇其私。正者时动，而未先自下；前行而亦先自后，故以其德乃成其用。此虽先细细，而其后则雅雅；先戒惧，而其中则获福利。君子无求福之念，自利之行，而其成则治福有力，以其克如向此恐惧修审也。所谓反身而成，克己复礼之道，于平日固要，于震动之际，犹未所重，则以动起之时，最贵的防闲之道，即凶毁令生于动，动而不慎，何能免于凶祸哉？柔以御刚，退以为进，思服于道，思可谓利。学者视之。62. 震来历，易丧备，积于九陵，戊烛，七日得。宣圣讲义。此震62爻辞也。62内卦震位，与65阴，而属坤主位，秉安贞之德，善顺承之行，而震为坤的干阳刚之志，发于柔静之位，故有震动之情，而生为利之戒。利即前93若利之意，以为害之事，而怀摩利之心，作勉励之想，自可免于就利也。62之来历，不独成干之戒，且有戒惧之情，则以震惊先生恐惧，而必戒慎也。又自62至65，中户水山减，与艮卦中户雷水解者恰相反，故艮以知止而解难，震以进取而多减。62为减之始，故辞称来历。言62之震，以非初九之图细细也。
初九细细，因恐制服，刚之道也。六二来历，因为欲减，显之灾也。故曰易丧备。亦由《论语》一则履中，即不义不信，义字一义俗或作义，故本与义字通用，心义中所义度也。有存度之意，测于未至，拟于未来，曰义。以六二出逢简难，欲度所至，必有所失。丧即失也。丧与的反，丧备与损益卦时朋之龟，其得失相对，以损益有得失，而以的者言。正六二则图于其失，故以丧备称。备谷之弊，及金之财宝银钱货币之属，为贵重之品，有利用之功，而忽于其丧，可见其为利非虚言也。然正有恐惧之心，当戒慎之计，则虽于其失，非果失也。即失亦有复得之望，则以恐制服，虽暂失终无害。故曰基于90物逐7日得，谓以柔成刚，以卑履高，由下而上达，则失者终得之。物逐7日的者，明其克本振动飞扬之用，发愤振作之行，不以畏而怯，不以恐而馁，则出虚者终必实，暂失者仍可得也。既可得，则物逐，言不必追求也。得失不足念，追求徒自扰。且以柔成刚之时，屈未生之道，要在德中行也。二本中位，而介于初四两刚之间，虽互减，而其往来未解，是往之简，来则解矣，去之难，复则得矣。7日者，复之数。地雷复所谓7日来复，天之道也。数皆以7日为期，失者复得，去者复返，亦以7日。此六二之战，虽初为而后安，虽先难而后获。初则恐惧，以多忧余；中则安贞，以免就利。故爻辞称其基于90，明其由幽暗而生于高明，自替扰以达于康坦，皆本刚得以坚其心，依柔行以固其手，即以力争成其元亨之道，不外于坤顺成干治而已。象曰：正来历，成刚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六二柔爻柔位，而下位初九，刚爻刚位，其阴六五亦柔，而下有94亦刚，皆以柔在刚上，故成刚之象。成刚则易摄于险，如履冰，如临渊，其为可知。故爻称正来历，明其行之未平，履之未安，故有易丧备之战，忧余之感，不能自已，皆由其盛刚来。又刚与柔未能协，中位所贵，在德中和。今二五皆柔是无所协，而平于初四之刚，乃不得中和之道，其为虑实多。不过以六二本坤之道，安贞之德，顺承之心，虽成刚而无自大之私，虽履为而有修审之道，终以恐制服，因为转安。有守则利于行，能顺则免于咎，故能高明柔克，促有基于90之战。而所丧者，物逐，7日复得，备非动物，而曰物逐，则以逐字作追逐讲，言无寻救也。亦于事先，而得之有其，则所丧，非意外之失，故无庸寻救也。盖正本振作之用，有永进之思，
怀恐惧之情，明反省之意，是能知难而不害其境，有足而不爱其身，故因其为，转足恤其上达之志，于其师，转可借其性德之贪，是则柔道之胜，使上下至于中和，威严之师，积卑暗抵于明远，人是正义阳出坤之初至也。63. 正苏苏，正行无省，宣圣讲义。此正63爻辞也。63下卦之中，中爻之始，而以三化卦言，即正中爻与上阴，皆为正行至极之谓。正者气也，气行有始终，其谓其始，止谓其终，气至终极，不复进，必在起而后再进。此六化卦之正，因为两起两落，如水波之前后相接，故象曰见雷。而63当其出落之地，其气就衰，其行已缓，其微渐减，其力亦微，故虽震动，而其势苏苏然，不若前之密接而骤发，突兀而轰隆也。故曰苏苏，言如蔬菜之疏落也。又苏者醒也，生也，如物之生，如人之醒，其情懒懒然，其象依依然，不胜兼拔之意。苏者菜类，亦入药，草本而独生，非如荆楚之为灌木也，长不过数尺，而气味芬芳，食之令人清醒，故名苏。亦治暑病，或风寒湿之疾，均取其疏散宣通，驱逐邪气，舒畅脉络，使人爽然轻快。63之象亦如之，震动而不甚猛，震惊而犹舒徐，苏苏落落，似断似续，修修整整，若裂若乱，是气已弱，气已混，而其功用，在能清醒人而振作之，调畅之，不威而和，不急而趋，行乎太虚，神得自招。此则有益于细细者矣。盖震之极，则变为巽；雷之末，则易为风。风行草上，则苏苏然如眼；雷雨之行，必邪以风。风雨润物，亦苏苏然若刷。故苏自包有苏生之意，又兼苏字之用，清畅滑润之谓也。以正且行而无过，故战无省。省过也，在行曰过，在德曰省，故成灾曰省，以其过也。天雷无妄，亦以其过否别省之有无，与正之行相正，皆以雷正谓言。雷正之过，则谓正灾，如地震亦谓灾，皆气之盛始有之。若气已平，虽正无省，在天位不成灾，在人位无失德，是63之用。虽不当位，以其介于中间，与94刚柔相协，虽类于未济，而就63言，则反得其调谐也。故战无省。象曰：正苏苏，谓不当也。宣圣讲义。此生是爻辞之意也。以63居中爻之始，而柔履刚，与94成背道之象，遂如未济，阳反在上，刚反远柔，是相离析，而难调谐，故正而见苏苏之情，是其谓之不相当也。相当犹相宜，即合适也，匹配也。俗称婚姻匹配曰门当户对，此不当二字，犹不匹配之意。以6394，虽一刚一柔，若相匹敌，
而内柔外刚，阳生阴降，互失其位，乃成不当之势。正本刚德，进而阻于柔，其气已衰，则苏苏不复正拔，非正之咎，谓之失也。谓以地狱所限，行而不达，止而不守，乃乖中和之用，而立邪计之情。此不当与各卦指非正位者为殊。六三元非正位也，而中爻之正，必依计9364方符匹配之意，而得时的之宜。今正6394，反义其位，皆不相当，故94称位光，亦与63同有惋惜之意。以柔履刚位不当，是不可守也；以刚加柔为位光，是不可进也。守既不能，进又不可，徘徊中道。四顾合之，场晃半途，节身息脱，则有正起之志，而乏直上之谋，秉振作之心，而少安全之策，是人道已失，为天道之所忌也。天道既盈，盈则易满，满则易骄，骄则易颠，颠则易坠。故63之无审，循至94，遂未坠泥，求高反降，求进反却，则立正起之意，而反就于艮止之为得矣。以中户简卦，63、94、65为坎险之地，而94正在陷中，自62、63至94，则为艮卦，知难则止，庶免于不当之咎，见险则替，庶无陷坠泥之灾。善用正者，应先视之。94正坠泥，宣圣讲义。此正94爻辞也。原文物坠未遂，古字对坠通用，对即坠也，而俄作遂，以复旁而未走，古亦作坠。凡从走之字，本多作复；从复之字，亦多作土，皆取的土之意。如从义部者，亦多通作复或土旁，亦作与左右圆近似，而义复又皆土也。94为外卦之始，以刚履柔，与63同属中爻，中户当艮之上，坎之中，是一高一卑，一重一陷之地，故爻辞称正坠泥，言自震动以上，而又坠落及泥也。94本干94所出，干曰或跃在渊，亦从高下跃，由上下坠之象，而纯干皆刚，其身近天，其坠及渊，皆上下至极，如诗云渊非立天，鱼跃于渊，一升一降，一飞一前，上下往来，循环中始，升降高卑，周流无已。以干为天，而天水一色，河图始生水也。故升则天，降则渊，气行自至，数极自负，正出于坤，化于乾，亦与干同用，而介于两阴，故与干94为异。干曰渊，震曰泥，渊则至深，泥紧及水，则与虚之虚于泥沙相类，以介于阴阳之际，在于水陆之间，非水而近水，属陆而非陆，以含有水湿之陆地，避水则之滨，洼下之地，恰服于坎陷之意也。艮山之穷，穷则变而下坠，坎水之中，中则陷于泥沙，故曰坠泥。以正自下上，至94，忽坠就洼下之泥，则刚加柔，身反降矣。刚行至上，而柔位不能顺之，前进有险，
而中道图被所限，则以94居6365间也。两阴一阳，陷而难出，虽语出九阴，而仍执逐泥中。称泥者，正以其泥阻不易拔脱，如至不能及其也。正起而欲坎陷，乃有此辞，则训愤之气流于污泥之中，振作之心阻于蛙师之欲，是行之不利也。其便于艮而知止，则非前之崇高；其类未继而相至，则莫尽其进取。此94之用，非正之本质也。而阳刚出发，情性难驯，苟力戒惧之怀，即有坠落之害。此爻辞不及吉凶，但者其象，比战者知其不可强进而思退，不能拒行而先止，则数免坠泥之患，促成正拔之功耳。象曰：正坠泥，谓光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谓光指前途暗淡，不见光明之意。坎离相反，离谓光明，正而用坎，是陷于泥沼之中，卑洼之内，自无光明之德，而正性躁急，泥性如炙，两者相违，既无光明，亦难光大。虽94本干健自强不息，而坎险以坚之，刚而不能自柔，则反为柔所苦。此谓光者，实谓使然，与63之不当，又有甚焉。故63无审，而94则吉凶莫补。以柔道胜者，虽不利，犹可免害；以刚道过者，苟失利，则祸随之。故坠泥，亦有遂陷之意。言由此遂为泥所陷，不得出也。辞由相成，正94乃坎之中爻，故险阻艰难，如入陷阱，不易拔脱，是为畏光。由习其勇进之志，而慨其多难之欲耳。65. 正往来利，亦无丧，有事。宣圣讲义，此正65爻辞也。65居上卦中位，亦全卦正位，而为柔履刚，有乖于95之德，以正之用，本于阳刚生进之意。今欲阴柔，则成退止之象，是以爻辞称其往来，由进退也，行止也。正本前往，而65柔道，反为来，与简卦之称往来同义。以中户至5爻未及，则前之往者，今未来矣。往未向前，来则退后。而以爻用言，以震动往者，则其来未为利，利即前卦93之利，未为害兼利与利之意。因为之惧，由惧而自利自利，则服于干替之道，而免于害。故65以正往来利，原稿此处脱落一页。宣圣讲义，象曰：正往来利，为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65之正，与62类似。62下卦中爻，65则上卦中爻。若以3化元卦言，65即62，故无异也。而合成6化卦，则65有殊于62。此象称见雷，言如雷之迭鸣，前后既分，盛衰自别，故25爻各不同。62亦丧备，65则亦无丧，是其名正，亦出于心。25中位，如人心意，而下上有阴，则由心盛也。志虑所发，志气所生，皆心盛所思。中户坎，
肾也，谓心之源，知识之本，精神之舍，故有所感觉，必因于心。心之所测，是谓之意。而六五之称利者，心所谓为，非困为也。以正往者，动于躁急，则为害至焉，故曰来利。言其为因果也。如无往之躁急，则免于来之为害。此的丧有所行补之，故是文曰为行也。言行为而在意中，设不戒慎恐惧，必受其害。非六五之咎，乃行之谓安，动作之谓审，遂有利焉。然以的正位，亦就于中道，则人有所作为，此爻辞称有事也。而不偏不激，不过亦无不及，则服于中和，保其中正之德。此所以中无所失，是文以其事在中，大无丧也。民所成为永在中行之内，不干意外之为，故克无丧。中自包一切，凡不过不思，从容中道，无偏无颇。致夫中和者，皆在中也。由德者知，德以为名，行以德显，既在中位，自昭中德，故曰大无丧。大者赞美之词，如大哉之意。古称事物至极者谓大，极大也，极也。如春秋传之利，言其无以复加，而为万行所法也。以德中而为正，则其无丧，岂非至大者乎？盖六五既以为行称，而其后乃无所丧，其行之至善可知，作为之至宜可见。此无丧之战，诚可贵矣，寻难能矣。以六五刚位而柔行，正起而更止，兼戒惧之念，怀正坐之心，而永直觉中，不立其正，克如其分，不出其位。此圣智之所谓。故教六二之丧而复的者谓忧。正本勇往直前，而心则物远距耳。气源震动勃起，而行则绵密疏徐。诚实以致公，守位以明德，顺天以达道，体柔以无过。故见顺势于中道，进退依于适宜。六五主持之，乃有此为行而无丧之战辞也。上六，正所所，是决绝，真凶，正不于其功，于其灵。无咎，昏垢有言，宣圣讲义。此正上六爻辞也。正至六五，待用以极。若至上六则穷，穷则变。上六与六三同，皆正之中。而六化卦则上六为大中，以全卦之静也。由正动言，气行且静，功亦渐进。故六三曰苏苏，上六曰所所。所所由苏苏，而又甚焉，谓气势所然。以静又如绳索，威以托逸。本强莫弱，中则为地，不复振作，故曰所所。兼有萧索之意，萧萧索索，皆萧条寂寞，离乱闲散之象。有如秋冬霜雪既降，草木萎谢，万物衰败，景况凋残，则生气所然，动机凝滞，阳之消也。正以阳动，而上六为重阴，刚衍于柔，衰以待盛，繁华消歇，零落消疏，则所所焉，不可复正。而正者气之静，力之深，雷电之威，震惊百里。而气有时节，力有时雷。气节则不复张，
利雷则下可续，故所者，正之近也。有声不闻，有光不见。声近而光远，闻短而视长。其本己不充，所备者亦不足，则虽有光，亦不过如流星，如异耀，如渔火，如微灯，一闪即亡，偶明又灭，则纵有事亦为决而已。决字上两目，下谓之。目虽双而用则半，视其为半明半灭之象。又决经世貌，如火则魁，目睛不正，事物不清，则有见如无，暂睹忽隐，非明显之物，当从句之间，偶有所主，而决然如魁之势，多幻变之象，立乎正见，不伴其真妄矣。以生之将竭，则所焉而正；以光之将灭，则决焉而逝。皆本爻象之用，明正之不复尽矣。不正不尽，则不利于行。故战真凶，以其利于动起之道，强为进取之途，则其凶可知。物穷则变，数极则改。正起之变，则谓更止；正作之改，则谓休弃。此真凶被夫实的之疑，唯于天人之道耳。然始有终，本有末，强弱虽异，体用不殊。故虽穷而有正，虽凶而人作，则所正者，非其本身，而属诸灵。此则以远近一方。我之远，不若灵之近；此之穷，不若彼之虚。则正故谓自矣，而为于其灵受之。攻之与灵，亦有主与兵，主之利，或疾兵之害；灵之正经，或反为攻之安和。斯则实谓之。以卦言，则六三当之。六三之无审，亦以审在上六也。而以正对后天卦谓言，则灵者指对，正东对西，正木对金，相匹敌也。故比诸灵，又艮对相对，正反为艮，亦取对之用，是正之灵，即对也。而先天则属巽，巽为长女，如姐弟，且同属木，亦刚柔，正主躁进。巽则顺其行以进退，是亦由灵也。因正在灵，故战无咎。而刚反进柔，男以下女，无论为巽未对，皆有婚媾之源。而周易主后天，人取对卦，故曰有言，以对主口舌也。且自六二反皆出九成艮，艮对为否，故曰婚媾有言。盖如泽山咸也。象曰：正所，终未得也。虽凶无咎，谓灵界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上六正之境，气己节，用以穷，则终无所得，而有所之情，所又求也。搜求曰所，以视之无见，听之无闻，搜索其中而无的也。中字兼指中爻，以上六三两柔相应，柔道空虚而不实，故曰未得。又以上六穷极，不得中行，亦曰中未得。换言之，即未得中也。六五未得中，故无丧；上六未得中，故真凶。以义偏激，而妄借据也。然上六重柔，本非正之待用所重，正用在初九九四也。其他四爻皆柔，皆不足当正之用，而二五得中，尚足以成正之道。
故六二丧备复得，六五无丧，以为正而行中道也。若六三上六，则失中，柔而失中，何正之为？而上六尤甚，以其穷极也。然柔道之偏，不似刚道之过，故虽凶，而免于咎。为其见于灵之正恐，而自戒惧耳。灵当其正，我胜其守；灵战其凶，我免其咎。故曰为灵戒也。谓与戒因，因为而戒，乃不受其审。一则因为在灵，而自戒备；一则为灵之类，而欲戒备。皆免咎之道。正本于阳，上六阴爻，故不直受其正，而失中行，则人亦受其类，则以见雷如波之相及也。果知其将及，而先戒慎，防其波及，而早戒备，自无凶咎之患。故所决，谓谨人之戒惧也。彖所谓今远惧耳，远即指灵，耳即指其功。此百里正威，感受有别，而善于戒惧者，即笃于恐惧修审之君子。故谓威不避极深，怀德不避以远。天无私，道不偏，则有闻故自惊，有见亦自省，不得以其正位及功而呼之也。宗主父主，艮正往来，皆似阴两阳爻卦而非匹对。以先天正常难，艮少难，皆阳卦也。若就八卦方位言，则先天正对巽，即长男对长女，合之成衡与义。衡为夫妇之本，人伦之始，犹足明乾坤交合之用。后天则正对对，即长男对少女，亦如正巽，以阴对阳，而上下异位。故周易以正对分主东西方位，合之则成闺妹与随。而闺妹为男遣嫁女，兄遣送妹，为姐弟分离，婚姻初结，本乎天地合德，生化为育之功，而为人世之要，人生之源。亦如咸衡之为人道本始也。不过咸衡是先天之四偶，为男女夫妇之所挟，而闺妹则是婚媾之相连，亲戚骨肉之好合，又在咸衡之次也，传称闺妹女之中也。名女子必有所归，归于夫，则终其身，而不二性。女子从一而终，为贞德之所者。故闺妹虽为男送女，实即女归男。言由兄之嫁妹，成为归之从夫，是夫妇之伦，必在兄弟之次。兄弟同出，以天性之合；夫妇异性，以情义之协。此人伦有所别也。然衡明夫妻之道，闺妹明夫妇之情，皆以正主持之。正巽合则为衡，正对合则为闺妹，而正异也。其地位不一，衡之正，夫也；闺妹之正，兄也。皆男先女，而其呆女之已有殊。故亦下经以衡始，八宫以闺妹终，终始皆人伦之本，男女分合之源，皆关于婚姻之事。不问为嫁或娶也，不问为遣女或纳妻也，皆必以正主之。明长子代父，为家之都，姓之尊，族之宗也。故正之上六，特以婚媾有言，明其用焉。婚媾者，男女婚配欲合也。以正先天对巽，后天对兑，皆阴与女合，皆婚媾之事，而必本于交互相调协也。故曰正不于其功。
于其邻，民所系在外。如昏垢必合异性也。邻与族异，近者曰邻，亲者曰族。故同出者谓族，异性者谓邻，以其虽不同姓，而居相比近也。近则异邪，疏而近者，婚姻之所兆也。诗曰：恰比其邻，婚姻恐云。与上六辞一义。婚姻有言，即婚姻恐云，云言也。而以兼对之用，又包言说之情。谓有言，有所子义，有所辨别，则对为口舌之思。上口乃穷，今以处穷位，而上口说，能无真义哉？故是曰谓邻戒也。言非只为邻之正而戒备，时间有人言可谓为义，以彼邻之口。是非之言，最为可畏。教雷震之金句或且过之，恐于震者，谓天命；戒于邻者，谓人言。皆自警惕，自戒慎。如实目所视，实手所替，其言之训。此人尊象辞君子恐惧修审之意来，前后始终，无不以人道合天道，敬天命，畏天威，而其余言寡尤，行寡讳。此本干替之戒，更引申之。名正原出于前耳，艮卦艮下艮上，宣圣讲义。艮卦与震乃一卦颠倒而成两卦。传曰震起也，艮止也，即一始一终之意。言自震其始，至艮终止也。又兼有动与定，出与成，本与末，下与上之别，而俗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作息亦正艮也。行道者有甲地守图，达以地修止，守图修止，亦正艮也。皆首尾去来之地，初终往返之时，盖人事天道而言者也。有始则有终，有往则有复，礼数如此，得用亦然。故震动于前，艮止于后，震起于下，艮休于上。震往则艮来，震升则艮降。由日月之代名也，朝夕之相继也，岁时之往复也，荣枯之代谢也。有春有冬，岁序乃毕，有朝有夜，日用乃成。故艮者终也，成终者成其始。如夏震见寅，岁之始也。而有子丑至寅，亦可视为终，得之两极，终也。而有南北极以往返者，亦可视为始。故曰艮成终始。又曰成言乎艮，以艮一阳由出起者震，立中爻则坎也。至上止则谓艮。三阳卦，非三阳并见，乃一阳立三极，而者其出成，是其升降耳。升者自下，降者自上。升即必降，降即必复升，来往亦然。直立者升降之道，平行者来往之途。故震起者，至艮则止。道若相反，得时相成，不有其止，何来自起？不有其终，何来所始？故成终者亦成始，而艮则以终名乎始者也。艮主土，后天带坤，为五行之母，故艮始终，兼往返，盖出成。天道人事举不能外，以物象之，则山也。土之基也，土基而高出地面者谓山。山高而气下，谓其升而有降也。山之己曰艮，因转谓刚，刚者刚也。阳止于表也，
俗有乎艮者，而作艮，人之己，亦艮也。阳行于背，上达于颠，以己主之，艮之道也。故人力必赖己，俯仰动气，必及脊椎之力；人思必赖脑精神气血，必及脑之运用。脑之本，亦交己下达于肾，中注于心，督脉所同，神气所管，为其善止，故亦能行；为其有终，故亦能始。则艮者陷也，犯之也。有度有节，不偏不激，故中和不二。艮者退也，反本复始之道也。至极则变，达至则回，行而先止，动以后静，故道公本焉。道以反原位的，逆行未用，故贵艮止。止而后定，定而后静，定静而后反于所事，复其天性。故止者一切之妙谛，而必适于时，尊乎道。盖非徒止也。止中之起，静中之动，是纯乎性。全其天者，不动以动，不行以行，无为以为，无思以虑。则艮之极则，道之至公，天地犹不能为，而况人乎？此正之次必谓艮也。周易之序，后天人道所尊也。艮卦以阳在上，下复两阴，与正卦以一阳成两阴者，恰相反。阳止于上，则不复生静，故亦为止。而以中爻9364，合成既济之象，故利于行。止其所而利其行，则行止皆宜。是以为人道之本。下经34卦，艮当21卦。夫3-7之数，亦与人道协。人道应于地，夫于天。天道7日来复，故艮数7，人道也。而合天地人三者，成其始终，则以人备天地之德，兼刚柔之道，具未欲生成之功，而该博厚高明悠久者也。乾以大始，坤以永终，合而为艮。一阳两阴，阳其阴偶，匹配以成，动定终始，互抵于平。此艮虽阳在上，而其用不穷也。推之一切，善静者退，善行者止。柔而济刚，终以为始。山之巍峨，土之图治，升降以时，出尘可计。其对未对，蛙下以诸水，水之与土，皆生机之始。立乎至中，俯以万里，气根于下，行者于外，中藏至柔，安贞无碍，坎险不陷，干刚不害。何以中户？雷水未解，借鉴往来，一兼一代，至于所至，乃持其戒，不偏不倚，乃圣所戒。此无咎之道，不求于外也。坎离之用，其道光明；正艮之交，其用成平。93上9，相应而不侵。6265，重柔而体乎坤，故艮者得干而归坤，持阳而反阴。其义则止，其利则行。高而自卑，满而不盈，达于其极，而致夫中庸。意志以习，守贞而得中，体用兼善，是人道之宗。思行藏之莫备，而利益之忧痛也。宗主书数，更为少男，乃肝气之将尽。如人老年少节，一阳在上，阳生至极，不得复进，
故更为止。言不能前行也。若进则反为退，故退自从艮，亦言其为止也。降者至出未及，升者至上为穷。艮阳以穷，而气已衰，余物未老，而称少男。是以的干之气先后别之。先者谓长男，即正也，一阳在出；继者谓中男，即坎也，一阳在中；后者谓少男，即艮也，一阳在上。与巽离对之三阴卦，分长女、中女、少女者相对，皆自其所出名之。故艮之阳虽穷，而年犹至，已出干晚耳。三化卦如是，何为六化卦亦然？不过成一起一伏之象，故艮象辞，称为尖山艮。以艮象山，众艮则谓尖山。尖由连也，众叠连接之意。夏后氏之意曰连山，即以艮为首，名取两山相连之意。与震之见雷，坎之水见至故同，即与巽之随风，离之明两，对之利泽，亦无非上下相接，前后相随之象。而艮则如山之境而崇高，峻而巍峨，有挺出之势，有重振之形，巍然独立，卓而不移，俯临下土，超越诸物。以在地上者，为山位高，风雷日月，虽高于山，非立于地，不得与之并论也。故高者山，低者泽，两相对照，而若主宾，故艮对先天对位，其用相反。艮以高而不为，峻而不显，特立独行，超群脉类。故拟诸人道，为人之德性，当如艮也。知止而止，知退而退，至于至善，归于中和。此艮为人卦，与干天坤地，并称三才。而夏后氏本之以利治焉。夏重人时，商重地利，周重天道，三代之意，各异其首。即夏守艮，商守坤，周守乾，而岁时亦如之。夏见寅，商见丑，周见子。观其历数，知其至公。艮本人道，则凡访艮者，皆人事之所本。仁者仁也。论语曰：仁者乐山，以其德性敬也。艮正往来，一卦颠倒，故正往艮来，行有一方，事有一宜，而正中互减，艮则互解，减解亦往来卦，以中爻言。减6394，与未既同，艮则9364，与既既类，既未既亦往来卦也。故艮正之用恰相反，如行者背道而驰，传称正起也。艮止也，一起一止，亦相违，即一动一静，一坐一息之意。物极则反，道穷则变。震动之后，必属艮止。故序卦传曰：物不可以中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言两者相调剂也。以道言位反背，以用言位调剂，此正艮之意。当于中爻正之，行者必止，进者必退。为防其穷，则必变而反其道，推之如包与覆，亦本此理。地雷覆者，震之道也；山地包者，艮之道也。消者以息，盈者以虚，阳共阴相推，刚与柔相当，此天地生化之妙。即在正艮往来中见之。正者正坐之意，
其形易造，艮者修习之意，其志易殆。欲服于道，必去其弊；欲成于用，必戒其过。此山雷一味养正，而雷山小过反为过失也。盖以养表阴里，而小过刚中柔外，宜顺天行，亦为物理，各有殊也。故艮自意取山刚之挺拔，而不失其静守之道。俗有乎山脊曰艮者，而作艮，刚阴之转。象本卦一阳在上，复两阴也。阳昂于外，而阴伏于中，此得用克邪？偶以待其，静以御动，此道公所本。故大学称之止，佛教名止观。止乃天下大本，一切动作皆自止出。大哉止乎！不止将何所行？道以静坐为本，先求止而已。故不独人道重艮，先佛亦自艮成。学者习艮卦，当先明此意耳。艮其背，不由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宣圣讲义。此艮彖辞也。艮卦以阳止于表，刚张于外，如人之背脊，故曰艮其背。背，与面相反，见其面者，不见其背。今艮其背，自不得见其身。身以象我言，象背有表里也。如人之形象前者，在后不得见其人，但见其背影而已。故背自对象言，兼有背驰之意，有背也，相为也。人形故有象背，历时亦然。此背自该力行言，唯见其背，而不相象，是以不得其身。不或即不得，不得见其人耳。与下不见其人一义，而以背言，故称身艮者止也。止于背者，即陷于所止之地，止则不复动转。故以背止者，不获其身，如背我而立，不能见其人也。虽见之，亦不知其为谁，以不见其面目，无以辨其人也。而艮之象，一阳在上，如山之脊，人之背。背脊之外无物也，背脊之内，则不得之，谓其弊也。艮止也，而兼陷义，陷于其背，则背外无可得，则所知者，为背而已。以卦与正颠倒，正位进，艮位退，正位前，艮位后。故见正者得其前身，见艮者止其后背，正相反也。如登山者，见山之脊，不见其山之面；若不登山，则见之矣。而艮者，止而不移，故不动转。止于上者，何以窥其侧面哉？此名是艮止之道。不务旁观，不求多事，不期移转，不至前行，此所以为止。止于所止，永不改也。而止有限焉，行有戒焉，思有畏焉，见闻有所欲焉。不随物以循环，不遂事以周旋，不因人以穷达，不怨数以得失。此艮者有限者也，限于其地，限于其时。纵可得者背，而全身不可得也。可言者后，而其面目不可言也。故艮止，一切动作云谓皆止。虽有志者，不可易也。故有目无睹，有耳无闻，有口无言，有知无觉，则艮之静，静定之志，无所有也，无所得也。
无之亦无的也。故有形若无形，有人若无人。谓耳目不用，聪明不施，神识不动，亦无所处，则心亦止。物之是我者备，我之是人亦备。备外更无可见，则虽行其庭，终不见其人。然人之见否，在我之耳目神识，觉察与否定之。庭中故未必无人，而行者不知见也。以心以止，则物不干；聪明以塞，则闻见不复达于外。此藏经去志，存神之化者也。故虽不见而无救也。推之于道，止于义者，不知其余；化于虚者，不辨其有。有自无出，果心已无，更何有哉？众自一分，果至以一，更何分哉？故一指天下痛止，利害皆泯，得失皆删，因疑皆平，祸福皆尽，则更何救哉？故更彖辞，道之至也。推之人事，亦将如之。人事之艮，当退休之时，潜藏之际，亦以艮备未用。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者，即不获其身之位。盖以艮一阳止于表，不复前进，刚昭于外，利用退藏，则有其功名者，必急流勇退；者其身欲者，必之止不殆。此正所以保全其身，无害于人，塞其聪明，清其心志，则人莫之见，亦不为是救也。以卦谣言，中户解；有懈怠之事，中藏坎；有显现之余，故得业不可复加。行藏必有其度，此更其备。由山之以崇高，上何求于腾跃哉？巍峨之极，流为万方所瞻；峻拔之余，将以培育其下。此山之气反下达也。故善进者先思退，善飞者先求习，以天道不可过也。此艮之用，人道所循，行以其止，则止未到；止以备行，则行不迁。故崇高者至于卑，深进者至于退，勤作者至于习，功成名利者至于修养，皆以中多显现。人亦懈怠也。见闻之极，反为不见不闻；容显之余，转成无容无显。非故谓之，术有必至；非强制之，理有固然。更成震动之后，不得不思其旨意。故无救者，不止则有救，知止则免耳。两阳界四阴中，柔乃胜之。以阴在下也，阴本于坤，安贞之德，行地无疆，非由其善尽乎？静以为动，则动亦静；止以为行，则行亦止。困卦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与此行于其庭，不见其人。皆有坎用之因。困以坎在下，而艮则中藏坎。宫者，其所居，而不见；庭者，人所在，亦不见。岂非当见而无见乎？当见而无见，是实谓谓之，非人力所强。故由道言，谓之简对；由人言，谓之反常。塞对者，内静之功；反常者，天数之变。内静者，去其妄，存其真；天变者，因于时，致其意。故曰艮现也。如节度也，视其节度，而不误于外，守其界限，
而无求于他，则更知道尽矣。更知为德，仁者之事。仁者敬而乐山，一更以成名，故与正相反相成。成其生化也。天道生化，皆有其时，不逾其限。寒暑有度，荣枯有数，不相失也，不相过也。故集于一，至于中，一言之，皆止也。止则永用其极，恒持其中。终极者更也。万物莫不有其终极，则莫不终始于更。如行路然，果无所止，将何以行？行行止止，思利于用。阳刚在外，有其威仪；阴柔在内，有其涵养。定以欲动，后以待先。故不惑其身，身不损也；不见其人，人无恙也。茫茫无际，而中有不移；历历如波，而内无所动。故更者道之本，德之纲，天之所以神，人之所以善。虽万物万事，不利其用也。大哉更乎！大学首谓止于至善者乎？彖曰：更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更其备，治其所也。上下敌音，不相与也。是以不惑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宣圣讲义。此身是彖辞之意，名艮卦之用，人道之所本也。以彖辞仅指其象，是其所现，即所成用，明得达道之旨。而观吉凶者，只无咎二字，亦不及乾坤四德。孰多孰寡，人多疑之，以为更谓人道。人道法于天地，何以元亨利贞四德，更无异焉？而首称更其备，末称无咎。四更之道，止于此而已。不知更之为义，在于善止，一切得用，均自止成。故首曰更其备，民所止之处也；末曰无咎，民以止之功也。不及吉凶者，吉凶毁令生乎动，既止则不动，不动悉有吉凶。不明言乾坤四德者，四德皆自乾元出，而非反于乾元之先者所能显。更只以为反本复始之道，故无复后天生成之用，则无所招其四德焉。乾坤四德，皆溯本至末，自出至终，后天之所见也。在人谓之人理义性，人理义性，德之所明，而源于道，存于性。更只以循道归性为止，则不复及性道所生之德也。故更止者，一止皆止，既无动作，自无吉凶，志在先天，自不重后天四德。此彖辞不及指出也。观正彖辞首称正亨，即可见正与更之意。正者自出者也，故曰地出乎正；更者自成者也，故曰成言乎更。成者成也，成者义也，吉也。反本复始，归于太极。太极而无极也。盖自上而下，由义而重者正也；自下而上，由重而义者更也。更握其机，而无私无畏，以达于上天之载。无生无朽，的干之一阳在上，而不复动。动则顺夫乾元用九之道，上天之则，与正之一阳在出，丙干出九乾隆之用，主万有之始，为天道大生。
干道之始之则者，恰相对反。正谓其始，则未得用者自重；更谓臣中，则未得用者难明。一则形而下，一则形而上也。故更彖辞先民所至，次明其虚。虚无之道，不闻不见，故有形可也，有见不可也，有指可也，有的不可也。此更其备，不惑其身，而行其庭；不见其人，不得其身，无我也；不见其人，无人与物也。人我同无，物我痛尽，则更何救哉？故无救，非免也。执无知，无知者，虚之也，空一切也。道曰虚无，佛曰空，儒曰止，皆此意也。是彖曰更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此数语，即身是更之代用，而由更止之意，推出止与行，静与动之相连。更以一识字，一道字，明其为止为行，为静为动，举不能外此。即是人道之本。体用之间，有不可分离者存，更故以止静为本。然其用，却非止静所能现也。有止则有行，有静则有动，行止动静，互相联系，互成因果，且亦有比例而见。形容以显，则后天事物不得离阴阳配合，不得以孤独成名。此所谓对待必须之责。如行与止对待，动与静对待，果有其一，必有其二。若无其二，不得称名。由人与己，物与我，来与往，进与退是也。不有人，何以明己？不有物，何以明我？不有往，何谓之来？不有进，何谓之退？故止者对行言，静者对动言。一言之，即无行自无止，无动自无静。如人永止永静，而终不行动者，此先天也。后天则否。故止者不行也，静者不动也，因其行矣，故名不行为止；因其动矣，故称不动为静。盖其用源相及也。如令之止，必前之以行；此之静，必彼之以动。而人动以生者，事业行以成者，果无行动，即无人物事业可言。此有止必有行，有静必有动，且不得或相为也。更正往来，正者行动为用，更者止静为止，则更由正出；而反更者，亦必归于正。是止者终必行，静者终必动，为后天以循环往复，盈虚消息，永相继承，而不停歇也。然既继承不歇，则就以和而止，以和而行，有属以动，有属以静哉？斯则有主之者在，即时也。道也，道立其体，时明其用。非时则不宜，背道则不立。以与立者，事业所由成，化育所由见，虽天地不为，而况人乎？故止者时也，行者亦时，静者道也，动者亦道。道与时不二也。言时该道，言道该时。谓天道必以时行，人道亦以时立。故曰时止时行，动静不失时。其道光明。光明者，正大之象，成功之期。
无不宜也，无不利也。如日月中天，得用不可量也。以艮之止，非故止之，则其行也；亦非强为。艮之静也，非至静之，则其动也；亦非利始。此所以归于时与道耳。时不失，道自弗焉。有不光明者哉？光明与暗昧反，中道而行，随时而作，则更合暗昧之嫌。此光明者，义道所重，人道所本。犹卦爻言：中藏坎而上有一阳阴之，转成离之大象。离为光明，坎之对也。故依时道者光明，背时与道，则反暗昧，以不能坦视其中，而显现其内，则坎之物，不得离之照耀也。艮既善止，则绝不陷于险。故简卦以反于艮，则简难可除。而爻辞分往来以御之，谓往者寻坎之险，而来者用艮之止也。故艮之用，止故不失时，行亦如之；静故不为道，动亦如之。为克之止而能静，乃能成其行。至于动，亦如简之来较往矣也。艮其背者，以艮为止，而知止为始，止得其所谓中，止其背，有止于至善，方得其成。故曰止其所。言艮非徒止也，必得其地，得其时。由黄鸟止于秋隅，得其地也；辞至止于山梁，得其时也。时的义也，举的该时，故止其所，即得其时。而上卦以阳在上，不能在身，则不得不止，是即止得其所之意。亦即艮其背之止，阳动而自止于上，岂非宜于时，弗于道乎？如日月昭于天中，万方皆备其明。若潜于地下，是指非其所，则不得光明之称。故明入地中谓明夷，而明出地上谓静。明夷谓商，静则静也。即讽的观，两阳在上，一光明下照之象。若分而合之，即两艮相错也。艮之阳高而势下，故得光明之称，而为止其所之象。为以下包两阴，柔在刚内。全卦均不相匹阴，故曰不相与。言不相协济，如人之不相得耳。初与四，二与五，皆柔，唯三与上谓刚。刚柔相悖，即艮其背之辞所由来。谓艮以求止静，故不至于合通。如人苦修，不复恋亲戚之乐，家庭之情，悠然常往，与世无洽，则终成其道，永乐其境，一时止也。以一阳既自出至上，悦事已多，反省自抑，清高之念，不宜于富贵之情，光明之心，不避于尊荣之欲，是艮之成中也。而胸中豁达，无所留滞，耳目虚空，无所见闻。此彖辞称其不惑其身，不见其人。无咎。是闻更深言之，使读者之更止以清净为重也。物欲不起，神志永一，即止也。止于至善，必由此治之。故在卦爻，谓不相应；在人物谓不相与；而在道，谓独全其天；在时，为善超于物。此中经义，非安于修持者，难昼明也。宗主复注。艮卦是彖辞中，
艮其趾，指其所也。系艮其背之额，以彖辞称艮其背，是闻名指为指其所。即言指其背者，得其所指之地也。后人误背作指，与彖辞不合。夫子命改正之。象曰：兼山艮，君子以不思不出其位。宣圣讲义。此艮卦象辞也。兼山者，就六画卦言，艮为山，上下重艮，故谓兼山。兼由连也，合并也，叠也。两山重叠接连不断之状，曰兼山。亦与对称立则，正称见雷同义，皆指原卦既重之象。若图原卦，不得称见或兼，而兼与见亦颇有别。见者前后相继，如水之波，以其动也；兼者东西相望，如城之连，以其静也。有如人之并立，物之同质，虽若分立，而实相衔接；虽若独重，而实成起伏，故曰兼。以一卦而兼两山也。古亦谓之连山。兼连同义，连则指其不断，兼则是其更续，一断一续，而人连接，一内一外，而人合并，故名兼山。以上下相合为重艮，故曰兼山艮。上下即内外也，远近也。由卦爻言为上下，由物象言为内外，由事理言为远近。因观山者立于一面，自近至远，视其起伏，自有意也。山静而不动，艮止而不行，人道则之，意义止于其所，物至于外。故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者所指之地，亦即所守之分。如立者足所履，卧者身所安，皆位也。推之一切，无不有其位。位以限制其所位，范为其所作。而艮者止也，不以作为先，则所限者、所犯者，自思起。行之先必思，思存于心，行见于事，思且不出其位，何况行乎？故言思，即足盖一切言行也。又思者欲也，愿望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正与此辞同义。以人道法艮，必先知止，继之止，必之所指之位。此所以不复思于外也。思不出位，包一切得用言。位在卦位爻，在事物位用，在人位得位兼实也。而其行则公用也，其成则德也。故大学止于至善，先求所指。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人敬孝慈信者德也。亦即所指之位，所行之功，非仅以守位限，守即有形。故在此曰位，在一切亦曰分。分即位也，指位即守分也。各守其分，则皆成其德。天下无有乱者矣。守分不失，即守正不阿。正从一指，止于一位之正。各有其分，则皆止于其位。艮何悖谬之行哉？故艮曰艮其背。背由背也，不顺于正位背，或谓之逆。顺受其正，即听命于天。天命谓性，止于义者，归于性。故守分不失者，正命不为。君子居义以四命，
即止于一，以守其分。亦即思不出其位也。正位者，天之命；本分者，人之命。持正不逆，则永正其位；安分不二，则长得其所。故善止者止于德，止于德，即止于位，亦即守其分。传曰：何以守位？曰仁。仁者仁也，仁道配天地，仁德观诸行，故仁以守位。即诚德以直至善，所谓诚信也，立诚也，致义也，用忠也，皆止也，皆止于其位也。圣人之大宝曰位，此位即分，即命也，信也。岂徒尊崇安父之为位哉？更止而以不出位位先，足见君子之众所指，在明其性，立其命，成其德，达其道而已。简言之，即守其分。乾坤四德，守分为真。真者，人道之本，或谓之节，或谓之操，皆真也，正也，义也。守节不移，守真不失，人道思故，而后可推为利，广为元亨。利者，用之者；元亨者，道之达；而真正者，德之始。分之所由名，位之所由宝也。故易卦言位必该德，德与位不离，离则失其正，失其正，即失其守。斯备矣。故艮其备，由曰度其备。艮止即度塞也。不进则止，不通则塞。度塞其备逆，则所行无不顺以正。在道为止于备，不以象人；在德为度其备，而顺于正。此亦四二，时一贯也。故象辞生之，以思不出位，思而出位，即不克度其备，而将训其欲，以成其恶。是恰与止善之意背驰。故有位以现其思，有分以治其欲，有德以昭其道，有正以明其守。思发于心，而义训于情，备于性，立于命，义于分，乖于德。唯以不出位位戒，思免矣。此彖战无咎，时与艮其备相应，备行既止，顺正于性命之源，思念既纯，安贞于道德之内，则艮何由乱其心，迷于艮哉？故曰艮者陷也。陷之以位，方止得其所。止者包禁止之意，以位禁止之，则天下皆止于其位。此艮之有成也。艮与坤异位，故法艮之止，必失坤之安贞。知止未始，安贞未终，一静永静，念亦不起，则何患思之出位哉？思止心之所念，心好动而难止，果陷其思念，则心亦随止。此止境功夫，必自去妄念始，念未必皆妄，而出位之念必未妄。思不出位，与中庸发皆终结，恰是一理。发皆终结，则情不害性；思不出位，则念不动心。止哉言乎！明道达德，必从事思语。初六，艮其止，无咎立永贞。宣圣讲义。此艮初六爻辞也。初六在下，故曰艮其止，与彖辞艮其备相应。备止合体之备，止则足之止，亦备之一部也。如他卦称止，不必别其象备，而艮之初，谓止同。谓止为根则义，
艮之初六，可视为足趾之根。根由根也，亦从艮，故谐声，兼会意，谓止于其所，谓立定之本，而止于前进，谓限制之势。如以物犯之，使物动也，限其止，则可知其不行；止其根，则可见其稳立。不行则无前进之思，稳立亦先轻迭之患。是权秉坤安贞之道，后载之功，而不失其静定之德者也。故无咎。以初六柔爻刚位，勿用之时，在下而阴柔，宜静不宜动。如艮之本止，虽非艮主爻，却得艮正用，故曰立永贞。以权卦言，不及四德；以初六言，则兼立贞。立贞者，性情也，在人位重，而使法于地。得先立贞，人道失之，则立永贞。此三字，与坤上六同。坤立永贞，以大其后载之德；艮立永贞，以明其之止之方。知止而至于永贞，是止于一，止于一，则就于正矣。故于立贞二德间，加一永字，永久也，恒久不变，长守不失，方谓永贞。永贞以为立，则立自永贞成。虽乾坤贞立平等，而自人道言，则贞为本，立为用；贞为内，立为外。必先贞而后有立，不贞则亦不立。且立出于贞，其立可久可大，谓有本也。如人之行，必先知止，行出于止，则行可远可广，亦有基业。故艮其止，非徒止之，将以便于行；非徒限之，将以助其进。此共亦在下者之志，居卑者之情，不可假也，不可强也。然必有其道，依其德，遵其时，先立其本。故行者先止，进者有限，皆立本也。本固用弘，不有守，安有位？不能贞，安得立？此立永贞，实艮权卦之道。而于初爻即明示之。初未始，始正则终亦正，始服于道，则以后贤服于道。故君子做事谋始，谓立本也。艮而在止，其本已立。如人之立已稳，则举足成行，此所以谓立也。象曰：艮其止，谓失正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初六在下，原非正位，而以其善止，止得其所，故服于正道。是以为谓失正。正自从亦从止，止于义也。而四德真为正，亦有守也。非正则不可守，故失正二字，就止之用，与真之德言，既止于一，得正之本，服于真，就正之道。此所以谓失正。言虽远于正位，而德不为于正义耳。凡物之称正者，必先稳定，必先安和。稳定则不倾斜，安和则不偏道。故正必中必一，必用其极，必不失其重心，而必先固其本，全其基，后其下，兼其内。盖始则求其正而不邪，次更求其永正而不变。如初不克正，故非正；即使暂正而不能恒久，是人非正。艮之初六，以重于下之正，而有止之止，
的永贞之德，夫中和之用，是以不避正位而称正，有本有守，斯谓正矣。62. 艮其肥，不正其随，其心不快。宣圣讲义。此艮62爻辞也。62坤之正位，而为离中爻，离坎相对应，在身则心与肾主之。艮以背为重，由下而上，出谓止。二谓肥，皆足部，肥者腿后肥大部，俗曰腿肚，亦因艮其背，见其所指，止于肥，则可知足之谓举，及人之谓行，体之谓动。体动必先其肥，人行必举其足。今艮其肥，是全身痛止之象，而自现其腿足，不至于行进，则虽能止，就乖于行；虽能静，却利于动。是艮其肥者，不克遂其用，故曰不整其随。随由遂也，顺也。俗称手足不仁，不用者曰不遂，或作不随，谓之体之动，必随于其心，遂其所至，心命之，志虑之，而后动。若无心之命，志之虑，而动者，病心，非狂即绝。狂者火之过，绝者水之过，俗称为风痰。内经曰：风盈莫及，即水火失治，经脉失主，而触诺，而牵居，而促缩，而调正也。总名之不随，谓不随其心志也。62居中，心志之位，以艮其肥，而失其所志，现其所用，故曰不整其随。整者正拔也，圆就也。不整则不克正坐，不能提息之意，则不得随其心志，以动以行。又不整者，不正也。其随者阿顺也，不正而阿顺之，是训其情欲，发于病态，非命之律之效，则利于心，故曰其心不快，谓不相应也。25正位，内外重柔，上下魁阁，不能调协，虽居中位，无所用之，又不整其随，亦包有不能顺遂其所志，以服于安贞之德，达其后载之道，且不能发于文明之象，作其光大之功，则以艮62，不克冲坤离两卦之用也。重柔者，用变于刚；重阴者，情训于阳。此过犹不及，举失其中和也。凡一词称随者，与则雷随有关，艮正往来，与对亦对反，故62爻洽与随利，言不得与对正邪也。而对正之和者，随之外，有归妹。归妹女之穷，即阴极，为坤道之境，重坤必前，穷极变通，故不整其随，数当变化，变则反常，故心谓之不快。快从绝，亦由对来，对主说言，心不快者，必有所不足，是即绝也，缺陷也。以62至64为坎，为阳陷，而象于肾。肾称小心，足肥者肾之属，肾有所陷，则不得上奉于心，而水火不交，反成胃悸，是由中爻言，故服既济之象，由25正位言，则洽宾于胃悸也。此心不快，乃2失其阴，5失其辅，中加一刚，成艮阻之象，宜其为不整其随也。艮于中者，
不能正以生之，阻于内者，不能顺以出之。此六二之艮，谓非止之所宜。不似出六之止，犹未失正也，则出六虽在下，却远于九三之刚，而柔顺其止，可服于真守之正。六二以未固，而得不称；知止之善，而无以全其手；知行之坚，而无以整于正。此爻辞以为有所病也。象曰：不正其随，未退听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六二本在下正位，有奉上之臣，而以艮止之在肥，离于其心，心肾不交，乃成不快之病。肾主耳，心主目，耳目为视听之官，而神志时心志之载，则心不快者，耳失其聪；肾不奉者，目失其明。今已在下，专主慎言，故但称耳，而未及目。耳之不听，由于心不下交，故曰未退。言未能降以交于肾，以成其听。耳之能听，故肾之直，一心之交，心肾永不相离，离则病而死，更何听哉？故不整其随，谓心之不退于下，即正举者，不得相随之意。心正举于上，肾奉承于下，两相随合，乃成视听。若不随，安能听哉？又听字，意含随顺之意，如俗称人之曰听变，任诸天命，曰听天由命。是听自即由随自来，即顺也。顺于所至，而合成其德，则何心之不快哉？今曰不快，正以其不能辅救，而顺于正命耳。顺于正命，谓义之要义，人之要道，而艮之要德。果失其正，将何止谓？故莫退听。即言上下相违，二五相失，心不自降，而昂然自得，故曰未退。退自从艮，亦止也。不知止，以就于下之正，故谓未退听。未退听者，诚心不快之病，自疑一期，故不及吉凶。是在上者之能降心相从否耳。降心未退，相从未听，何言之？则聪明所出，视听所成。此听自兼二义，不可居于耳并言。由爻象坎，坎为耳并，后人多指以视听字，不知此仅一义，不足尽一词之精也。93. 艮其限，列其盈，利。寻心。宣圣讲义。此艮93爻辞也。93居内卦之中，谓中爻之始，以刚加刚，重刚失中，而外皆六四，则服于济济之象，内刚外柔，得其协济，故曰济济。93艮之主爻，主用所在，与上九阴而不协，是艮之本色也。然以中互言，93至65为正，正艮相反，35同宫异位，原居多凶之地，特以重刚为正起之机，则有其进取之用，故由艮言为限，限者制止也；由正言为盈，盈者进行也。爻辞兼者其意，乃首曰艮其限，继曰列其盈，名93一指一起，各尽其道，一退一进，皆有其时。93刚过，而得中爻之道，有可济之功。此二者不偏废也，限者戒也。
居两者间，如竹之节，如的之疆，自成界限，不相混淆，故曰艮其限。言止于所止，不逾其次；限于所限，不出其界。即象辞不出谓之意。盖93人爻之始，人道之基，其所思行，即君子之所至。君子之道，可有93见之。93本干之93，朝干系替，若力无咎，戒具之所上，谨慎之为先，故更失之。亦如其训，守其戒，不惑于乐，而自止于所限。限由艮也，止之见于外者曰限。禁止之，无凌冽，无规避，无躁进，无怠惰。此所以不曰止而曰限，民有所至也。止于其至，斯谓艮其限。如人一身，腰以上者谓天，腰以下者谓地。天地之间，人之界也。肾藏所居，命门所系，内通丹田，外达于己。艮以背重，则所陷者，腰脊之中，小心之位。南经曰：七节之内，中有小心，即指此陷。元阳之元，真气之穴，虽藏于腹，而外者于脊椎，即七节椎之地，为人所指，指的其中，上下无碍，神志皆合，骨脉之宗，气血所会，故谓身之本，命之门。上在牧童，下在小心，性命之根，精神之源，摄施其养，生命乃清。故经败者腰先折，肾败者脊先偻，神败者精失明，心败者神无舍。内外为系，上下交接，皆以此小心为限。限之所谓，行故有度，思亦有节，动故有则，静亦有守。此先天之气，生身之府，而亦以坎当之。93坎之中爻，乃有此象。阳内于阴，其存于偶。水以济火，柔以御刚，合乎中和，至于一极。两仪还未太极，万善归于一心，故名其限不可乎也。而为时谓之所观，则动静亦宜，行止亦利，故虽艮其限，不图止也。图止是促其生机，停其生息，故必列其营，以推进之，以产运之。列者排列，即整其之也。又如辨别其次，高下其位，优劣其才，贤于其分，使各得其所，故谓之列。列其营，则乃顺序以进，攀援以升，此由下而上，由中出表之所法也。与62之整其随相应，62随之，93迎之，乃顺就于正，各得所指。此93之能列以迎者，刚之德也。有艮止为本，依正其未用，丙干3之戒具，免坎中之显现，故贵在列其营。若62，则虽得位而无其德，故不整其随。此柔之师，徒用坤之安贞，而忘干之刚健也。故93以干之用，得艮之功，而其所谓亦如干，故曰利。循心，此利自极干之弱利，为也。自利也，自利也，以免于坎之显现，而司法干之干替也。循心者，刚在内，阳居中，如火之熏灼其心，
星在上在外，原居君火之位。今坎中之阳，上与之合，是熏陶之，以成其生化之用也。而其过，则熏灼之，以甘于自焚之为，故称利。亦言其神也。俗称过甚者曰利害，即指太过严。刚过则反焚其中心，此即以水上于火为贵也。象曰：艮其限，为熏心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93刚在中，居内外四阴之界，故曰限。而在两者间，当以通达为用，方得成其生化，大其作为。若禁止之，则害之也。故是文生之曰：为熏心也。为自指利自言，而93时含有为害之患，则谓坎之中爻也。在62，以其不克随，使心不快，亦由上下不相应耳。而性在正位，有所守，故虽不快，而无为害。若93，则重刚不中，上9相度，上下难合，此所以有艮其限之战。而其害乃熏其心，熏心之患，又过于不快。不快者，无形之病；熏心则有形矣。不快者，可解之害；熏心则难解矣。以艮中互解，必服正坎之合。93偏于正，故不易解。而艮止之德，不顺于正起之志，坎陷之意，不服于干见之行。此欲止而又求进，欲益而反多忧，是内外相违，上下相贼，不为利，反害之。由肾水不能济心火，且以少阳反浊少阴也。营自上从细，下为营，寒潮干系涕之训，有使秦中带之嫌。且营为木，系少阳香火之府，香火宜前于下，今以求进，而熏其上，但复原丝决断，今以排列，而清其心，是木之过，而土受其制也。熏自阴心主火，而坎中一阳，亦火也。阴中之火如烟，故曰熏。若不清浊其心，则上助成其化，此艮其限，原非过，以不得合于上，乃为过。列其营，原非为，以不克正其行，乃为为。此则93之失，在失行止之和，进退之正。失和则生成者少，失正则真利者乖，故称为熏心也。64艮其身。59宣圣讲义。此艮64爻辞也。四居外卦，亦如初六，皆艮之下爻，而四居中的93之邪忌，一刚一柔，一升一降，恰如既济，柔表而刚居里，显外而阳在中，此合人道者，故曰艮其身。59言当其中爻，得其协和，知止而止，恰如其分，此所以免救也。身与背相反，彖言背，以全卦阳为主，此言身。以四爻阴为先，阳止于背，阴止于身，故人背为阳，胸腹为阴，以行言。背为背，身则象也。面所象者，见其身。64由内往外，而反身以就93，故称身。言其反内象也。艮之代用在止，而求止之道，必自反。自反以求成，则一切皆成。
是真善止者也。更扬进于上，若不反，将何行乎？此君子于艮，重自反也。自反即反攻自责之意。求免过者，必先自反。反本复始，道之大源，克己复礼之谓也。故战无咎。六四虽柔，而乐尽九三之刚，则不觉自反以求于止。自反之止，斯止其身矣。象曰：艮其身，止诸公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权卦自下上，初谓止，次谓肥，三谓陷，皆内也，而皆身之备。至六四则外卦，内升外降，故六四谓反止其身。身较腰脊略上，而居中域外，如人之体，下及于足，上达于手，皆身主之。如是之柱，木之干，草之茎也。安为所系，动定所思，精止于身，是全体皆止之象，非如下三爻止其一部也。故是曰：止诸公。又公者，包清净之意，如公卿，即指自身所谓。止而谓公，则以止其本体，更无不止者矣。且止诸公，即止其思与行，止其内与外，一切皆止，止之至矣。故善止者，必止于公。物皆非我有，欲其痛止，为自止。此之止必自身始，而止观必自心始。心身意也，皆属于公，则止诸公。更知道尽矣。止以为行，行亦有止。故止诸公者，诚之本也。至诚不息，常乐我净，恒久不变，永直觉中，即止公之效，而为人道之本源，宜其战无咎矣。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毁亡。宣圣讲义。此艮六五爻辞也。六五外卦之中，权卦之正，以柔履刚，谓艮止本意。下与六二阴，两者皆柔，秉坤之德，安贞后载，内外同施，而六五在坤，谓黄长元吉之象，言具善顺承前也。艮之六五，由重此意，谓艮元的干之一阳，而待于上，如人之官，官干履坤，恰如人之顶天立地，阳其阴偶，故谓干者一，谓坤者二，非量之多寡，乃德之重轻，故艮合乾坤，并阴阳，参奇偶，气虚盈，而以柔主中位，刚出柔前，此道之真也。六五得其位，服其止，恰如其分，上有所成，下有所立，中得其正，静以生动，止以成形。故在下各爻，多偏于止，而至上卦，则重在交服。盖上卦位外，志存上达，情真广深，以本坤后载之道，而达的博厚之德也。故得及于上爻，而未正于六五。六五以艮止之用，见于发言之机纽，由面之辅，辅者臂也，左右也。口之两旁曰辅，人之口舌所思，言与实，呼与吸，皆关于辅。如物之有助，君之有载，左使右相，前施后保，皆辅之属，为以展陈其业，推广其德，不得或缺者也。故人无辅，则公行不利，
口无辅，则言实不能。今六五柔以代刚，如人以辅代主，故更其辅，不以口称。书曰：孟帝赖与良弼，其代与言，则六五更其辅之谓也。六五以全体之主，而公用乃则之辅弼，亦以主方退休，不求好贺，而职不可废，位不可失，则资于辅，以待其功。良弼之代言，及善政之代部，故更其辅者，言有序，以人君之位，非饮食之徒，则辅弼之功，为言底可击，言之不爽；及政令之不推，言而可法；及得宜之可行，故战毁亡。盖言可该行，言既寡尤，行思寡悔，故毁亡。言无悔令矣。内争外毁，内克争者外无悔，此上下之相应也。而皆以坤真为基，艮止为度耳。象曰：艮其辅，以正中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原文物谓中正，系颠倒之，言六五之用，称辅，而舍面与口，明其在正于中也。正于中者，有两辅以同指之，正即止于一，两辅皆止于一，即正其中。换言之，即正君也。所谓一正君而国定事也。君正则政无不正，政正则民无不正，使正一人天下通正。即君止于一，万民莫不止于一，此更止之道。大成之时，而由王之正位治之，以正位而非刚，是王之不足。尚有待于辅之正，王之不足，则赖其相之良。如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皆其利也。而高宗亮案之时，以政委于父说，命代之言，犹为正君之罪者，故父说以说明，明其克代君言，即与艮其辅，以言有序，而战毁王相正。言之有序，言不苟也。出言有章，君子之德，正言不在，圣王之治，故是以正中，民艮辅之义大矣哉。上九，敦艮，即宣圣讲义，此艮上九爻辞也。上九居权卦之中，即艮卦之穷，而以一阳居上，又系主爻，主用所在，穷而不穷，亦如对卦以上六为主爻，不得是如他卦，如阴之穷也。艮之上九既为艮主用之爻，恰与下九三相似，不过九三在中，上九在上，唯有不同。上九当权卦之境，而在中户之外，阳极则变，恰是以干变坤之位，故爻辞称敦艮而战极。言敦者，秉坤后载之德，与临之敦临，复之敦复，皆取坤用故云。而战极者，既本坤后载之德，复推艮主爻之用，是以不穷，而反成极战，如履元极在上之力，夫于大有庆也。艮为山，以崇高之道，峻极之行，则上爻恰如峰峦，巍峨在望，由高势下，莫非土之基。基北以为高，基薄以为厚，是即称敦艮之由来。敦厚以上，山以崇高，敦厚为艮，人以挺拔，是不独止，且兼得之博厚言。山之博厚，乃得之特出者，以凡山中之物，或直或动，
或全或实，或埋藏于土中者，或招着于地面者，皆山所蓄，即山之德所招，此名敦艮。言其富有而广深，亦如坤也。坤为地，故兼山泽；艮为山，又兼水泉。在山岩，是凡山所生者，所育者，所成者，所藏者，莫不秉山之气，得艮之用，而必见于面，发于外，以为其文德，以显其光辉。此亦如坤的之德无疆，夫干天之道大深也。又上九与九三，两刚相要，如日月待明，故在象曰尖山，岩连接起伏，护于地面，为一切所瞻望也。故彖辞称其道光明，一阳昭垂，群阴内潜，外有其仪，中蓄诸物，而当峻极之位，最以反攻之行。如履至尊者，则卑以自牧；居至上者，则俯以就下。斯道之所本，人道之所先也。故尧虽刚，而得众柔；道虽出于前，而用必归于坤。反本复始，乃克成其中。故曰成中成始，莫胜于艮。此上九之阳，反亦敦艮的极也。不然，凡阳居上，乃高明之行；阳刚在外，宜刚健之好，何以敦厚称哉？虽似由穷变之故，实则原艮止之道也。盖上九一阳，至深不能复深，欲进不可复进，则唯有止于上，而反于下；进于外，而动于内，以成其反本还原之道，而达其由静生动之功。一指未行之妙耳。故艮以止，成中成始，终于上，始于下，终于外，始于内，亦即终于止境，始于行动。盖终者终其用，始者始其体。无形而有形，有终还于无，何哉？失其正位，若不还归，将何往哉？此六二六五，以柔得中，实为九三上九之所归也。中见坎卦，亦互成正，是以起则有显现之余，止则怀正坐之志也。象曰：敦艮之极，以后中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上九原为穷极之位，而艮反战极者，则以艮能反于坤，秉坤之德，有敦厚之道，是以后中也。后故得博厚之德，中亦坤永中之道，由坤卦上六永中以大中也。干之大始，坤主大中，而艮兼之，乃有成中成始之称。上九在卦之中，故独称中，而不及始。然原始要中，人道之本，更为人道，中则有始。虽曰坤德，亦成天行。就卦未言，坤艮易位，凡后天坤之用，皆艮代之，与坎代坤位者相应。以坎为水，艮为土，后天地上，为水与土，为其大用，除水土外，无的可言。故二者皆代坤，在五行，坤艮皆为土，是代坤者，为艮为最。以大地之象，属水者，不若属土者，亦见其生成发育之德；为水者，亦不若为土者众多也。是以坤之用，恒自艮见之。但就艮为山岩，则与则各得其半耳。然艮对对位，体用相及，
是谓艮者一官对，如六五之艮其辅，言有序，吉者对之用，对主口舌，谓说言。其爻位恰成刚柔相合之象，故凡对位者，皆有关联，不独对艮也。艮卦至敦艮，实为全艮之中，而止于敦后，成其笃实，皆出于真，亦即成也。以成为中，则何患乎不明？中庸曰：自成名，谓之性。又曰成则明矣。反身而成，光明自者，此事彖称其道光明，亦上九战极之所由来也。阳德在上，如日月中天，光背下土，此观卦之象，谓众艮之合成，合并为一，两阳上照，四阴下藏，故光辉四倍，群生必显。艮之后中，亦有四支，宗主书数，艮为止，而以艮为良，即止于至善之意，良善也。俗称人善心为良心。孟子以生而知之为良知，生而能之为良能，皆以良及至善。至善者无不善，亦即性善之说所本也。性善者，天性固有之善，不待学问，不以磨练，不观功拙，自然至善之谓也。而大学称止于至善，亦即由性善之意，指其归本还原而已。由出于性善，复止于至善，始终皆善，则无一不善者存。而要在一止字，则止为体，行为用，不止不行。欲行之至善，必止于至善。止者定也，归宿也。志之所在，行亦随之；志之所趋，得亦同志。故止能兼行言，而止于至善，亦含有行于至善之意。此止字，即亦艮卦之用。艮止，而行亦由艮成，故传曰成中成始者，莫善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加一则成良字。此一字即是其所指而已。止于一，方谓真止；不一，安有止哉？故一艮，而良善之意具备。大学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义节，实亦止于善而已。止于善，则得志而道宁，性定而命固，故内功必先止。止于一，则众念不起，忠心永恬；止于中，则百体悠然，精气圆畅。是止者，道之始终功夫。无论何教何门，不先止，不得道，即不定，不能把持易放之心，幻相纷陈，转瞬千变，则气何由尽，精何由宁，神何由俱哉？一念永怀，万缘痛尽，此止也。止而不动，灵明长存，如水之止，如镜之明，则能纵观其变，以幻归真，题曰其机，以玄达妙。此有欲而无欲之时也。老士常有欲以观其巧，即止也；常无欲以观其妙，即观也。不止则不能观，以耳目之聪未除，知识之灵尚乱，则所观非我之观物，乃物主我之观，则心逐物而妄念越多，灵训情而无明越重。此观之必先止耳。艮阳在上，一在三爻，一在上爻，三上相应，而谓一刚一柔，如二与五，初与四皆是，独九五与六二为正，乾坤本位也。
若出994，乃正本爻；出664，则巽本爻。而93上9，艮之本爻；63上6，兑之本爻；9295，坎之本爻；6265，离之本爻。此无论何卦，凡符此例者，即该各爻本位之用。六子除离坎有同乾坤正位外，其他4卦皆不得乾坤正位，故后天为离坎能代乾坤，他不能也。离代乾者，用坤之正，即62爻；坎代坤者，用干之正，即95爻。可见后天离坎所代者，乾坤之用，非乾坤之体。体阳者用阴，故离代乾，恰同于的天交泰之上卦；而坎代坤，恰同于泰之下卦。坎离代用方符乾坤本爻本位之德，以后天阴阳不孤立也。孤则不生，和而后生乃见。艮虽以93上9的干之气，而6265皆坤之位，出664，则巽之位，以一卦被乾坤巽离。凡4卦，其对卦对，则被坤干正坎，以阳爻多也。阳爻多者，出于阳而化于阴，反之则阴；爻多者，出于坤而化于乾，艮阳卦也。自坤出，故两阴在下，下者本始。如震则阳在下，阳未出始，阳气至盛，故谓阳之长；阳至上极，进行以穷，则阳之消，一息一消，互为其根，故震艮往来。如艮与之，两卦相合，则成离，是阳之偶，便谓阴也。阳其阴偶故也。如合其半，则谓宜；反之谓小过，宜得其养，过失其利。故阴不可置于外，阳不可失其出。升降之间，行乃易道。阳生阴降故也。艮之一阳，生以至极，不得不止，故止。阳止则反让阴，全卦皆以止为用。而中爻独立于行，则以9364伏于既济，济则利有攸往，中户雷水解，包正卦之用。正以在上，则云行雨施，故有润物之功，而成解缓之德。天道解持，人事利济，则艮之用，企图止而已哉。以一阳界两阴之间，有如坎陷而不中陷，则以原为山也。山本崇高，何长于陷哉？是道之妙用。高者卑之，崇者下之，以济于平，而非相为也。故艮之道，重在自反，反身而知止，则和往而不移。故艮者退也，退以进，则成功者远矣。故刚而柔，明而狭，昭昭而不显，安安而能谦。故曰知止不殆。老氏己身皆其旨意。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善书目录，善书影片，善歌，道之宗旨。联络我们，查询善书简体。易经正式下经第8册见归妹风见卦艮下巽上宣圣讲义见上巽下艮三阴三阳阴阳平均而在下阴多在上阳多阳多者卦阴阴多者卦阳此爻与卦分合多卦的相协也。艮在内，巽在外。内指外顺，巽主进退，合艮之止，
则行止必以时，进退必以道，故名谏。以其顺夫时，尊夫道，而虚徐其行也。全卦以6295的乾坤之正，9364。夫既济之情，是以见之为用，可大可久，为其内有所守，外善其行。阳刚在中，而上阴之，三五同宫，而中邪之。故卦中户虽为火水未济，而以训长女能顺乎更少男。一阳在中，通于上下，坤德之贞，干道之见，内贞外见，相虚以静，进而不骤，退而不急，从容中道。刚柔得意，柔以从刚，男女交兮，女呆难行，归其家事。故见者，人道也。有同于贤，贤以对在更上，谓男下女；见以训在更上，谓女呆男。此痛义之间，见夫妻之义，家事之和，夫妻平等，而有先后。出则男下女，名为四序，重孝亨也；继则女从男，名为家道，敦人伦也。刚以下柔，为男之志；阴以顺阳，为女之贞。不相争先，则永无构遂之身；各循其道，则终得畅随之乐。故亦教贤发其端，见昭其成。见而曰女归者，言女之嫁，不得苟也。六礼既具，两性克协，夫妇之分始明，家庭之本已立。故见取女归未相，而重在训以止。训则皆顺，止则有守。顺守之意，各正其所，以更止之重于义也。止于义为正，正其身而后正人，正其家而后正国。天下皆顺就于正之道，以德中位，不立其德，服中行，不偏心好于情。中爻者人道，而人道始守于夫妻；正位者家道，而家道始始于嫁娶。此家人卦，以内外正位，为其待用也。家人亦以训在外，内文明而外柔顺，家之本也。夫妻之间，不得悖焉。顺于外，则言无尤；止于内，则思无邪。故女子以从义而终，言不出捆，行不失节，是有限也。限者更也。止于其伦，则夫夫妇妇，相敬相爱，相亲相慕，永无谏言。故传曰：见女归呆难行，民必有先也，有所尊也。此敬爱之本，倾慕之基，发乎情，止乎礼，无相悦也。故男女之间，必以见而后事；夫妇之道，必由见而后成。未有一言而相爱悦者，亦未有一见而未抗力者。求之越急，则越远之；思之越深，则越淡之。何哉？百年之好，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是比桑中仆上，偶而相狎，秦楼楚馆，片时交关，一合一离，时恩时怨。此淫乱之行，轻薄之情，可与于夫妇之道，家事之伦哉？故民之风俗，必先胜于男女之防；国之纪纲，必先见于夫妇之礼，非可苟也。故以见称。由此以推，人道有本，则事事皆有所循；家道不差，则人人皆视其性。故其家之孝，足平天下；而婚礼之严，
俗称大典，亦于家人见。特以正位视其指焉。正即真德，真即女德。坤以承乾，男以律女，见之义也。艮四阴二阳，变见则阴阳的平，即此为义。可见其精，黎明坎线，相互于中行，既济中爻，乃得其协和之情。正于内外，和其刚柔，风行草偃，天下从之。山重得招，万民瞻之。与闺妹未往来，犹见其重在嫁娶。本更只以守其位，特明女子之从义也。故见自从水，而斩自虽谐身，兼取决断不义之意。为顺水以推演，则无所抵，唯斩断其反复，方立其防。此即疫情复性，明得恶欲之道。水波叠心，情欲之无定，斩断其害，性命之复正。此见字之意，为卦名所本也。宗主复注，艮卦以中，其次未见，是由艮之止，而有见行之机；本艮之退，而思见进之志。见者徐徐而前，如水之见。俗语所谓慢慢的，不急不促，而志在进行也。然以天道言，有退必有进，有止必有行。缘成因果，不得独存。如一岁然，有春夏之繁荣，即有秋冬之枯寂；有朝午之明朗，即有夜中之暗昧。皆相周旋，而成名相。故暑曰夏，寒曰冬，明曰朝，暗曰夕。此以象称名，而相对举者也。不过数有定纪，行有定程，不得越次，不可列等，则所上者见也。如由春之温，始及夏暑；由秋之凉，始达冬寒。非顷刻即见者，一日一夜，必经12时，由旦至日中，由晚至夜半，皆渐渐更换，以达于所期，则见之道也。若非以见，是将群相害怪，而不能明其道数。如夏月而忽见冰霜，日中而忽真黑暗，谓之天变。荣或有之，魁乎道数，不可得也。故天道无时不变，变必以见。谓其行无时或停，停则未哉。如人之息，一一相续，则生命不清；若偶不续即死。见之为用，亦如息焉，息息相关。生命渐长，而不见其变，不知变在呼吸间，一息一呼，新陈代谢，是以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此刻之身，已非未来之身。生死循环，无时休歇，由幼而少，由壮而衰，皆从渐中变化。不见则谓淡忘，则谓妖魔。盖今日少年，明朝老迈，此时精壮，顷刻衰颓，谓之病态。可也，是为故常；不可也，以其来也具骤，变也离奇，不服于见之力耳。人生如是，物情亦然。渐进渐退，渐兴渐沉，渐壮渐老，渐死渐生，莫不有其道数也。此见者，道数自然，举不能越，变化恒泰，毫不可为。故有物则有变，有变则有见。谓有一成不变者，谓有变而不出以见者。艮震之间，变之至也，而继之者，
则未见焉。以艮之半，退位其机，推正之情，亦训于上。训行艮止，相与同宫。于是见义以昭，见用以显。此封山之和，而民见也见。女归吉，力争，宣圣讲义。此见卦彖辞也。见以训艮和，与古同体，而异其上下。山峰谷，象物事之数繁，为生化之变进；而封山见，象行止之前进，为利害之推迁。二者大同，故皆取男女交接，刚柔生成谓喻。故以示众，而民古者以多变而易惑也。见以进称，而民见者以有进必有退也。盖见，训主于外，训为木为风，木则易生，风则善变。生为天地之德，变为天地之功。德取其恒久而一，功取其推演而通。不一则分，不通则塞。艮止于内，以后其德；艮退于下，以求其功。越止则德越明，越退则功越大。为其本固而体全，积宏而用广也。如栽木者，必其发育成大才，生成为大器。故培之必厚，灌之必勤，保护必周，防贤必审，皆体止于一之意，为善其本之行也。人之生也，亦如木焉。10年树木，100年树人。天道敏生，地道敏树，故见者地道也。法乎坤，至于柔，其后载，抵于安贞，则可以进，可以退，可以止，可以行，无不利也。而彖辞则以女归寓焉。女者坤道所成，人道之母。先有女而后有男，未有无母而生子者，此见为人道之本，人生之终始也。更为人之终始，言其道也。见为生之终始，言其功也。道包一切，故更得其全。功现一时，故见有其半。见以艮在下，虽与古同分一半之位，而见则得其本，古则得其用。本大而用有限也。故见者女为先，古者子为重。干父干母，育父母者，人子之事，非女子之行。即有女子亦便利也。见则以女为主，女生于母家，非其地也，必归于夫家，方克主其政。以男女内外各有司也。男主于外，不问家政；女主于内，乃服家道。此天地大义，人生大纲，不得越也。在卦内更元少男，何反以女主？以后天与先天异也。后天更待坤，少男亦为大母，故秉坤道行，非复少男之位，而更非坤也。故称女不称母，以母之称必在女归之后。女嫁而有子，使得行母之道，达坤之德，故曰女归吉。言女子归于男为吉也。归字与父字近似，女归吉为人作父之意。女变为父，父有所归，故曰归。由归宿也。诗曰于归，归于其夫，即反于其家。女以男为家，是在母家犹客也。客者寄居之谓，寄归其家，以客为主，是以女子称嫁曰归。由人之作客，而还乡也，有所归宿，获其安居，自占其疾，
而有福于乾坤力争之德。力争为坤本德，而在干事曰性情。见本坤以行，坤先安贞，后载无疆，以贞为利者也。见之所法，即在于此。艮代坤，而巽代母，同属母之前身，故有母也。是以得坤之全德，而丙干之半，性情之正也。见以女归位育者，不独本坤大母之德，为人生之源，而就见一言，亦以女之于归，有福于见者。道则上古聘嫁，虑由情感，男女悦目，即为夫妻。此洪荒之时，礼文未备，人生一切为情所趋。今蛮苗之民，尚有尊古风习者，所事不慎，绝中难全，苟合于初，否离于后，为人道所苦，更何与于家道之奇？是以中古圣人创立礼教，治其情欲，定诸仪节，重男女之防，明夫妇之义，必胜于始，乃克有终，必益其情，乃是其性。故尊乾坤之道，发于力争之德，定人道之本，明家道之基。于是婚娶有时，媒妁有约，六礼以具，两性使谐，夫妻无苟合之余，男女的畅随之乐。此所以有取于见也。见以从事，则有审慎之时；见以成礼，则无墨虑之弊。人伦守于夫妇，人道本于生育，则正重其仪，安详其行。有不合于礼者，不得为夫妇焉；有未合于道者，不得称为家属焉。故夫妇必本于力争，而娶妇必求于情性。力争之德，情性之和，人道不得矫情，则男女爱乐为生生不已之力；人生不得为性，则夫妻和睦，未从一不二之争。此力争之德，必自女归始；而性情之和，必由家道明。故见上矣。见则力争得其正大之功，性情止于光明之境。正大则无弊害，光明则可典行。诗曰：行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喻于家邦。大学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皆推本一家人之道，贤与见之义，而明君子之所重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为将以立人生之根，推化育之用，必先纳于正，其余一，顺以治之天下，循以垂诸后坤也。故皆不外于见。见者水之自物，由近而远，由浅而深，寒如以润之，沾染以净之。不上夫极静，而静无疆；不至于速行，而行无限。此所以明见，未必先有刚斩断其情欲，方可以柔炫化其功用。是以刚内而柔外也。更止不移，则守于义而不失，此真之至也。训行以顺，则推之远久而无阻，此力之至也。真力两致，行止兼善，内外同和，进退皆宜。故见者，进也，而有退；行也，而先止。女之于归，亦进亦退，且行且止，是艮之体，巽之用，刚之性，柔之情，贞为内，利为外。进行以顺于正，退止以归于一，举不失也。故卦内外正位，中行以协之，
刚柔得中，上下以应之，有守有位，可大可久，和弦衡之道，兼训艮之行，此在义教。谓与闺妹往来，见其中始，臣正艮屈指，抵于中和也。女归，人之大事，大事既洽，其他可知，是以推之一切无不利也。用之诸事，皆有功也。治久于人，可以正国天下也；反之于公，可以齐家修身也。见之用，亦大矣哉！彖曰见，见敬也。女归吉也，敬得位，往有功也。敬以正，可以正邦也。正其位，刚得中也。止而训，动不穷也。原本见下位之字，其位上托正字，宣圣讲义，此身是彖辞之意也。原文有误，见下三字系见字之误，其位上托正字以改正之，此虽是彖辞，有韵语者，系与文言混，亦如损益二卦，字进的位下，皆属文言。原是彖辞有托，故后人以所存文言补之，虽非一文，而足以申是彖辞之意。古人具就，不过有韵之文，非是彖辞，读者知之可也。见之为义，乃见敬也。民见有进取之志，而无欲速之心，虽进而不及，故曰见。是曰渐进，可见其行必缓，其动有功，其用可大，其道本乎中庸，谓更先之止，训以顺行，止而顺行，是不疾不徐者也。故曰渐，渐进也。若从更止，则无以见其进；若非更止，则无以明其渐。更谓本而在内，训谓用而在外。训风行而善变，进而可退。因于更止，则行以缓，进以渐。此卦名渐之由来，言如水之漫衍也。既以渐进重，则行所累者，以女归其夫未尽，谓嫁女必出于渐也。更难训女，女长男少，少应从长，儿女宜顺难，是两者间，相恋相让，而不相争；相亲相爱，而不相悖。更扬身于上，训应从于下，则两情洽矣。男以下于女，妇以从其夫，则二性合矣。此所以战吉也。人曰男女，物曰雌雄，道曰阴阳，德曰刚柔，义也。女归之吉，则凡柔顺刚，应从阳者，亦皆吉也。人道始于夫妇，则凡有配偶，有匹敌，或士，或物，皆可以夫妇之道立之。夫妇求其和而久，必先以正。一切事物亦然，有功有成，可大可久者，必和必正，则在德中。中和之道无二，立本于正而已。故更止而训顺之，益于正。正则中，中则和，和则大，大则久。更止而不二，训动而不穷。不二则守其位，不穷则广其德。位正则天下宗之，德广则天下顺之。此见之用，由修齐而达于治平矣。故名其进位正。位有位也，有成也，可垂诸久远也，可推之无量也。其道以见，则克制之。是谓有大功大业不由见以成以达者。欲然动作，勿惧经营，小利上不易齐。
况大利乎？见之利，大利也。本干而用坤，以中而作始，故利以贞显。贞者四德之末。坤之至德曰安贞，干之至德曰美丽。利贞者，出于性，达于情，无不疑也。故见之用，不独女归及四也。以卦象言，艮益阳在三爻，进而的九五正位，以红干之德，此刚进而的位，则所往必有功。九三九五，同宫异位，三多凶，五多功。今九三进的九五正位，是以是为往有功也。有功则不独免于凶矣。又六二在内，坤之正位，上阴九五，干之正位，刚柔皆正，而自下上行，故谓进以正言。如家人卦，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内外皆正，则可以正邦；即正己以正众，上位正，则邦国无不正。与家人卦正同，推其功用，则治平之效。岂仅正一人之谓矣哉？正自从一止，止谓止于一，天下无不一。书所谓一人定国，即正邦也，而内外皆正，故谓家道之奇。若就全体言，则所谓正位者，当以九五为重，以六二由承顺九五之德，七成之道，不得独专，故曰正其位。刚得中也。言九五的正中之位，足以君临天下，辅虽万方，为下民所望也。又以九五言，故刚得中位；以九三言，亦刚得中爻，皆刚得中也。九三六四，夫于济济，水火交济，人道之刚，如人家事，夫妻和睦，家道之本。此中爻九三六四，六为人道所上，则自下言之也。下为众民，上为君主，各得其中，则各有其位；各守其分，则各招其德。此九三为下位之德中，九五为上位之德正，两爻皆刚，故曰刚得中也。然以正治言，自重在九五。此上文有进以正，可正邦之语，则只有九三进于九五也。九三在下卦，不可与于正邦。九五为正得名，时用以显，卦用以大，故称得正位。以见见之可进也。见艮之意，即在于事。艮虽知止，而不得正位，故不重进。见之上卦，以巽益之，乃得正位，故以进称。而艮在内，行必以见，进不可及而已。内正而外巽，止于下而动于上。有其中者行诸外，故其本者容其之，后其体者大其用。是艮巽之和，内止而外有以顺之，故动而不穷，进而不害。此行之本在止，动之本在静也。老氏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见之待用，亦以的更为本根，乃克岁巽之风行无阻也。全卦大义，皆系于一见字，而其大用，则根诸一正字，合之即渐进以得其正。是以有功有成，修己而正邦，得中得和，推己以御物。此见之进虽不及，其进也远；行虽若迂，其行也安。正如女之于归，有其礼仪，明其情性，则两性之好，百年之乐。
岂有现哉？亦静以见，而行以正也。柔于外而刚得中也，止于己而顺于人也，真于守而利于行也。是以往有功也，动不穷也。渐进之意，数可以计，更止于平衡矣。女归之极，可以治天下于文明矣。力争之德，可以匹乾坤之生成矣。刚柔中正之行，可达博厚高明，以悠久无限也。细叙此文，则见之待用，无不明矣。象曰：山上有木，见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宣圣讲义。此见卦全体象辞，明人道也。见上巽下艮，谓封山见。两象辞称山上有木，不曰封上于山，或木下有山者，亦则明见之用，以艮重。艮在内，如木之本也；亦则阴后于阳，艮阳也。巽以柔顺从艮也，故先山而后木。不曰风者，风无根，木有本，其下有山，则木之象。不似家人卦称风自火出，而以风为先也。盖巽离皆阴卦，巽常离次，火之于木，性成燃烧之象，如火风鼎是也。鼎以燃烧为用，故称木；家人以合化为用，故称风。此象之随其用而异也。见以渐进为用，则以木生于山为象之和。若曰风自山出，则利于渐进之意。是以曰山上有木，名木之生自山，正得其地。山无陵木者，失山之用，则木与山有不可离之情。此见以山上有木，得成其境，而治其功也。又见彖辞，以女归男为喻，则先巽而后艮。然既日归，人重在南，言女有所归，正如木之有所附着也。木不得离土以生以长，则必附着于山。山者土之基，丘陵刚复，峰峦坡峡，皆山之属，即皆土也。土以地为总名，而山又其突出者，得以后为至德，而山及其最后者，故山生木。待德之道，而艮为土；待坤之德，坤艮亦位。山地相依，此艮为见所重，而在下也。凡义象辞，皆以用者其义，或先或后，以分辨其主从之位、贵贱之等。如木与山，不过其一步。山之所有者众矣，木故该一切植物言。巽又柔木也，称木以兼草台之类，而上不能尽山之复序。物之动者，不动者，地面者，地中者，皆附于山，即山之所有。今不及其他，独以木称，故由巽之象，实即见之道，以见之用，为木之生近似之。若亦以风，则不类矣。风者气之动，无根无源，或徐或急，时至时止，或向或背，无一定也，则不得以见名。故不曰风而曰木。名巽在艮上，为木为其象也。然巽故可象风，在卦用言，不得忘其有风之用。在卦象言，则必现其如木之身，此读者所当知也。君子以居宜居，言君子应见之道，求进而不急，志行而不躁，则重在安居。居亦止也。住曰居，坐亦曰居，而平居、闲居
晏居，皆指安居于家，静止不动之时，人之生也。衣食居处，皆不可缺，故居住为生活之一，见之用，宜于人之居，即能安其地，守其分，保其身之位。居而不为，则行亦无害。居虽不必求安，而必能自安其心。君子之居亦如是，渐进以达其道，安居以善其身，此安其心也。未顺更止以止，则如鸟之止于其枝，兽之止于其穴，无忧无患，何志何求？故曰君子以居，自其素位言也。素位者，居富贵则富贵之，居贫贱则贫贱之。无所疑也，则无动于心；无所贪也，则无益于物。此非徒居之安，乃徒心之安；非致居之事，乃致道之事而已。心安则无所为，道事则各得其正，皆更止之意，而训以顺之。故渐渐而无躁，徐徐而无急。急与躁，人之欲，物之诱，情之疑，而在卦未正，更与正反，故急避之。此居非图乐于安闲，贪于待义者。居故未重，人有所行，则贤德善俗上焉。贤德者，自明明德；善俗者，亲亲而心明。及其家而治国平天下，推之于外，则为善俗；喻之于公，则为贤德。此贤字如《论语》贤贤上亦贤字之意，亦即君子亲其亲，贤其贤之意。亲亲贤贤，则天下无不贤，无不亲。善俗亦即善善，好恶之心发于外，屈伸之道见于行，处置之情至于事，进退之节加于人。此皆推己及人者也。故仁者仁其邦，义者义其礼，皆化之也。德不至者，化不行。明明德者，终达于至平。此由君子之居始。换言之，即大学治之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次第功夫，一以贯之，非有二也。穷则善其身，达则善天下。此君子之行，而非君子之心。君子无一时为人，则无一时忘善天下。故贤德善俗，君子自居，即存心焉，而必以见治之。心无不善，方能善人；己无不仁，方能仁民。故自弟子，即有入孝出弟，爱重亲人之志。此古圣贤传者之教，不敢废也，而非贪于进攻，图其速效者。故必自渐进，见而后成其德，达其道。不见则革至成正上不得，何望于修其至平？中庸曰：其次至曲，曲能有成，曲者见之方也。委曲以进，即安徐其行。贤德非一朝之功，善俗岂片时所得？故君子本于见，而发于平居。居其身，即居其心；居以养其体，即居以育其德与善。此止于至善，必先知止，止于内，而推之外。即夫更在内训在外之用。为训风行善变，变其俗，则变于道。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训之为象，正合风与草，所谓顺也。风行草偃，顺之至矣。未有草不随风以偃者，其柔使然。柔则善顺从，
训以柔而顺于艮，则可以居，可以贤德，可以善俗。俗亦如风，故曰风俗。君子之风，无不同化。此夷风易俗，必赖君子。若小人，则但虚谓恶矣。故不曰易俗，而曰善俗。由大学之治，必先以治善也。治而为善，是反为害。化名成俗而为善，亦反治乱。皆成于谏之道，以谏上下正位，而刚得中。其所施无不正，所成无不忠。忠正之行，善之本也。故往有功，行有成。君子以成德为行，正在谏中见之。盖10年树木，100年树人。见以木生于山，欲树欲之义，推之树人，则善俗之功，象与辞故无二也。初六，元见于干，小子立，有言，无咎。宣圣讲义，此见初六爻辞也。初六在下，未艮之初爻，与巽之6、4阴，皆柔爻，成鸿鸟之象。以中有9、3，上有上9、9、5，三阳与三阴排列，成一昂高下之形，如鸿之飞而下。故全卦皆以鸿渐为喻，非果有鸿，其象似也。以巽艮2卦皆阳在阴上，阳在上者宜于降，平升而降，故如鸟飞，升至极高而下落，则为鸿雁似之。以鸿雁之形，非独落，必连其类，而参差或前或后，若自然，故曰雁字。见卦2阳在前，一阳在后，亦如雁字，故称鸿雁。鸿又雁之大者，非翼最高，其落于的也，次第而下，呼啸而急，亦不急不躁，故弗于见之行。初六卦之最下者，的之最洼，而鸿渐及焉，则为水边之岸。干者岸也，亦兼指水旁木石之属，未出于水面者，故曰干。由潜也，俗称造曰潜。与湿对，亦如陆与水对，天干时皆潜也。以其合的之言，干为阳，之为阴，故干卦即包有干字之意。而天干或作天干，干干义也，皆高出之象，如木之干，竹之干，推之如水之岸，亦是此意。以其非水而近水，似洼而略高，故名干。鸿本水鸟，出极于干，见其近义也，无非走之劳，得安栖之所。于人是有类于小子，而宾于为。以小子息于水侧，近于洼地，自不免于为，故曰利。亦与前9、3之利异同，而以见之行不求极，是方渐进，则虽利而能自戒自斥。如以长者之训，师幼之臣，则免于咎。故曰有言无咎，有良言劝勉归讽之也。小子者，非大人之象，同志之行，即为成人。其行幼稚，亦小子也。以柔在下，当坤履霜之时，自不宜于求进，况进非其地，至又非正大光明，有如同志西游，不顾其为害，则其有咎可知。徒以闻父师之言，归戒之语，而知其利，乃得免耳。象曰：小子之利，亦无咎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初六之渐进，为幼稚之行，
其情非壮伟，故以小字为喻。小字之不如人，行亦多乎？则其有为，自无可救。言应得之救，无他救也。然以辞称有言无救，则在小字，故亦无可救。而有赋诗，则以得良言之戒，乃免于救。此原兼见之意。是闻救小字言，故曰亦无救。明小字之行为不当，亦即是初六之见敬畏不宜。以初六本更止之时，当卑下之位，原不能进，而小字则不顾也，乃摄于为。此小字之利，实爻位所谓，非全卦之用。全卦之于初六，亦如赋诗之于小字。果有训诫之言，自免小字之咎。是在见敬者，得其良师亦有贤父兄也。盖卦以更为少男小字之象，且在下犹未无知之小字。关于鸿雁之见，而图水滨之溪，则其为，不言可喻。知为而自立，则亦可免救。此君子贵在知过能改，故乃以无救战。尚未训年长于艮，有如贤父兄师友，而有言，亦犹艮之对，对为说言，或亦有言谓争执，乃兼见之意，以对主口舌也。但训诫亦欲有争辩之意，以不许其行，不顺其所谓。既与小字之见相举语，则不免有辩证之言，更只为下卦之所先。苟乖此志，则非见敬之道所许，而小字慕于鸿雁，求其飞腾，恰吾更止之道，且立时谓之情，故以立称。6.2鸿雁于盘，饮食行眼，即宣圣讲义。此见6.2爻辞也。6.2内卦中爻，坤之正位，艮出坤而得乎干。9.3在上，与6.2成交协之用，而上应9.5，为前正位，亦全体之主爻，内外兼服，上下通正。此见卦之代用所在，恰如家人也。而6.2为中户之始，火水为忌之象，原难协合于外，却已近于9.3，的6.4相交，反成忌之用。是以6.2虽不足大用，尚克调其生成。至于发育，如人之身，饮食和乐，不失其道，则安于其分，是于所生，乃人道之大者。人以食为天，饮食充裕，则生可全。人以家事和乐为福利，协和悦则欣欣然以起居，修焉以作息，则有生之乐，有业可成。此名生大源，为圣治大本。正如帝尧时及壤之歌，不知地利，勤劳作息，顺夫天性，饥餐可饮，达夫人情，则成上士之名，无思无虑之象。此所以称为正道，夫于吉祥也。6.2之见，乃类于事，因行进之见，由干而盘，由险而安。鸿雁固然，人生亦不相悖。初六之鸿雁于干，为水之岸，其地近水，有险宜防，故人是应之，为小人之利，以其中寒为害也。至6.2近于中位，得其安贞。如鸿以见于磐石，是教干未稳妥矣。磐石者，石如磐，居近水者，恒极之以变周伐之帛，及灌之利，谓不受水侵之害，亦无侵跌陷溺之虞，故云磐。
名其安也。人事则习于其身，悠然自足，饮之食之，无饥渴之忧，何乐劳苦？无得失之患。看看者，何乐之状？循乎正轨，依于性情，作息以时，劳逸有节，自在自得者也。看自从行，亦如眼字。眼者水之见，也眼者行之顺也。古道自作盲心好，与眼看近似，则看看者合于道之行，不志不求，无私无欲，而皆心满意足，不至于其外。此素位而行，君子之所重也。故战疾以6·2的中正之位，秉安贞之德，因干之行健，推坤之后载。故生活视乎性情，动定恰夫天道，而为见之要义所着也。象曰：饮食看看，不素饱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6·2重在正位，即守位之意，与艮止之道相应。艮止以止于其位为本，君子思不出位，乃艮止第一要义。君子素其位而行，即思不出位之精义。故人人皆有其位，各守其分，方不为于艮之止，方不立于见之境。6·2见之始发于中，守得其正，如鸿之极于盘，未得其所至。人民亦以身于所身，安于所安，得其所至。故有饮食看看4字，见其素位之行，更由安贞之德，顺敌之极，见其不素饱之志。素饱者，师所谓素餐、素食、素孙也。师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君子本于其位，勤于其职，敬于其事，昭于其德，则不以素饱为志。盖及时必有功，饮食看看，皆本乎勤劳所得，由于心力所获，非性智者，非虚弥者。素饱素餐，即俗语白吃，不白吃，可见所食必所应得，所饮必所应受，非巧取，非掠夺，非以私情，非关切道，则食者己之利，饮者己之功，于心既安，于行无愧，皆君子素位之所谓，不怨乎其外者也。人之好安者恒恶劳，多劳者恒易贪，此情欲之害也。见之6·2则戒之，故心安而身习于劳，身足而行耻于贪，饮食既足，而和乐自得，悠然自在，勤且俭焉，直且厚焉，以坤后载而安贞，推干行健而前替。故饱而不素饱，身而不辱身，柔以应夫刚，忠而抵于正，乃有此行，乃见此道。是君子为日孜孜，而无所求；为时坦坦，而有所谓。心闲而身不怠，志静而德不推。善其身，兼及于物；养其身，兼悦其志。故不素饱，见其不少谢也。生活之安适，而体力日强；行动之忧郁，而志意益坚，则何益于物？何贪乎欲？物欲不侵，性情以正，此干利贞之德。见6·2特有之，不必素其大者远者，但于日用寻常饮食行动中见之。此看看之所由来。以无贪则心常足，无益则身常健，无求则志常安，无待则业常精。是渐进之道，必自细为始，
而人生之本，亦终始于此。孰能不视事？而饮食看看哉？孰能饮食看看，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哉？故是闻特以不速饱三字，名六二战疾之所自也。此与艮卦一因，即大学为人均一节，亦不外素味而不素食，食与业同重，心与身同见，行与止同真，出与入同利，皆由不速饱中者之。93. 鸿渐于陆，夫真不复，复运不遇，凶，利欲寇。宣圣讲义。此见93爻辞也。93艮之主爻，当中爻之始，为众刚师中之象，故多凶。与上9刚阴，不得相协。3、5同宫，而9、5的中正之位，主全体之正。93则偏于下，艮之用以急，止而难止，以6、4为邻，刚乐尽柔，内息出外，是以虽近于济济，却由中户之为未济也。济而难济，而行难行，阻于外而复于中，怨于远而患于近，有训之顺而多变，以艮之止而难守。故如鸿之见于陆，进退为谷，动辄得救。鸿水鸟也，离水而集于陆，进则进矣，奈所进非所宜何？失其生育之源，至于枯槁之地，则非复六二之得其所止，而有饮食看看之急，是以93之战，与六二大异。六二为吉，93为凶。六二的饮食，以乐其身，和其居室，光大其事业。93则夫真于外，而不得归，复运于家，而不克欲，利其进取之志，则所行无功。乖其为生之性，则有运不遇，是生之反，和乐之备。反生为死，备夫和乐为悲惨，则93之象，所以战为凶也。夫主乎外，出外日远，比于长征而不返，是克丧于征途也。复主乎内，以刚而自治，失其与生之德，遂成流产之灾。盖9364，一刚一柔，有如夫妇，而全卦以女归即战，明其丙艮止之意，得安贞之道也。93乃干之所发，干替多利之时，刚反在内，柔反出外，刚柔失位，夫妇分离，是以夫则远征而不归，妇则怀任而不遇，失其和乐之趣，乖于生辰之人，如鸿之离水而之陆，犯难而促其生也。然以93艮之主爻，犹可以自守，本干替之界，斯为利之基，反以自争，克固其内，则人有利，而免于凶。此以行而知止，刚而知柔，先治其真，后见其利，不为彖之止，而介于躁进之为，故曰利欲寇，以攻与守之意，克与主之分。93之凶，为求进也，反而固守，则转成其利矣。象曰：夫真不复，离群丑也，复运不遇，失其道也，利用欲寇，顺相保也。宣圣讲义。此生是爻辞之意也。凡是爻辞最详者，见93为首，以所示详且明也。余多概括视之，此则一句一事，指明爻辞之意，则以见卦与他卦有异也。他卦爻与全体多相合，兼有相反者，
如履之六三式，见卦各爻，或与全体同，或与全体异，而非如履之以一柔爻，居五纲中之特异，亦见其相反之由，是以必加详释，使后人知爻辞之深旨。爻辞称诗行不复，复韵不遇，恰与彖之女归吉相反。彖既称吉，则可见其夫妻必和，子姓必大，何至有生离之苦，流产之余。而九三如此立辞者，实以九三立于剑耳。剑以柔下顺刚，刚且尽柔，更巽相得，而成女归之吉。今九三艮之穷，穷则不与巽合，刚之吉，吉则反变为坤，上巽下坤，变为风的官。而巽六四若易变而为刚，合成天地否？则见尽者，变为否塞，上下隔绝，内外分驰而不通。此夫妻反为怨偶，生存反为夭折，皆反其道，而失见之用矣。故爻辞明示其凶，是闻恐人未明，更揭其意。谓夫贞不复者，刚以穷而不可流于家，故曰贞；以急于中而不可反于下，故曰不复。言阳无阴以安之，外而不内，出而不归，既失其家，又离其类，则以一阳在三爻，上与上九，阴而不协，下与六二，协而不阴，离心离德，无可相与。故是曰：离群丑也。群者同等之属，丑者众也。九三既与六二离，是失群与上九五，是离众。如人征途无友，远出无旅，于邑无住，旅险无缘，则以九三在坎之中，险陷之地，当离之始，复利之间，是以成独行遇险之象，复运不遇，其义大同，亦以柔与刚乖，阴与阳武，九三六四，本可相济，以刚之势，逼不可进，而终有阻不得前，故为于生辰之道，虽有运而不克遇，是曰失道。言其失交合之道，道以一阴一阳交合为用，既乖其用，自立其身，此道自盖一切言。而在中爻人道之始，则重在人道，人而失道，将何以全其身？此所以半产，谓有始无终，虽运而不得遇也。然复以夫为主，夫且克亡于外，复安能善其身欲哉？有如征夫之妻，别离之怨，情之忧郁，身之病苦，远无可资慰助，竟且视之若仇。此见九三以凶战也。而利欲寇者，则顺九三之本意，更止之待用，不求于外，不慕于境，退而自守，真以自固者也。故是曰顺相保。言顺天时谓之宜，依于干替之戒，恐惧绵绵，以相保也。如外来之寇，能合群以御之，坚其甲兵，高其城垒，齐其心志，奋其勇武，誓死不二，同仇服内，则反为利，而不与于凶矣。相保相自，民必以群众之力；顺相保顺自，民必以时德之宜。盖更有其守，巽有其顺，顺而相保，不失其守，则何患乎寇之轻哉？此爻深意，全在末句。能体顺以相保，则不独免凶，且为利，刚而不过。
中而得和，思谓顺矣。64. 弘于目，获得其绝。59. 宣圣讲义，此见64爻辞也。64外卦之始，巽之下爻，巽为木，故称弘见于目。有93之路径而至于目，是较高也。弘鸟类，虽栖息近水，而及于目亦所宜。不过有异于山林之鸟，未得所至，如辞至之及山梁，未得时的之利，是鸿雁之见于目，则为足以暂安。故在爻用未有进步，而所占以获得其绝称。绝者目之枝干间节突出，如牛羊之角，以其身于目，而隆然高出，足为鸟类巢窟之姿，以鸿之见也，而获得其绝，假以安息，此鸿之性也。故战59，因目之绝，非皆有之，有亦非必得之，故曰或未定之辞。如前94，或跃在渊之意。64重柔，而内皆93，得其相继，下与62同宫异位，以失中之地，有多聚之余，是原有就也。今以内的93之切，外近95之尊，两阳一阴，互离高明之象，复利之情，故谓目，则高明也；的绝，则复利也。高明而复利，是兼离之得用，而本爻巽也。巽以此为主爻，以出变阴，柔的明也。柔的实，则刚退泄，不克与争，且反以成之。此两阳均为64之助，互相提息，互为保护，而促其复利。基于高明，与93之为坎中爻，又艮之上爻，失其中道，乃成孤节，实相悬殊也。又厥自推为屋之传厥，用谓之瓦者，屋以瓦之覆，可避风日；鸟以巢之覆，可免为害。其义正同，故皆曰厥。言平之以架巢而覆草叶，避其身也。然鸿不现于巢木，因时的之所谓，则渐进于目，而得厥以为巢，是其利在顺夫时也。人是亦然。苟因渐进，而达于高明，或所复利，则一时的之宜，静止之利，是以能免就矣。象曰：获得其绝，顺以巽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64柔的实，的刚未用，故取喻于绝。绝者刚物，以坚力突出，支柱重负，如头角峥嵘，如洞宇高耸，而又非大器大才之比，负重而不自大，承用而能自下，如瓦之有船，承瓦而不以为压，如木之有枝，承巢而不以为屋。此能以柔成其刚者，以小人其大者。64之象，恰如是焉。柔以顺为主，而行则在得其成在。此坤之德，以顺承前，而后载物。凡柔皆秉坤德，安贞以载，顺承以待。上以昭天道之生成，下以遂万物之化育。其用至屈，而其所成则深；其体至顺，而其所达则大。故曰获得其绝。言克的乎刚之道也。是闻生之曰顺以义，则名64之用。顺乎刚，而巽乎柔。刚以助柔，柔乃为刚。书曰高明柔克，承乾刚克，亦以顺且巽之道。
介于刚与柔之中，而得其协和也。顺以巽具，在蒙六五，即家人六二皆同，而见则六四见之。巽自故指卦名，亦兼巽退之意，且含有选择之意。故选巽一字，故与下文变乱相业。名巽则而尽其才，充其用也。顺于道，而选其时，则柔反为刚，小反以大，弱反以强。此与九三之利欲寇相应。利欲寇者，亦取此意。而蒙上爻之极蒙亦如之，极而未蒙，可见其不利于进取，而宜于保守。故九三是文曰顺相保，与六四之顺自正同，皆本顺境之道，以成渐进之功。故顺为本，而六四则兼取于巽选焉。巽主进退，非图进也。时进则进，时退则退，亦循夫时，是亦有所选择，即有所辨明也。离合高明与复利二异，原若不谋，而其用时相同，未有同义，则须选择；为其变迁，则须辨明。如良弓则木而视其材，良鸟则知而安其居，皆以则为上。人之进取，何莫不然？故爻以获得名其未定，盖视其能顺以巽否。果不能顺乎时，选于道，则图得耳，或进不得。如鸿之去水而集于山林，失其地利，以先利于顺选者也。其意有就可知，以其柔得中，善于顺承，守其安贞，治其后载，斯克免耳。故六四之战，较九三为利，有更止以固其内。因巽动以行于外，则其进之见，可以有功。故比于女归吉，言能顺以选也。女之呆字，能不顺以选哉？苟合相从，其害必大。此九三刚过战凶，而六四柔胜无咎也。宗主附注，此皆所讲圣经，关乎渐进之道。九三六四，以护的计，故柔能御刚，女能正男，家人与盟，皆本此意，而皆在柔位。可见坤德之治，见以女归吉，为坤道之臣，是以必用顺巽之道，柔而得刚之用，小而成大之功。此六四之无咎，胜于九三多多矣。九五，鸿渐于陵，复3岁不孕，终末之盛极。宣圣讲义，此见九五爻辞也。九五外卦中爻，全卦主位，而未干九五正位，君临天下之象，内有六二之阴，干上坤下，刚柔的位，男外女内，家人痛正，此与风火家人卦痛也。而以下位更非离，自九三至九五又互为离，则以其变与家人同，原不同也。家人内外皆正，是谓家道之奇。见必以变后的正，若在未变之先，上巽下艮，女长于男，为淫乱苟合之象，故在下位女归吉，而在上反有3岁不孕之战，以其同体卦为谷，谷或失正，男女失其真守，则夫妇亦乖离，而生育失其道。此九三已有妇孕不育之辞。九三因刚在下，失于中和，夫贞不归，妇孕不育，各失其位，乃逢于凶。九五则以刚的正位，柔以从刚，妇以逆夫，故3年不孕，
失复道也。刚柔和而后生，阴阳和而后运。今失其和，则不能生运，而非复之救也。以九五刚主乎外，上有上九，两阳相连，下之六四，不得与谐，遂随而变于刚。女乃逆男，此不孕之由来，而非中不孕也。内外正位，以中户之变，既同于家人，则在变后，人夫夫妇妇，遂其生育，此不孕仅3岁耳。3之谓数，言其非止1、2岁，3盖以上之数言。然既称3岁，终有限期，如10年不自知限，以10年者相类。以95由6、4之渐进，进以一高，故曰鸿渐于陵。陵者高地，山陵也。小山曰陵，由6、4之木，生于95之陵，高则高矣，奈非其所生习之地何？鸿以水位生习，越高则越为其性情，此渐进之力乎力争也。如妇而拟于夫，心志在外，不复及于育子，此亦失其生习之意。物以阴为生之本，人以女为生之母，父不孕，是失母道也。坤为大母，95过刚，故乖乎母德而不孕。如鸿之急于高陵而不安也。生活不全，则妻媳不安，不安则不可久，则人将变而他求。是以3岁之后，妇乃可孕，未以变而服于力争，达其性情也。行且有变，则事亦有功，故曰终末之甚急。言其初虽失道，其中可有成。此干之急，将反于坤；刚之变，将复于柔。则复之拟夫者，终不胜也。不胜则知难而退，退则复还于内，而为妇者，克尽妇道，遂生育子女。此所以战急，人不利于女归之急矣。女归之急，权卦之用。95则以变而得服权卦之急，此为一耳。又胜自有平去2独，言不胜其任或，不胜其情也。不胜任者，女而拟男，内而至外，宜其不克也。不胜情者，女中从男，外中反内，宜其自退也。训主进退而善变，95正位有守，而下的6、2之阴可贞，本风之行，弗艮之止，如山陵之高，亦见其下，如鸿鸟之极，终至于水。此刚以变柔为其情，而柔以的刚为其志，故战急也。女之怀子，亦阴中含阳之象，两者相符，乃孕乃育，故鸟之生雏曰夫，即夫也。俗谓之抱，言相抱也。雌雄相抱，如父之孕育，此二气阴，孕生育之成。95初虽立于相抱之道，终仍复其相符之情，此不孕现以3岁也。象曰：终末之盛，即的所愿也。宣圣讲义，此生是爻辞之意也。以95助刚，亦于造境之贤，果能反以就下，服于艮止之道，本于坤顺之情，则不为渐进之意，而终有不胜之思，以战急也。如人当为代之时，思避免之道，深忧远虑之其不胜，则不复贪进，故能得急战。是文以的所愿3字，明其不胜之急，乃本渐进之志愿来。渐以训主于外，进退不定，
而下位更止，宜于退，不宜于进，乃以时位所谓，亦贪进取，如鸿之极灵，有高有平，其势其极，此最为之道，非见之本愿也，而以正位之故，得六二之阴，高而自卑，刚而自柔，则人反于安贞之意，不求胜而战极矣。坤主大中，故爻辞称中末之胜，胜自与干刚相应，不胜则坤柔也。干体而坤用，刚守而柔行，乃见之待用，亦95之愿，以进在有功，若无功而有过，何进之贵哉？复以运欲为功，亦其志愿。若不求极进，不拟于刚，则安处以行，进退以时，自弗力争之道，而何见卦之志？故爻辞以鸿渐越高，此行进越为，乖乎更止之意，不得坤顺之中，此93之凶也。95则能知其不胜，而反求于下，乃得所愿而战极，可见中道之贵。柔顺最宜，上位而自救于下，刚得而自顺于柔，则退势以成其进，人道之所取法也。上9，鸿渐于陆，其语可用位宜，即宣圣讲义，此见上9爻辞也。上9全卦之中，干之亢龙，巽之上位，而未刚极当变之时，下与93阴，众刚不协，上下难同，刚变为柔，上变为下，则巽之进退，见于干之有会，而北以就下，外以反内，故上9之见于陆，与93正同，在爻未进，在变未退，此上9无位，求见进者，不得复前，则唯有退而下，以反与3合，是由巽之进退，便以合于艮之止也。艮止之意，穷于93，巽之进退，急于上9，两合则穷者不穷，急者不急，此鸿之见于陆，与93同，而爻辞之吉凶则反，以上9异于93也。3志在外，故不可止于下，上不得前，则不得不救其下，此时谓之疏，行止之别也。上9之鸿渐，非慕于高崇，而乐于卑下，非至于前进，而其于后退，在人事众自反，顺时自脏，因势以退，则有功，而无93之凶。以鸿之自临而入，由高而低，则恬然自得，修修有容，如羽毛之纹，生华之美，文采之要，光辉之涵，则可用位宜，资于文德，彰其华美也。宜者礼之文，礼以沉静位内，文明位表，宜在外表，有可象也。如是于其常，配于服，加于器物，者于威仪，则礼节以成，德行以美，容止以正，品级以彰，是元与之宜，及人之宜，宏与之用，及人之德，文德既显，威仪是善，则在上者之尊严，正为万方所悦服，居高者之文义，而使下民得其沾衣，如革之虎豹之文，蔚然炳然，上以昭示于外，则其为吉矣矣。上9以变位随时之意，刚变为柔，干变为坤，则身变以降，渐变以顺，行而自止，进而未退，
则与艮止相得，而生成义大，化育义多，故爻辞占吉矣。九五之吉以正位，上九之吉以变成，何更巽之得用？巽以主爻在初四，三上位艮对主爻，变柔则对，本刚位艮，故含有月泽之容，静止之德，是以可用位移，且变柔以成坎卦，与离相错，亦闻名之象，光辉之兆，非日月之明，则星辰之曜，此有可观瞻者也。故以宜称，而占吉矣。象曰：其与可用位移吉，不可乱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鸿之见，由高而下，似为不利于行，而辞占吉者，以其文德也。文德之美，光辉之时，可用位移，则非不利矣。鸿之未生，故以反于出之进水处。今渐进于陆，高而利其所生，是于鸿未害，但亦能自高而下，由进而退，不为于田退之性，有服于文德之意，则其羽毛可择，得用可大。正如虎豹以皮而招其文，由用而显其德，是亦变之宜也。变则益其原有之身，进于庄严之象，虽失于未生之意，而得其尽德之资。如人益其情而后其德，曰其欲而至于文，此其所成为光大矣。是文恐人不明吉之由来，特曰不可乱。谓鸿行有序，其语亦不临其次。如人之有理，不失其节，则真也。真以为利，信以至情，则至于中和，成其未遇，故曰不可乱。即不可乱其序，不可乱其性情也。鸿雁之飞，自然不乱，其性然也。鸿雁之旅，从一不二，其情笃也。故取复者，取以为质，明其不可乱也。上九之用位移，亦如取复电雁之意，借其文德，视其性情，则见之待用，由此而见。故虽上位，仍以吉占，加其顺序以下，首位不失，合群以居，持节不二，则禽鸟之善，足为人之经世矣。训主进退，行止不乱其序，为鸿雁似焉。故全卦以为喻，且以喻妇女之于归，从一而终，守贞不失，以成其家道，以立夫人道，此所谓吉也。上九之吉，恰同彖辞之吉，始终相应。坤主大中，以刚变柔，乃克全始全终，此本训之善变，而风靡天下也。见以渐进为本，上九不进而退，人不失于进，以其不利于渐。渐进渐退，虽退犹进也。自全卦言曰退，自上爻言则进。盖上外无位，欲进唯有退耳。故由临又退于陆，恰与九三之地同，则其退非苟也。退于艮主爻，克的止之所在，如讨之绵蛮黄鸟，止于秋鱼，是得其所也。得其所止，是有其守，有其守，是不失其真。此事文称为不可乱也。复主内，九五至于外，遂有3岁不运之战。上九人反于内，乃服守贞不乱之意。此见之德，重利贞也。归妹，对下正上。宣圣讲义，归妹与见往来，
皆三阴三阳卦，阴阳均匀，而见以更下于巽位交合。归妹则正在对上辰背立，此二卦之意也。归妹以正常男对少女，合为一卦，而情志悬殊，阳生而阴降，形止不同。对在内为柔的事，乃为全卦主。刚以不得柔之顺承，反而遂成其志，故曰归妹。取长兄一嫁其妹未遇，非限于嫁妹也。凡类此者，亦皆象之。为刚在外，而柔的时，上下相违，而不得各行其事。在柔为有所归，在刚为无所得。此譬以兄嫁若妹，徒劳而不为功，以动于怜爱之情，推于孝友之意，则虽有过，亦宜人之。此为屈臣柔志，不必兼阻之行，亦人道之权变，不可废也。见以为女归吉，归妹于女之归，自谓得所，然未见轻盈，未备六礼，仓卒一嫁，而由兄主之，是非婚娶常尽，必因变乱而权宜为之。此归妹未非吉，亦于见矣。传曰：未济男之穷也，归妹女之忠也。斯一人多未解，此就后天生育之利言也。盖后天生育，必本于阴阳交合。若分离而不交，阻隔而不合，则生育不成，悖于生生之道，乖于化育之情。此类与否也。天地否塞，江河生灾；阴阳背驰，江河欲灾。未济者，离在坎上，水火不交。归妹者，男在女外，刚柔不合，皆如否也。按之卦序，八宫之序，大中于雷则归妹。周易之序，大中于水火未济，可见其为中穷之数矣。而何以归妹为女之中，未济为男之穷？男女之分，以何判之？则以归妹柔为主，对为少女，女归其夫。女子之道以忠，而其为归，由自始也。是女之忠者非忠，忠而又始，生育之德，正自忠后见之。然归妹非取妇也，但就女言为忠，以先天纯阴之坤，至此忠也。坤之德未交于前，则天地否塞而不通。如女子未嫁，不得其男，则女子之职不尽，女子之德不明。此归妹以正与对为行，而成女之忠也。未济则以坎难也。阳在内而与阴不符，水在下而与火背行，故谓阳之穷，干之尽也。干不得坤，亦无以生化。纯阳之气乃中，生化之功已绝。然中则有始，天行也。穷则变，变则通，故谓济之中。人反于前，是又一义矣。以卦未言，二卦亦皆符于中穷之意。如先天八卦，离东坎西，而后天八卦，正东对西。此四卦先后天同位，自后天言，日生于东，物郁于春，而落于西，枯于秋。此正谓生育之始，对为枯落之初。离坎正对，时思其职。交则为生，分则为杀，合则为荣，背则为枯。故火下于水则生成见，反之则为穷。阳下于阴则化育明，反之则为绝。穷绝者，始也的也。而东西二方，春秋两季当之。
故正与对离，则谓阴之中；离与坎背，则谓阳之穷。此魁诸天道，无不合也。故左谷为升降之道，东西主生杀之权。此归妹为女中，恰反于随，犹谓既之反于既既也。归妹中护既既，而中爻6、3、9。4. 却痛否与未既，以人道重中爻，则归妹不及见，见能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是周易之序。归妹由见变来，亦即进之穷也。6、2为坤正位，9、5为乾正位，此见为女归吉，以其服于家人也。归妹则与之反。9、2、6、5，互失其正，遂与魁同。魁为之象，魁则不睦，此归妹不得正其行也。行之不正，即家之不齐，故见战吉，而归妹战凶。不过彖辞称真凶，未真则与归异背。然以对主内，而无所合，则归亦无吉。此彖称无忧利，言既备中正之道，而利于交合之情，则行止皆无所利矣。见称利贞，有更止在内也。归妹不得其止，故无利。亦以其非性情之正。女子既长，自宜宜嫁，而婚姻之事，非可苟者，必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仪具备，亲迎有期，使服于人道，故其家道。归妹当变而行权，则失其正，虽有所归，而无所利，何出于真？真之不足，则奚利哉？真者正也，守也，守于正，而后行于中，先失所守，将何以行？此归妹为女之穷，实即女归之变也。实谓不宜，欲循正道而不可得。柔越以主内，刚动以持外，一持一躁，忽急忽徐，而不得其和。如男女之意其情志，此天地否塞，而生化不见，推人之事，亦无所谓。故女之穷，即人道之乖，人生即为于正，将安用乎？两情不得协和，徒求一讼，此情义之将绝，而失于孝友之性，伦常之反经，而近于魁乖之所谓。故自其上下正位，与其中爻正之，以见其无所利，强以为行，其能免于凶乎？然震动也，对月也，果相提兮，亦堪振作。此随之该四德，以其克如太既济之交合也。归妹反是，遂无以招其用，斯时谓所谓。变动之日，有不得已者，穷则变，既谓女之穷，能无变乎？下经至归妹，以气未济，有女之中，以达男之穷，皆多变之象。独异者可系玩味其往来之机，终始之情，则明其数矣。宗主书数，归妹与见位往来卦，即颠倒一卦成两卦也。见以上巽下艮合成，归妹则谓上正下对，以正与艮、巽与对，皆颠倒之象。由阳爻在上言为艮，在下言为正；由阴爻在上言为对，在下言为巽。艮正一阳两阴，阳为主；巽对一阴两阳，阴为主。此互成对反也。先天八卦，艮与对，正与巽对反；后天八卦，正与对对，而巽与艮，
则位加正分据一隅，以后天乾坤居于位。正对与离坎为四正也。艮起于东北，巽至于东南，而正居正东，左右加辅之。此后天之方位，别于先天也。周易以后天为主，故在先天对反者，在后天或相比连，以爻位之刚柔为标准。巽两阳在上，与对两阳在下，乃成颠倒，而非对反，为对两阳一阴，与正两阴一阳，而上下亦相对，是谓后天对位之所本也。对既与正对，则更不得对居，故更在正之右，而与坤对，成28义位之用。此见与归妹，不以巽合对，正合艮，而恰异其位。巽对相合，归妹以成；巽艮相符，见进以见。由艮与正既变之后，艮以主巽，正以从对。此见以艮止为重，而巽顺之。归妹以对月为主，而正随之，故见未尽。顺止之道，可以尽也。归妹未归，月则之德，有所归也。归而曰妹，足见未对的所归，即少女的所事也。正在外，由长兄一送若妹，故曰归妹。以与见往来，见为女归吉，则归妹亦从见来，而归其夫家。由女变为妇，由兄遣其嫁，此对为重。而柔道之中，亦传曰：干道成男，坤道成女，非徒使生也。时达于中辰之时，故八宫卦六中于雷则归妹。盖女道以中，如艮之为男道尽，然周易取交合为用，故不以归妹中，而忠于未济。未济火上水，阴阳分离，为男之穷，亦生化之境也。后天人道，坎离主之，与先天之以艮为人者有别。此周易忠于未济，与八宫忠于归妹者，由卦序之书，而见其变异之道不同也。归妹正上对下，与则雷随位同体卦，正两阴在上，对两阳在下，阴阳相匹，刚柔平均，性情相得，志意合同，故随位相随，以正在内也。归妹则以对在内，阳反随阴，男以从女，女主其事，刚外而柔内。乾以岁坤之志，女子以嫁为妇，以男为家，使不自主，则终必从人。此归妹为柔胜，而不克待用也。中户既济，水在火上，阴的协和，而男敬女之志，以内外互失其正。阳主内，阴主外，大体四态，而其行则反为否格。以6、3、9、4同于未济，亦如周易男道之穷，干道之中，故刚柔虽均匀，而不得交符，如否也。人道重生，女为生之母，亦天地之大则也。故归妹为人之终始，有同于艮，艮主先天终始，归妹对为主，故亦主人之终始。震动乎外，对月于内，则流失，木生空，是反其道行。刚至于上，柔至于下，升降殊途，不利于行如未济也。见虽中户未济，而中爻伏于既济，内外正位，合于乾坤，故宜于静，而以艮主其下，静必以见。若归妹则与之反，顺乎对，
则有所归，而不宜于行，故名归昧。指其意重在反归也。归与出对，渐进向外，归昧向内，此其别也。虽以阳在下，故得随和之情；归昧正在上，徒见其欲行而不得耳。此彖辞称为真凶，无忧虑，以失的之不疑也。人之有家，必本于内外正位，此家人卦之本旨。归昧内外皆失其正，则利于其家之道。此女不能先男，妇不能主夫，天地之精义也。而其出则以男下女，重宗挑，光四序，故显以艮在对下，为男女感悦之象。今归昧对反在下，而外为长男之正，宜其不能相下矣。正为长子，待父以嫁少妹，则服于用，故内外为兄妹，而非夫妇。柔不能顺承刚，刚则有顺遂其柔之志。此明天德之重生育，思女子之德所也。而嫁妹之礼，非婚礼之正，父母之命，方为正也。归昧乃权宜之行，必当变动之际，遂失其位，而乖夫中和。此真凶无力之由来，而八宫卦序之大中也。渐进而归，行之终始。有女言，未归其夫；有人言，未归其家。其归同，其所以归不同。女之归也，得其所以；人之归也，离其凶也。以其不利于行，虽欲不归，不可得已。故归昧为坤之穷，坤道后载而安贞，穷则将何谓哉？此穷则变也。时至归昧，能无变哉？故归昧者，是男嫁女，有女言为得所，由男言为失利。况所主持者，非干而为正乎？以从权变，以因时事，乃归昧之用所重。若执经常，而失时机，则其悖于道义多矣。渐进以不宜于极行，归昧犹不利于攸往。二者皆本女子之行，非光大之道，故有是战。而归昧又亦渐进之意，此渐未及。归昧则称凶，渐弗力争；归昧则无忧虑，互参自知其异同。归昧，真凶，无忧虑。宣圣讲义，此归昧彖辞也。归昧与渐往来，其用意相反，以渐前讲。而归昧之战真凶者，指行进之不宜；无忧虑者，指凡行止皆无力。凡卦不宜于行者，则利于止；不宜于进者，则利于退。唯归昧皆不宜不利，此与各卦大异也。各卦之宜与利，恒是时位未判，时过则迁，位移则改，以其有长度也。归昧故一时为所使，而所用始终不宜不利，以其为变数也。穷则变，归昧女之中，为坤道之穷。人物立于地上，寓于水土，载于坤舆。今逢其穷，能无变乎？既穷则变，将何谓乎？此行止皆不宜，进退皆无力也。以彖言权卦大用，为长兄之嫁若妹，人伦之变也。为古习男子亲迎之礼，而反使其女随兄来归，此婚礼之变也。对柔而主于内，正刚无以持之，反从其志以送之归。动于非经，说于非正，此家道之变也。推之于一切，则皆悖于经常。
魁于中和，失其正道，免从权宜之相。此彖辞所占，不限于兄嫁其妹，女归其夫矣。故真凶，非止宜送之行，无忧虑；非止于归之事。女子有行，必有所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今上非父命，外非夫淫，而贸然随兄之宜送，此彼之凡事，不奉正命，不备礼仪，不合人情，不遵天道，而勉强以行，孟浪以进，则其为凶，谓无利。故就有应得者也。以计欲食之穷，谓之乖，则不动有恐有祸。况其动乎？此真凶，就其轻动也。当变之计，行权之中，进故不能，退亦非易，此无忧虑。明其间于进退也。独义者不可逆于归妹之名，而为彖辞专指婚嫁。婚嫁故人事之大者，亦归妹所重者，不过卦名举一概百，何可执于一义？且辞名言真，是非婚嫁之行，名言无忧，是非一事之止。故当包一切行止进退言。如见之女妇疾，亦不过举其一以为喻耳。爻辞以分别事及其他行为，可见义之例辞，则其重大者以为例而已，非限于所称义也。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真凶，谓不当也。无忧虑，柔成刚也。宣圣讲义，此身是彖辞之意也。归妹谓坤道之中，坤无成而带有中，故上六永贞以大中也。谓坤卦带用所者，以坤期道也，成道也。不得善专，则不得清越上位，攘干之用。归妹以对柔主内，而六五持权卦正位，实乖于带中之意，有备于善专之戒，故谓穷变之象。穷变者，利于常经，反于正用，此所以称为女之中。而电八宫卦序也。是彖文由斯指去，申言之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大义之说，以坤之穷，原数理自治，有始必有终，义也。坤乾相交，则生化健；不交，则万物衰亡。归妹上下否祖，生育以静，有生必有灭，二也。物本乎气，气本乎道，道有其志，气有兴衰。如岁寒暑，一往一来，循环代谢，盈虚消息，有通必有穷。三也。人物之生，有其数；生化之数，有其度。分合聚散，各有其纪；进退行止，各有其时。自始气中，有动必有静。四也。因此四义，则归妹者，时之急，谓之至；静则相失，久则必弊。故谓天地大义所见。义者宜也，因时制宜；义者利也，一谓未利，时谓既义，宜利亦宜。此如女子以年长而必嫁也。父母虽爱女，不能留育终老于家，此所谓大义也。生殖者，人物共同之志；宗挑者，男女和合之功，不得备也。故归妹迫于大义之行，而不得不从权以应变耳。正虽长子，无主婚之权，
而是使之，不能违其则，则大义所至，能无畏乎？天地尚不得为，而况人乎？故自谣言，上下否革，实与否同。天地不交，刚柔莫协，则生辰不着，而万物不兴。柔虽强，不能代刚之行；女虽胜，不得夺男之位。此归媚动于外，说于中，不得邪也。人道，男女婚媾未始，生育子女未终。归媚之行，人之终始，不可废也。而不魁于正，不得于中和之行，是以始者，不克有终，终以复始，不克复于天道。按诸异象，周流六位，终而又始，谓干之气，天之行，归媚坤之中，不克承前，是以不复始，而称女之中。然人道谓中也，上以反下，外以归内，则终而始，无穷奇。此众在变，变则往复，消者以息，盈者以虚。故归媚者，以归宿的所谓治，谓欲成其身也，全其用也，而实未现之，不可即见，乃待于变。正对变，则异其位，而未遂，则元亨利贞，四德备矣。刚柔相协，天地复交，则否变位太矣。中者有时矣。今归媚对说而震动，由内而外，谓说以动，非随之动于内，说于外矣。故取喻于归媚，谓非正道而从权也。归指其行，媚指其人，合之为正，免遂对之治，而宜颂其美，非正所乐也。故用不光大，而行多蹊跷，彖辞称真凶，以上下正位不当，而中爻刚柔互失，宜其不便于行，行以的时位重，位不当，及时不宜，能无凶哉？651爻，见柔之越位；631爻，见刚之从权。此时位之失，即行之失也。而无忧虑者，不行则止，不进则退，果何谓乎？而以柔成刚位，失其中正之德，则既备于行进，亦且为于退止。谓刚又复柔位，9-2失安贞之德，9-4利顺承之情，故一切皆无力也。总之，归媚者实位之非，行止之间，人秉坤德，以立真为本。今坤已穷，先失其本，则何谓哉？此彖辞称其凶且无力矣。象曰：则上有雷。归媚，君子以永中之弊。宣圣讲义。此归媚全卦象辞，明人道也。归媚之意，以详前讲。正在对上，对则之上，有正雷之象，而归媚以明。对为少女，正为长男，对则在内，柔为主，正雷在外，刚未从。此归媚之象也，则上元无雷，以云气真诚，而雷随之起。此雷由则中之水所真之云生者也。雷者气之阳，而则者物之阴，阴中生阳，则上乃有雷起，是以则为主。雷未从，则在先，雷在后。如兄送媚于归，其事当以媚为重，兄不过至送其归，不得夺对之权也。则中之水，成云雷之气，非以云雷为主。苟无则水，
即无云雷。而云雷始于泽，亦终于泽，谓其化谓雨露，人归于泽也。是则握其始终之权。雷虽微，不能忘所自；虽迅疾，不能不中反于所事。故亦以归昧明之，明正之刚，不得为对之柔。虽动而极上，其中必归于安静，而广深之泽也。云因不尽出于泽，而必化于水。山谷之云，亦以泉流所蒸。是则谓云雷自生地，亦其归宿处。归昧以女之归夫，而必有潜之者。正待干而行其命，则非所得自主。此正虽刚，不能立于柔之志，而全卦之象，亦必本此意以为用。刚外柔内，外而顺于内，柔静刚动，动而立于静，此全卦之大义也。而人道法之，亦以体坤达干为本，顺柔以极刚，由内以推外，则有守有位，不急不忘。此贵在圣中如始也。坤道大中，坤之用六曰永贞，是文以大中也。故凡从坤者，皆不能外此志，而归昧之柔主持其中，传所谓女之中也。亦即坤之大中，干始而坤中，则用坤者，自本于用六永中之道。永者久也，恒久不易曰永，以其延绵不绝也。夫永中之称，即慎终之意。此天行中则有始，终而始者，虽终而不终，即永终也。永持其中，自负于始。故慎始不难，而慎终难。谓终者物也，术也；不终者道也，理也。持其不终，以待其中，斯谓永终。盖终与永原异象，永则非终，终则不永，岂非终于不终哉？此道之无尽，得之无穷也。人道亦如之。顺其时而终，守其位而永，则确乎永终之用。而物自不得无终，有始必有终。始者生之初，终者生之尽，则有心与必之别焉。必者生之节，如物有生必有闭，有壮必有衰，有繁荣必有枯落。此春秋亦令，寒暑亦时。善于永终者，必先知其必，必则必患，及穷则必变之意。故必与心对，心为始，必为终。永终者执于一，知必者察于变。此亦不易用义者也。义则无尽，变则无常。故知必者不必，常生者不生，其道义也。永终之必，为君子顺时应变之道，而以归昧之时，当坤之中，地道之必，即生物之灾，人道之必。必者救也，破败也，凋残不整之象，而君子必先知之，为因应其将必，而防度其中必。一体坤卦之用，出六履双坚兵之意，见己而作，不似终日，即之必也。不似终日，即不待其中穷之日，永终之必，即预测其中必之期。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谓其能御于事先也。雷的御，即本是义，坤义未对。对义坤之一体，其用与坤不为，此雷则归昧，亦必以预防为重。物无不必，术无不终，知其必，则始与为心；永其中，则复归于始。
此道之无穷也，得之不二也。诗曰：为天之道，于目不已，以其至诚不息也。而文王失之，纯义不已。此文王能知必而勇忠也。文王作义，守重人道。周公继承其训，使以人道昭垂于后世。此象辞所游历也。闺妹为女之忠，亦为地道之弊。人秉力争之德，欲其忠必，宁无法以防度之乎？此勇忠之弊，是人道之应变也。持于义而不义者，道也；随于众而不居者，物也。唯不失其道，能御其变，而守其常；唯不乖于一，能统其众，而用其中。忠常之义，天下之大本也；时变之用，天下之达道也。闺妹以女子得其所归，民人生之一戒欲，而非国忠也。女忠而归始，从父者忠，从夫者始。是义忠而不忠，避而不避，要在善守其真耳。又闺妹妹字，亦与暗妹妹字异通，归于明妹，即由天之入夜，时之入冬，晨既灭而枯朽，同幽暗而蒙昧也。故生卦上六名生，立于不息之真，与玉之名誉相应。而闺妹爻辞亦曰：立幽人之真，幽冥易尽，不息即永忠也。皆本坤道之穷，物生之必来，人不可随物浮沉，故必知其弊。人不可邪术终始，故以勇其中。勇中则无终，知弊则无弊。是为君子能知，以其知机也。知己者，神乎！至诚如神。故君子以诚为本。诚则一，义则道。此中和之德，不外于至诚守一。至诚守一，常与道同，则和中和弊。由雷之名于泽上，何去何来？及其为与未云，既消既散，人归于无机，则又何中何弊哉？此辞因象以弘其旨，系义其象，自名辞之意。闺妹上卦两阴，中隔九四，下有一阴，下位两阳。大象类的天泰，司六五爻辞，亦如泰称地以闺妹，而以中爻护否，与泰相反，可见其交而不交，和而不和。此正谓其中弊之象。人道能济天地之穷，则为永忠之弊。足转否谓泰矣。初九，闺妹以地，跛能履，贞吉。宣圣讲义。此闺妹初九爻辞也。初九在下，谓对初爻，干之乾隆勿用之象，而闺妹上正。初九与九四相应，雷则相逢，众刚不协，则初爻之用意于乾，亦不同于兑。兑跃而震动，柔内而刚外，以卦自上下，则所谓闺妹者，必有所使，有所辅相，有所助理者，以闺妹本长兄送妹之意，而非男之专责也。女闺必有从。春秋曰执其从姑，即本闺妹之用，为女子之行，不以疏兼亲，不以远失近也。初九爻辞曰闺妹以地，与后之闺妹以虚，皆指以类相从者。第七之妹，亦由妹也。由女家言为妹，由男家言为弟，即妹陪姐嫁也。对为妾应，故有从嫁者，虽非婚嫁之正，即为古俗之常。初九对之始，亦闺妹之初。
送驾者为兄，从驾者为弟。以爻重刚变柔，两其变偶，故嫁以二女，名其为实用也。如非时上，则不居于是义，未便与常义其去。今心全书其道，归昧者，全变之所行，不得已经常视之。后人误以爻辞，而以有未当耳。婚嫁之事，人道之基，夫妻之伦，家道之始。故礼重于聘娶，道守于夫妇。礼者律也，在行曰礼，在义曰律。有律是有所立，有所守。故天则律，民治所由定，民治所由分。归昧之行，不得备焉。备于律，即为于礼。将何以行？何以守乎？尊夫礼者能立，循夫礼者能行。此礼仪为行止之本，履道为人类之纲，而治其功，足以立其不能立，行其不能行。推而治之一切，则可聪其未聪，明其勿明，以礼之为人道，克补天地阙限，而其人物性情，足挽民人败乱，而治世道于平安。故履之六三曰跛能履，渺能事。斯人道济天之穷，而礼教救人之弊。其功用莫与大矣。虽跛者之履，不足与行；渺者之事，不足与明。而以礼节之，亦可无所憾。为身体之弊，物也；精神之富，道也。道无所避，物亦希害。此律之待用，特举此以概其余。归昧必虑于礼，必本于律。是以初九有跛能履，九二有渺能事，与履六三同。履合见于六三一爻，归昧分见于初二两爻，则归昧非履也。履以五刚一柔，主用在三。归昧则三阴三阳，婚礼重始，此其别也。跛者能履，自立于行，故战争急，亦本出之志也。出志在外，刚志于身。虽病足者不忘其履，虽勉强以立者，不忘其远行。此可见归昧之迫于时事，治甚切而行甚具。所谓全变之为，而非经常之道也。象曰：归昧以地，以恒也。跛能履，即相成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归昧虽当时之变，形势已全，而非果全变以终者。爻辞故名其为全变，是闻恐人误认，特生之以恒久之意。即言全变者一时之情，而恒久者性情之正，则传所谓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卦序以恒次咸，由卦言，亦含有常变相成之意。今全相应之旨，如咸为对更合，而恒则亦以正巽，对之与巽，艮之与正，皆往来卦，即反正也。故始于此，必终于彼。雷风之恒，即承继则山之咸，而归昧上正下对，各得其半。是由对则言疑于变，由正雷言疑以恒。此亦乃天道不义者也。爻言归昧以地变也，时之所上，俗之所谓也。而是曰以恒则反，以为经常矣。以恒者，因人之恒情，俗之久习，不可据义，故从其全。于理未从全，于义正常道也。且全者其出，恒者其终。出之随时，随之义也。
中之以恒，恒之义也。有暂必有久，有往必有来，故其后归妹者，有反归。况女子从人者，从必以亲弟之为嫁，从其亲也。此人之常情，视之习见，未可非也。若时一事异，则亦随之异矣。又恒自明人道中以正常为重，虽便于始，必异其中。此女子之德，人道之本，家道之基，不可以逐变位上，变而归于恒，斯不利于道。如天时春夏秋冬，只见其变，而年年如是，终而复始，则恒也。恒而后可以变，变而后终于恒。初二爻释文，皆注重恒常者，正义与爻辞互正，明常与变，莫非道也。跛者能履，亦变而有常，变其跛，而履者常也。故战疾，是不随变而失其常也，则以对则成刚，震雷相从，上下不悖，以相成纪，物之败弊，气人相续，足之病残，神人不离。此跛者能履，以其行合于人道也。人道见于中爻6394，虽失其位，而服于情，故刚柔相成，能战疾矣。出元勿用，以其善成其上，乃反治其效。可见礼教之为用大矣。礼以齐其不齐，正其不正，整其乱，易其分，去其弊，以其害。偏者全之，为者安之，病者愈之，废者兴之，则天地尚可同工，况其下乎？此初九之极，与权卦之战有殊。初能顺变以归于恒，承上以安于下，此对之悦则足以补天。故则天绝，谓天之缺，而则欲以全之也。绝尽则成前矣。正出于前，足待干之德，对能成之，宜其能使跛者履，渺者事。与天则履之成干者相近，履得其正。归妹初二爻各得其半，此则正与干殊也。坤以顺承而代中，对为坤之一体，而乐尽刚，此所以有相成之用，亦如坤也。以恒德不失其真，相成则不失其利。利贞之德，坤之本，人之基，而首见于夫妻之道。此男女之交，必以正，既合必以久。归妹之行，虽非正而久，而人道则不得不先正久之意。此是文之为止也。92. 渺能事，利忧人之真。宣圣讲义。此归妹92爻辞也。92内卦中爻，本柔正位，而刚履之。爻辞亦如初九，分得履63之辞，曰渺能事。渺而事者，虽不足以言明，而能补其天然之缺陷，与跛能履同。92与65，内外相应，刚柔互益，变其常态。自2至4互离，离为木，而下卦对为缺陷。92对之中爻，本坎之内正位，故有渺木之象，得离之名，故有能事之象。与火则魁相近，离上对下为魁。92介乎离之初，对之中，合为魁之变相，亦其类似之象。魁者木之意事，与正事者别。如人今事时，今不正也。渺者之事亦如之，谓其居离之偏。若木之渺，
虽能事，而不能正事，则其为用，将与魁同。所谓魁孤，欲主于相，见使附图，载贵一车，匪官婚媾，虽魁之辞，闺妹之情亦有同者。盖闺妹便以行权，愿而未偶，先疑为匪寇，而后为婚姻。是若今而心眩意未就事，虚无而诚实有，离异而可归还，分合之情，来去之机，皆相类也。皆以对则主于内耳。对则主内，柔道之尊，柔以御刚，阴道之重，故曰立幽人之真。吕92曰幽人真极，与此正同。幽者不明也，不显也。深藏独处曰幽人，有隐逸之事，与守贞之女，持节之夫，不失其操，则无求于外；不息于物，则无欠于内。此所以为利，以其真也。真以成立，幽以为名。君子之行，敬顺之德，及秉坤之正位，得其安贞者也。安贞者，恒于不变，永久不移。为坤有之。92虽刚加柔，而为人坤之正，未肯变也。以对少女，不为于坤母之道，亦如出九之以恒，能行乎恒情，守其常道，承顺其变，尊乎时宜，则渺者人能事，而幽人之真，成其利矣。象曰：立幽人之真，未变常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92内卦正位，内贞外惠，在内守正，为其常道。今以刚履柔，四失常经，而人能保其真以为利，此幽人之行，未变常道也。履之幽人真极，即与此异同，皆本对则之柔，而上承离之文明。柔而用刚，不利其手，则不变其常。女子之德，以真为本，闺妹女之忠，当穷变之时，最易失常，乃以对少女之行，在内之位，虽当变而不失常，此正谓之可贵也。渺者之事，一人之常情，与跛者不忘履一义。此常自语出九恒字，皆指爻之性情。言不为于性情之正，乃不失其所守之位，则其用克服于力争。此全卦不言四德，而92称立幽人之真，可见爻与全卦用有别也。爻主一时，卦主全部。闺妹之道，原无力争可服，而92以坤之德，对之治，合于离之情，不为于干之性，则治内主其内，在位守其位。此所谓天地常经，永不易也。故象辞曰永中之常，明其能守恒常不变之道，忠而不忠，避而不避，为君子能之，为幽人立之。幽人及君子而前迎者，不求闻达，不惜名利，不怨于外，不利其中。此所以成其利。成于中则达于外，守其位则昭其德。此利必自真来，真故足以干事。坤之代用在安贞，人失之以真为本，以利为用。此幽人之极，弗于履也。有所立，有所行，有其职，有其名，则人道济天之穷，性情达道之用。故爻辞必以幽人称，谓非幽人不得志焉。何哉对以和正内说而外动，处于内正位者，
果望于幽冥之变，忽于真利之机，则虽得未成时，亦无所用之。故象辞重在永中之弊，而尧氏文身以恒位变长，其意义也。63. 归昧以虚，反归以地。宣圣讲义。此归昧63爻辞也。63对之主爻，人爻之始，以柔履刚，上与上六阴，重柔不协，而得外卦94，一阴一阳，虽失位而能有和。此爻辞称其嫁娶有成，与初九爻辞大同而略异。初九刚爻，其也。63柔爻，偶也。虽全卦以归昧为名，而婚媾之事不限于归昧，故初九称归昧以地，言其非婚姻之正也。63亦如之。三爻失正位，故归昧者，且以其虚。虚者女之解，故称女解为虚，或作虚。言归昧以解应，或以解代，或解昧同嫁，或昧先解后，人不外从嫁之意，与以地从者同。不过初九以地，此以解，常与右之别耳。63谓对之主，逼近长难之正，故谓解而非地。盖近正者，必常于地昧之女。且63下谓92，上谓94，乃离中爻，离谓中女，则虚者，次女凶之类，谓对少女之解行。又虚者，亦婢妾之称，非限于其亲解，俗称婢曰大姐，或某姐，即是义也。以富贵之家，爱怜其生女，而恐保姆辱母，不能洽其情性，则贫贱之女，年长于其所生者为婢，婢的护卫，且公使令，故呼谓姐，名其年较长而已。不必为婢妾专称，而俗因之，遂称婢妾亦曰虚。以虚自亦有所虚也，待人之乎？而因其虚，亦虚也。以63之嫁，因有年长者从，或因其虚，故曰归昧以虚。而63居内卦之中，柔降之位，的94刚位邪，成和谐圆满之用，是嫁人女者，又可有娶妇之望，则爻辞反归之谓也。反归者，称以解或昧嫁人，而反迎其家之女以为地妇，故曰反归以地，亦名其属于少女，人本对之象也。63进正，故称虚。卦谓对，而爻谓柔，故人称地，与初九同。此随俗上婚姻耳。归昧全卦，皆以从权应变为止，则如此互益其女者，亦权变之行，非婚姻之正，故不称吉否。象曰：归昧以虚，未当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63爻为师中，刚柔失正，是谓未当，而有以虚之从归，地之反归，明其行之谓魁于正常也。若如既济9364，则未得当，则所战亦必吉利，所行亦必服于正常。是文虽不及反归，亦以盖于未当二字。盖63对之主爻，正以女归为本，今反因之取妇，是利于其志，逆于其用矣。故爻辞尽曰反归，不曰取妇，明全卦不得有取女之用。而是文虽不及反归之辞，既曰反，则可知其非顺应之行，犹备也。宋其昧者，今以其虚，
故乖恒勤，更以其地来归，岂非反于所至乎？然反自褒有反义，故同。以嫁者又反为娶，且急于其同时也。去以送女，归以娶妇，是去反皆未婚媾，唯六三有事用也。94. 归妹迁齐，持归有时。宣圣讲义。此归妹94爻辞也。94外卦之始，震之主爻，刚震的时，柔乃失势，与权卦刚辅顺柔至者异。故爻辞以归妹迁其未遇，即女子失其于归之其也。权卦以女归为大用，今归而失其，是不克嫁，即不能达其用也。刚为难，而不肯从女之志，虽以9463可合，而非其位，位与时异也。失位即失时，柔位而刚履之，是女之失时，故谓于归之迁齐。是谓有以难嫁者，虽赘婿难从女，而非婚姻之正。此94有失时之战，位刚而复柔位，且为其主爻。正如63柔居刚位，刚不得独行其志，虽娶妇来归，反以地归之，亦实为所谓也。94既为女之归夫失其，则阻柔道外行之愿，柔而未刚，阻则必有难行之忧。女子从人者也，绝不以失其，而忘其于归之志，此则唯有待时以求和。故归其由此而迟，终必有其时。以上有65柔的正位，是虽阻于94，而仍有归其可待。迟者，缓也，晚也，亦待也，亦与63虚自相应。63之虚男之待也，94之迟女之待也，是两爻互失之害。而一则的65之正，女虽迟而可待；一则有92之中，男虽降而可虚，故终能成其归妹之用。此权卦之通义也。明二爻之用，知权卦之情，则反归者亦恒情，而迁其者原时势。65在上，则迁其中有归时；92在内，则反归无爱娶妇，一升一降，合成进退之机，或后或先，互达婚娶之志。此归妹之名，由其不当之交协，而成其权变之所行矣。象曰：迁其之志，有待而行也。宣圣讲义。此生是爻辞之意也。以94爻，当震之初，未刚得时，柔不能强其相从，本权卦之用，终以归妹为志，则虽一时迁其，其志不改，唯有待时而行耳。此待时由于柔之失势而迟归，必因刚之退训也。爻辞称迟归有时，可见其时有迟速，其归妹之志如一。正原以顺从对峙为权卦之用，而94当其主爻，的自主之时，无委屈之意，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君复义也。不受命则柔不得相强，而内有63之柔，外有65之正，则虽刚一时抗命，终不能久持其志。此迁其意不过暂止其行而已。待至65，柔履正位，表率于外，则94之刚，无以抗拒其命，人必须对柔之意，成归妹之志也。归妹一卦，其时与位，均不得当，而是破利处，不得不行，有如其景公之嫁女与无一利，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
92在内，而不能令人之从。94居中，而不甘受命以从人，岂非自觉者乎？觉字与传称中字相应，女之中即女之穷，绝原为主之穷绝，以归妹柔主五爻正位也。故其仅公之语，即引归妹之意，盖欲不行不可得也。此事文皆出行字，明其事在必行。徒以94之时，略谓之祖，而不得不迟迟耳。65弟以归妹，其君之妹，不如其弟之妹良。越己望，即宣圣讲义。此归妹65爻辞也。65外卦中爻，全卦正位，而以柔履刚，下与92阴，阴阳互益，内外失正。此65虽主爻，而非正也。以非正之主，则其名实难复，故称地矣。以实干甲刚以柔，以由次也。第二也，名其非常而已。然文王作义，原本商议，其实未商。所有商代各地，均以甲以推排，如盘庚武丁受辛氏，此称地矣。不必指为何人，凡在常出之，次己矣也。亦由后世之某甲某乙，代其姓名。以5正位故称地，以6柔爻故称乙，以全卦大用，故人称归妹。地以归妹，乃一国之主，为遣嫁之行，则宜如何尊崇其礼仪，封备其廉据，而爻辞反称其妹，不如地之妹良。足见非时之行，仓卒具礼，有非得已者，所指妹者，亦含有领袖之意。妹秀也，一之重要者谓领与秀。今以正位兄，对为妹，归妹而非嫁女，故不称领而称妹，以兄妹手足，有连妹之仪也。其君之妹，非限于其所服者，以所服或所备者，或所持者，皆可指之。君之所有，不如其地者良，犹可见服之不良，行之失常，总不外权变之所谓。在上位有欠焉。一卦爻，数举地位言，亦见归妹之连属相从为婚姻，且本少女为主之意也。5爻本正之一爻，而为坤之外中，柔以统刚，内以律外。此爻辞与妹与地，亦如称地矣，皆以其次者为言，明其不服于正也。坤道无成，故凡所谓必待于前，唯在正位的权宜主持一时。此所以有不足之辞。不良者，由劣也，亦次也。俗称最良为上等，稍劣为次等，故不如其良。亦与地之称以相应。月己望者，月以望为最光明圆满之时，己望犹将及望日，是13、14日也。以其名上有亏，光未全圆，亦犹次于望，不足也，不及也。但得主位而当时之宜，则虽不足，仍可占及。指月未遇者，谓其归妹之时。古者婚礼以婚时，故曰婚。婚必成月之名，名必以月之望，而君比日，非比月。女子之贵者亦比月。月为太阴，柔也，在位未对，月出于西，归妹对主于内，故以月名时，且包有诸义也。象曰：地以归妹，不如其地之妹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宣圣讲义。
此身是爻辞之意也。爻辞之意，不外以柔居中，伏于坤六五黄长之象。坤称长，此称昧。唯有不同，则以归昧上位正，略异于坤；而六五得中，则无异坤。六五是文曰：黄长元吉，文在中也。此则曰：其位在中，以贵行也。其指相近，皆以中得位重。坤以安贞位得，故称文在中；正以动其位用，故曰以贵行。一静一动，略不同耳。地以之昧，以非全德，则不足以招其文采，故反不如地昧之良。言正之刚，不得其位，反不如柔之美。此坤所谓含章可贞，谓女德之美，臣德之光，从人为先，效忠为本。亦由地昧，含其文德，炫其华美，而合其容止，见其威仪。盖以柔胜者，不取于刚；以女美者，不用于男。此地以之昧，不如地良，亦固然也。而以位当中，有其尊贵，则服于将望之归期，而协于坤武之极矣。归昧原以女归位制，凡不为此制，则行必极。此贵在刚能从柔也。宗主附注六五，地以归昧一语。曾见太卦六五，太六五爻曰：地以归昧，以指元吉。当时讲义亦引及归昧卦为证。归昧有太卦大象，若将三四爻互易，即成太卦，而以六三九四刚柔互失，遂反太未否。此由全体言，实类太；由人事言，则痛否。以三四爻为人道所忌，主客之情既异，往复之数已殊。此归昧与太否皆相关，而六五则出人爻之上，自与太一例，故爻辞大同，皆秉坤之用也。坤主柔，为女道之宗，故归昧必秉坤德，而成女之中。六五得中，故是文曰其位在中，以贵行也。义君重中行，可见其所本，不外自坤六五之黄长元吉，文在中也。来，坤称元吉，太亦占元吉，谓其为纯坤也。归昧但称吉，则以其为正而非坤，不过六五一爻，属坤正位而已。正以得干之气，其志动，其情躁，其行意外，故不如坤。而六五人体坤之德，以中行为先，在中以行者，真以为利也。归昧无四德，而爻辞则有利贞。此以正位言，亦本太之用。太交合而刚能下柔如弦，故得守其贞，而成其利。若反为否，则不然矣。否不交而难协，内不可守，外不能行，则何利贞可言？此彖辞不及四德，不似见之称利贞也。上六，女成匡无实，是亏阳无血，无忧虑。宣圣讲义，此归上六爻辞也。上六全卦之中，当穷变之谓，与各爻之用不同，而以爻在上，与六三阴，内外重柔，不得协调。此爻辞称无力，名其无成也。本坤之德，无成而带有中。今上六处以中之地，成空虚之象。归昧者，至此已不能复行其志，故各爻皆称归昧。独上六无之，
盖归妹之行，及于65，过此以上，无可相忧，即无可依嫁。柔质之德，不能待生成之功；幽静之行，不能达实收之果。此亦应胜于上，不得阳和，与坤上六相似。坤上六以阴移于阳，而成龙战于野之象。此则以震动之势以静，作为之力将穷，则两者皆不得合，而各败其所事。此所谓中无成也。爻辞称女成筐无实，以无收果。由师谓标有梅，轻筐系之，仅持空筐而无所获。故此虽怀责人之志，而无可偶之人。女子之年已过嫁时，则生育之机已绝，纵得其偶，亦将无成。此成筐而不得实之象。成者禽兽之以待物，筐者原可胜而终虚之气。其计也，身劳无功，心切无获。此女子之中，成大终矣。而观彼为士者，虽柔无果之时，而有损失之患，犹亏阳而无血，是不见其身也。不见其身而尽亏之，岂非利其所至，枉尽其心力哉？且无血者，血以为功之正，无血即无功与。坤爻其血玄黄者亦矣。坤代有终，故见血亏阳者，是至义；无血者，情难堪。此为是亦无所谓。将与女儿痛中穷，以其变耳。故曰无忧虑。言是女皆无所成，则一切将无所利。以其不偶，则不得其助；不和则不达其身；不遇则不收其果；不用则不着其功。此所谓穷也。柔之极，而刚之静，不得互助之道，自无相合之望；不获相协之力，自无独见之力。谓后天生化，必二者之合，而后有其功也。女既无成，士亦无功，将何利哉？爻辞不过取以为喻，见归妹以不复归，而待用以不再显。女道之尽，类及男道之穷，无成之灾，兼为无功之害。此上六之辞，恰与彖因而无忧利矣。以彖由全变言，无利者实也；上六由常变言，无利者谓也，谓实痛也。而有后先上下之别，以爻象言。上六65，两阴相及，反于初9，则未艮，山则成损，故有损伤。筐无实，阳无血，皆损伤之象。而分属是女者，人本正对一男一女言，原不相协，终亦不相得。此与前各爻之归妹或反归者相反。前得其偶，今失其合，故上六中无所获，而筐未虚矣。象曰：上六无实，辰虚筐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归妹对为主，故是文旦称女之成筐无实，而不及是之亏阳无血也。然女成虚筐，即可见是亦必无所获。盖是与女互为偶，则皆有成；互失协，则皆无利。以生育为首，人生之至重者，故男婚女嫁人道之本。今归妹故为婚嫁之正，而上六更成婚嫁之情，则阴阳两难，男女互失，更何生育哉？此所以谓终也，穷也。推之一切，何莫不须归于中穷？故爻辞盖之以无忧利。
即凡所行皆不疑耳。宗主书数，讲义至归妹，亦服于时之属，谓因不足也。因之中穷，谓物之弊。故象辞称君子以永中之弊。此亦如老氏所云：夫为不盈，是以能避；不兴诚，言之弊则守其旧，守其旧则保其恒久之真。此不兴而常兴，不成而常成，皆体坤之德用也。归妹谓坤之中，即坤德之成。传称坤无成而法有终，无成者而不自成，即不求其成；待终者不自终，即不任其终。此终而又始，必而常兴也。为必自虚静致之，虚则不盈，静则不躁。此道之至要，即老氏之旨。坤六爻皆虚，待用在静。对义律坤之教，对虚其上，应自上始。虚其上即虚其本，故对为缺，亦即虚也，不盈也。如物不使之满，则必有所缺，必有所虚。对本柔静之行，抱少女之节，此以静为先，而主于内，以治外之政。正造卦也。对主持其用，则造者亦顺于静矣。此道公必以归妹为准则，其意以见教经。总其大纲，不外致虚静守一，亦即永中之弊之道。永中则无变，之弊则无耳，此即守义也。道守义而有余，人顺众而不足，何哉？亦持其本，亦逐其末而已。本义而末万端，若逐末而不归，将何以反本复始乎？故成道者反其本，复其始，本始不失，永在道中，而必因之行，柔之德，以反之复之。此即致虚静守义之诀。于义为对能之，而归妹正能从对，刚能顺柔，故名归妹。亦即反也，复也。妹者人之始，人生必有母，母必先为少女，此少女亭亭，即人类应运之本始。苟无少女，何来大母？又何来人类哉？以女之少，方善生育也。若中女，则以贤不足；至长女生育，即能以敬，虽能待母，不过执母之教，行母之事，非能生子女之时。故妹自有生亦存焉，而卦取对，有妙用在焉。若以为夫妇，主家政，其恒久，名家道者，则有恒卦在。此恒以正和训，而长女方见其代母之劳，成家之孝。若推原生之本，人类之始，必自对见之。对少女也，生育之事，必自其于归始之。故归妹者女之中，而人之始，虚静之极，而守义之道也。女子从义而终，此守义也，义其始也。终与始无不一。斯诚能守义者，此由人生言之。归妹即道，推之于天地，于万物万事，何莫不然？因为阴之母，此主雄之身。无德则天道不施，无慈则雄力不发。凡有生者，有耦合者，即一切事业，莫不以阴柔为其本始也。至于人生，则有显然。兴盛者性命之主，皆谓少阴，而心必依于肾阳，必根于阴也。气必生于血，神必成于精，皆柔主之，女先之。故命门必在少阴之盛，
而不属于太阴与厥阴，亦以少阴为生之本，性命之源也。系依此理，则自知归昧之于道要，谓至重大矣。风卦离下正上，宣圣讲义。风，正上离下，与履卦往来，履离上更下，更正同体而颠倒，离由下而上，是两卦之用不同，离之意味所致。离在下，亦如归妹女主于内，而归妹九二，刚履柔位，风则六二，的坤之正。此归妹不及风者，上卦皆正，六五居外正位，失前九五之尊，柔主全卦之用。此风卦内外皆柔，一正一失，得失各半，而中爻九三九四，两阳连接，非如归妹之一阴一阳的偶。因此中户是风大过，本末皆弱，独龙于中，阳刚无邪，内外同弊，则虽中强，亦不可久。而风下有出九，阳起于出，其志向外，上阴正之九四，恰为阳之出动。初四两阳之志相同，二五两阴之情互合，故传曰：风多故也。故止故就，就相似者，情性相投，行止亦近，与履之反其上下者相反。故履谓寡轻，轻指轻朋，恰与风对。履以不得合而寡轻，风以能相投而多故。此两卦之大别也。然风出四难协，而三上的协。三为人之始，上为天之中。人天克合，始终有因，亦中行之道，有所诱也。又起于天，动作于人，结三四五上四爻，两刚两柔，乃成匹敌。出二两爻，亦互交符。即就此言，亦有多故之道，谓其阴阳平匀，升降协济，如相视有素，毫无生疏之感。有故者，兼是故言。凡过往之事曰故事，由就事也，非心欲者皆故也。原盖一切事物言，多故则多助，多事则多义，助与义，皆为成功之基，立业之本。风得之，故名风，谓其大也，盛也，富有也。传曰：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盛德大业至矣哉！风之为大，亦服此意。而易卦之为大者，上有灵，有大有大处大壮，皆指阳之盛言。阳大阴小，阳的实的是，斯谓大。灵以两阳起于地下，上无所阻，是博欲而食便宜，故曰大。大有大处大壮，皆以干在下，干纯阳，而上有阴，其势至强，其实亦当，故皆称大。皆阳之德，诚实阴势，有所招也。风亦以出为阳，得其始。三四为阳，艮于中，始立其本。中阳其辉，是笃实而有光辉者也。刚健闻名，一时之盛，丰隆拔耀，中天之光。此风为大，兼甚多也，富有也。所习者，有始而无终，得中而失外，内藏大过，用反中服。此盛极必衰，成后必败，谓其难久也。故彼之日当天中，光耀虽极而易仄，名盛虽大而易消。此君子计盈也。人事之有位者，恒赖于得道多助，而其失败也，
则由于独大无亲，此情也。忧患之时，喜人之来进，则多方诱噎之。安强之计，信以之独尊，则好为惧易之。此多故与寡亲，谓因与果，无他。一发于位，一沉于交，前后之行，遂若冰炭。成败之道，乃如影响。风之为大，亦难免此弊也。以不自大，乃成其大；以其既大，乃害其大。天道盈虚，人事消长，礼数然也。唯君子不随礼数推移，故兴亡自治之也。盛衰必有机焉。风得时而风，失时而平，时谓之耳。故亦以天道示人事，民三四之独纲，则胜于干替之戒，自免于日昃之离矣。以对为缺，而训多变，中户之术，恒使全体受其累。此大过必反而后谓中服也。民以动，宜其有风大之名，而风自，亦如年之丰收，大有也。大有属于天，丰则知人，此其别也。故大有可久，而风难持，以其势易变，而刚不懈自柔耳。苟明此志，岂不长风？奈彼处风者不自知耳。宗主复注：风既归昧，而与履未往来卦，在归昧卦，以男屈成女至，由凶之浅驾若昧，且以昧自兼暗昧之意。书曰兼若宫昧。归昧以凶主权卦之用，柔而无守，内而求达，故六五九二，互失其正。九二在内，是无守也；六五在外，是求达也。既无守于内，则不顾；既求达于外，则易服。此若昧之道也。进取之本在守，雄飞之心先服，势力之冲，必先顾其机；推扩之大，必先后其本。归昧两失之，此所以谓若昧之象。而归者，由归趋也。其行不欠，其志亦雷，其始不端，其终必败。故上六爻，女则成虚匡而无实，士则亏伤阳而无血。可见其无成无功之果，不足以有位也。然全卦至于归，虽上爻空虚，而归心不改。有归必有吉，有吉必有偶，偶合之至，其众必多。此所以记之以风。风大也，富有也，众多也。有如大有同人之象，震上离下，雷火未风，亦与天火同人相近，震动而离明，有作有位，恰反于归昧之用。震在上，故与归昧同，而离与对异，以明易昧，则可气复强。故风为大，谓风于势力，后于功用，而与火雷是科为同体卦。是科的时有合，风亦以有偶多功为用。然是科者，时合之始，震动于下，其势勃焉；黎明于上，其光迥焉。而风则反其上下，勃然之势，一发即尽，迥乎之光，一照即眼。此风之象，如日中，日中亦昃。离卦曰：日昃之离，何可长也？故风非是科可比，虽相与成始终，亦盛衰，不得相拟也。然风有其时矣。当吾之曰：成空之名，正以正之，动以远之，则亦自有其德也。足发书其积蓄，故彖称亨，称勿忧。
言其衣食之宜，有可凭借之功，此王假之之谓也。假者即假借，复以实位，予以权衡，而得所凭借，则可达其亨德，成其大用。此风习归昧之余，与大有同人近似，而与世科相终始也，离中女也。而后天代居前位，正木离火，木火通明，正雷离电，雷电同离，此相得有合，而实立于天中也。阴阳平均，而阳在下，虽二五正位皆柔，而三四人爻皆刚。人与天地争，天地犹训之，此人道之盛，未多故旧，得有助之象。两阳明于中爻，亦如日之方中，中户世风大过，则成动扰本末皆柔之情，故谓一时之盛，而非九风之行。黎明在内，亦受其弊；震动在外，难济其功。故风为辰时之亨，而非如同人大有久远也。风，亨，王假之，勿忧。一日中，宣圣讲义，此风卦彖辞也。风以正离合，木火通明，照灵万类，与阳时弱，生化无穷。震雷以阳生而作云，以阴降而为雨。雷雨之德，恩威并施，物类之生，动定咸顺，而以离火之照，天日之明，真于下，而成云雨之源，运于外，而成生化之本。文章谈备，光辉无限，何以为风？乃见阳德之大，天道之尊，上天好生，必因于日之光明，雨之润泽，风时备之，故名曰风。昭其大也，正主东方甲乙木，令盛于春；离主南方丙丁火，得夫于夏。春夏之后，万物同荣，木火之功，天地同盛，此为德者至矣。未用者朴矣。生之育之，成之长之，发扬光大，笃实充盈，秀于时未华，长于德未时，华实并茂，生成莫惊。此风之彖辞首称为亨，言亨于一切，达于天下。本乾坤四德之二，合乎下令，气乎人文，昭于物华，者于地德，夏由春来，常自生始。离在内，则光明中运而不露；正在外，则动作普及而无偏。此亨也。顺夫时，宜乎地，胜于物，及诸人，天地人物，四者无不充盈，无不发育，无不华实，无不发黄。此所以谓风，而谐于亨。如人之有礼，者其威仪，显其尊贵，昭其容止，齐其志趣，雍容盛大，惟美惟备，趋强进退，有节有度，故四德之亨，谓嘉惠之象，文明中道，光辉内涵，振作之以行于天下，鼓舞之以备于四海。此经理300，曲礼3000，为人道之治者，而风向之，故独以亨称。盖物不丰者，礼不备；德不大者，仪不文；时不宜者，行不尊严；位不当者，志不合度。故中庸曰：待其人而后行。仁也者，时也位也；时位者，德也道也。散之万物为公用，归于一心为道德，故风者备也。如年之大有，谓风灯；
物之复积，谓丰盈，皆盛也广也。以木火之德，春夏之时，乃克制之。天所与也，地所复也。在天曰地，在人曰王，故曰王假之。假由戒也。假戒之者，诚实之用，当阳之道，不必久也。久假不归，将失其天，故天之假，以时也。风之为风，王之所以的诸天，而必之名，亨诸时，而与诸物，其形虽若假，在权则无畏。以时之所合，而心之所成。心成于天，志成于物，则风可物忧矣。盖风物者多忧，风于财者，忧其聚散；胜于时者，忧其耗费；后藏者忧盗，怀真者忧夺。推之于位，高则忧为，大则忧败。推之于事，顺利忧其逆，长则忧其变。故有风者皆有忧，而今称物忧，以其得王所假也。得王者的天，得天者的时，时者天之宝，王之真，一切功业之所贵也。故彖辞曰一日中，名时也。时以日之中，则用亦当日之午；物以日中，谓生育之吉时；事以日中，谓发达之极也。非必限于日之午也。以日午为日光最盛，得用最明，则凡当其最盛最明者，皆日中也。皆亨而物忧之时，皆王所假借，天所赋予。过此则不然矣。故物忧二字，与一日中紧接，以此时此位，不可失也。先此时者不及，后此时者太过，皆失也。失中也。故日中中字最要。日以中天为光明，人以中行为正大。此风之物忧，本于中道也。失中则不亨而有忧，此与归昧之上昏者恰反。时各有和，和于朝者利于夕，和于夜者利于明。此天所限，而风则一日中，明其道之必崇光明，行之必取正大，不得上暗昧之为，偏颇之志，以成木火通明之德，扶正离合同之道，不得有为于日中之时耳。彖曰：风大也，明以动，故风，王假之。上大也，物忧一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仄，月盈则实，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宣圣讲义，此身是彖辞之意也。风之为义大也，义之称大，皆指阳的实言。故灵为大，是其名利。风之为大，亦由是义，而风与灵异。灵以两阳起于地下，日益发阳，其道甚远。而风阳虽在初爻，得其本，而隔以二爻之阴，为三四两阳艮于中，为阳正盛之象。而四爻以达外卦，上必两阴，其行叵促。故彖辞以日中明其用，言风之大，仅就两阳在三四爻言，如日之方中，故称大也。若依临卦之例，则临位自下始，有其本；而风则由下以兼达于中爻，得其中。临由出二达乎五上，前途远大；而风自三四望于上爻，前行短促。故临由朝日之出生，而风则五日之易仄，是以临之大，循大且远。风之大，
大而不远，谓时甚赞。此其意也。风以离日之明，和震雷之动。卦自出始，是内明而外动，是明而中动，故曰明而动。离震之何得也？离之象火与日，在下为火，在空为日，则此明字，日之光也。震源为木，而在上为雷，雷发于云中，虽可谓凌雨，以成生化之功，亦可蔽日光，以阻黎明之用。此处就当时言，则明于下者，动于上，生于始者，郁于后。温热之力见于日，润泽之功本于雷。震离之气，生化必弘，故战亨，以见效也。而必服于春夏之时，若乖其时，皆失其用。如秋日非不烈也，而非生物之时；冬雷非不威也，而非震动之际，则不得名为风，以无生物遇物之效，且或反为灾害焉。故风者时谓之雷火之合卦，上有士科，与风同体，而异其上下，其得一殊。盖士科内动外明，阳虽得始，而阻于中爻，9463，反于既济，故不得称大，以生育之力不显也。然震男离女，男以下女，如泽山咸，阳起于下，震阴于上，初上两阳，中含94，如夷中有物，故以是科名。言的时也，时必有合，合者可食，不合则时为害。此时与合一义而二用也。风以离居震之下，反其求实之情，非复夷中含物之象。阳盛于中，乃见风大之用。二五正位皆柔，刚不得主，乃代之以阴，是即甲也。王位在午，而甲之于坤，以干飞龙在天之位，而甲成坤黄长元吉之情，此闻名内涵，光辉足视，有其道也。王何以甲介与其权，彼成其用？此志在大其道，刚而用柔，尊而自卑，皆欲成其大。原君子克己之行，故是曰：上大也，上由怨也，向往也。心之所知，思之所至，以大为怨，而不习假以与人也。天之主宰，公不自居，而假于日，日待天明，故天不明。此后天离代前，而65乃代95以履地位。王自愿假之，则65非贱妾者，上之所愿，而非臣下所攘，使服民动之道，而有风大之称。故上大者，王之治，即天之道。天之道，即时之宜。主不自尊，以时蔽诸日；干不自主，以位蔽诸离。故上之正，长子主气者也，而至臣离中女之德，是矣。2与5皆柔，初与4皆刚，上下相协，一刚一柔，刚皆自下，此所以谓之甲。自上谓言，谓甲；自下谓言，谓德所凭借，以成实履位。有可谓者，王甲之力也。如日中天，居天之中，的平天之父，有其高明也。而高明之德，一时之情，在天中所凭借者，不可久假。故日至天中必仄，仄则非风矣。如3、4两阳失位，即非日中之象矣。以日中之意仄，
则成王甲者一时之功，时既难久，必自多忧。是以丰于前者塞于后，待于始者弱于中。全卦中户大过，本末皆弱而成过，过犹不及，谓失时也。然当时则喜，故曰勿忧。但日中以两阳艮于天中，宜照临天下，其时至当，其用至冲，此风之为义。必本中爻之阳，如日之当空，无不照也。日之为行有其度，况何至动之正乎？行行不已，则不可久居于空；动作不习，则易志以改其位。此风于日中者，循至将偏于西，天道无不变也。当其至盛，及其衰时，达于极风，及其色始。故日中则仄，月盈则食，不可满也。满反为亏，不可过也。过反不及，互为因果而相往来，不可避免者也。故天道常虚，人道常谦。德重于柔，物贵于让，是圣人之道。黯然而日章，恶其名也。风之日中，明则明矣，而不有明者继之。如月之至望，盈则盈矣，而有时者继之。时与时同，亏也。非专指月时，而月时亦必在其至元时。可见天地盈虚，及时消息，不可易也。日中之风，即以照其仄之色；日午之明，即以知其不之暗。此明入地中，谓明夷。日夜往来，不可习也。天地尚如此，不能为其盈虚之时，而况人乎？而况鬼神乎？盖圣言其不可久也。以人小而鬼神虚渺，更不及天地之大且明显者，何堪长风而不变哉？宗主复注：是彖辞，引申彖辞之意，而其旨在明天道以为人道。人与各卦同，以彖辞一日中三字，谓天道。而推之日中则仄，月盈则食，则是天道不长。人事亦随之多变，一盈一虚，一消一息，互为因果，相与起伏。天地尚不能为，而况人乎？且由人更进一层，曰：况于鬼神乎？以人近而鬼神远，人显而鬼神隐。近者尚不可知，远者更莫测矣。显者尚不明睹，隐者更难明矣。是以风之为风，能有几时；大之为大，能续几世。时事之变，有如岁序，冬夏寒暑，辗转迁移。若以夏与冬，是寒如暑，非病即颠，而能因乎常变，是于公用哉？故君子见己而作，不似终日。坤履双坚兵至，离日仄之离，皆极言其时不可留，德不可久。虽有智慧，不如成事；虽有资机，不如呆时。孟子之言，深悉此理。故风之一日中者，以明示凡非日中皆不宜。而日中果能几时？况月至中，月亦偏，月当盛，月亦衰。日中之时，时也，而时不居。此有日中，即有日仄，属言之事，是也，而事不久。此有言属，即有秋凉。是人只知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则何贵乎义？义者明辨亦未重，故于常变之道，盈虚消息之术，
屡屡言之矣，而人不审。安望其有风功大吉垂于久远乎？风卦以二阳在中，如日中天，前祖两阴，其进至促。故事闻以日中则未解，亦本象例辞之旨。日月皆有明晦之殊，全篇之意，其为用意随之不同。故曰垂象是明，莫大乎日月。明者得之昭，攻之者也。风以雷日相倚，雷由云生，云乃蔽日，是其象以非久而远者。而在卦用言，雷日不同时并见，故象称雷电。电亦火也，在雷两时而见火者，为电为明。此事科与风，皆称电不称日。不过离故有日之象，苟雨散云消，日自现于天空，而云起雷行异，蔽日之所真也。此讲义重日，与彖辞一日中相应。盖若取雷电，而不及日，则何现于日中哉？朝夕夜间，何不可见其得用？且暗夜电光犹明，延伸犹正，其微宜光彩，较日中有过之。今称一日中者，指日之光热及其功用言。以日力争地上之水，避其正照之时，而雷雨之成用，即自日中之化欲来。此处不可过泥，泥则徒得其偏，而失其全。以风为大，而两阳在中，是日中之象，而非电火之一闪即逝者可遇也。象曰：雷电皆至，风君子以折喻至行。宣圣讲义。此风卦全体象辞，身是彖辞之意，明人道也。彖以风之代用在时，时风则风，时色则色。天地上与时消息，则渺小如人者，虚飘如鬼神者，能不随时以行哉？人在天地间，自顺天的之数而迁移。鬼神在灵界，上属于天，下属于地，中属诸人，皆有灵而无形，有名而无机，则其感应天地之变，随合时事之宜，更教人与物未结为敏。此天地之灵，自鬼神见之；天地之变，亦自鬼神真之。虽虚而难察，飘而莫定，与理相通，实为两间之至者。风以时未消息，则鬼神先时而知。人虽不及鬼神之灵，而行显机者，所感召者，意见亦闻，所影响者，无方无位，则如四时之序，九州之事，莫不身历而亲履之，耳听而目存之，其长其变，何赞何久，皆不得为于天时，立于气数，则风之有色，大之有弱，何非时谓之哉？何可更易其数哉？故一日中者，风之时，而日中则仄，一风之时，明其时，自明其用矣。皆由卦得言。风两阳艮于中爻，如日中天，是合正离而易之也。若分其上下，而求其所合之情言，则上为正，雷也；下为离，非火非日，而为电也。因雷电可同时显其用，而雷与日则不可也。雷电可相资大其微，而雷与日则不得也。以雷行于云，云反足蔽日之明，日昭其言微，而雷不能发生于青天之际。此两者之象，必取雷与电，而不及曰与士科同。士科亦以雷电同称。彖辞则曰动而明，
阴震在下，离在上，以如天雨雷鸣于空，电闪于远。声行缓，则近者能闻；光行速，则远者易见。电之与雷，虽为二名，实出一气。声谓之雷，光谓之电，有其一，必有其二。见光而未闻雷者，其地远耳。故雷电之和，乃阳气之行于阴中，出非如水与火之意也，而正木也，离火也。木火同德，如烧新潦草，皆相须成用。无木即无火，是与雷电一气相生者，有类似，是其所在以辨之。或曰木火，或曰雷电。推之或雷与火，木与日，一元可通。唯在士科与风，则以称雷电，较服于象耳。雷电皆至者，以生光并显，耳目咸之，是指近者言。若士科无皆至二字，是不必限于近者，以正近而离远耳。风则离内正外，光近而深远。今既闻其声，自早见其光。卦两阳在阴中，而当中爻，生光发于天之中，如日中天，则耳能闻，目能见，非远的也。雷电皆至，可见天威咫尺。天显威于雷电，人至威于刑罚。故人道失风，而以折喻至刑，亦昭其威，使民有畏也。书曰天明畏，自我民民威，畏威怀德，为政之功用，赏与罚之谓也。而罚必重于赏，为劝善惩恶，以行为严。行之不乖，志乃自固。人民所以生存安乐者，赖民行以恶其欲心，此中古之治。不废刑律，且必尊严。刑虽必重，而行之以慎，不顾出故入，则行得其效。此地尧之盛，不能废高陶之官，而民慎之言，载堪于唐虞之始也。在士科卦，亦曰利用欲。君子以民伐赤法，与风之意大同，皆本天之明威，而成民之明威也。盖士科为得时之象，有时必有争，有争必有讼，此欲之利用，伐法之必明也。风则以风大之象，如丰年当有之时，物丰亦起争，厚葬亦至道，财多亦相夺，大利亦为恶。此因时制宜，亦必先折喻至刑，如天之雷电昭其威也。折喻者听讼之事，与讼卦有关；治刑者罚罪之事，与士科相应，而皆本于大学革治之道。为欲民物之安，必先得其情；欲财用之丰，必先正其序；欲功业之大，必先有其赏罚。古今不义者也，风以风有而大成为治，则折喻至刑，势在必先。而士科虽明罚赤法，尚未实用，风则只在执行，以士科尽于细行，而风则关于大事。士科拟于出发，而风则尽于将成。故士科明之斥之，不过是其有法，而风则折之治之，使以见诸实施。此一始一终，一细一大，有不同也。由风之盛，若夏之时，而夏后有秋，秋收为丰年之时，故行仁者必于秋，顺天时速杀之令也。以天之威济其恩，则人之行济其养，其道义也。雷电为威，雨则为恩，恩威痛者，
天之道也。风于物以足其养，民于行以昭其罚。养罚并尊，人之道也。读者勿逆其辞可也。宗主复注：风为物之丰盈，而与大有略异。大有者，以有之象，言人皆复有也。丰者，丰盛之象，言物自丰盈也。物之丰盈，不必人皆复有，谓其难均易也。均无凭，唯大有以火天相合，能均之，不均则真。此风以雷火相配，而有猜忌也。故风尽于士科，人即求实为士科，既求之极，可见其源空乏，而非宝玉。此名平之象。风者天所与，而人不能平之，故多争而欲兴。有如宋，此君子以风而折欲至行，民谓平其不平，均其不均，以恶止争讼。故与士科利用欲者大同，皆人道之师也，而与大小处有类似，却近于大有者也。大小处亦以物之蓄积为义，有如富者多积财物，亦不必人人皆然。既不能尽致之平均，则物有聚或散，多者自多，寡者自寡。此蓄积为富有也。富于其一，贫于其他，则不得不妒忌。如夫妻反目，同事上不免有垢碎之身，富以其邻，比居上不免有限度之志。此由大处辞言之，见其关于财物，不宜偏属于一人，亦以其不平不均，有悖天道，而与大有忌异。与太尤乖，太位太平，物无所处，而人亦无平，故曰不富以其邻。言邻皆不富，我何独富？而不富，非平也，为不富耳。不富于一家，即分配于大众，此不富亦不平也。均之治也，平之治也，以地天交泰，阴阳平均，互相衔接，止于太和，谓道之治。而服于天者，小处则不及之。初九，欲其配主，虽循无咎，往有上。宣圣讲义。此风卦初九爻辞也。初九在下，而与九四阴，众刚不协，以下卦离，上卦正，皆阳在下，阳至于外，刚主于身，分上下言。初九之境为6-2，九四之境为6-5，皆刚与柔接，一阴一阳，求其境配而有和。此初四爻皆有遇也。遇，和之谓也。初九所遇者谓6-2，在内之中，秉坤之正，是能匹配而居正位，是谓主也。故称遇其配主。与九四之遇其遗主者不同，配者匹配，遗者平等。亦虽近似，而亦为正位的时，有支配之权，亦为师正为用。如山夷之象，以与中正反，即师干9-5之位，反就于坤黄长之战。长者下一，黄者正色，正色而趋于下一，是耻辱也。以非坤之象，而窃坤之用，所谓夷狄之道，非刚纪之正，故称夷主。均如四夷之君耳。而6-2则服于坤正，有其安贞之德，达其负载之功，此初九得其主矣，故称配主。俗以名实相复谓配。如称人曰配有此，讥人曰不配有之。配即服也，合于所称，得其实用，而有主持之权。
派遣之命，由西行人发配，必自上命之。且配者，亦必有其同等。如人之偶约配，言相匹配，而得协和，尊其位，重其命，有谓之匹者，以风向重刑狱，则配自时含有配遣之意。亦如罪人妻女，交官则配，视其一例，出九原勿用之地，而得其主未配，亦与之和。言虽在下，人有求于派遣之情，虽勿用，人有惜于配达之效。凡以上命未分派者，皆配也。初九听命于六二，不得自专，以刚从柔，而外无因缘；以下求上，而中难兼拔，此不得不辅就配主之命也。风元甚大之象，而出犹幼稚之时，离火始燃，光华初见，所占不大，所持不久，故曰虽旬无咎，言仅保旬日而已。旬10日，风如日中一仄，过其时则有咎，虽自以明旬外有灾，如日不得永在中天而不仄也。往未前进，有上者，有所希冀，求其高尚也。初九志在外，气于身，故辞如此。有上有字，言可有而已。且闻一臣上俱来，亦可谓前进上有救。盖以初九之欲，非果真主，虽有内卦正位，而非得时之君。此为能保其旬日无咎，而旬外有灾，初故求进，中人有救，是身借其物贪往也。以得时则有功，失事则有救。救与功在初故未定，应视其以后变化。如甚于所往，而凛然于配主之威严，则或有所慕；如轻于其境，而傲然于平等之思念，则将有其灾。此初九之辞，不及断其为即为凶也。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爻辞仅云旬无咎，则可推之所保者旬日；若过旬日，则有灾咎。亦初九刚无所因，下而求生，所持难衡，其害在后。借战者之配主之欲，非得时也。如魁欲主于象，亦非正道。不正之欲，其和不久，终必乖离。离本包复利与分离二义。初九之离，即初复而中分，使免救而后有灾。以风至大，不甘屈辱，即图生进，而恶于事位，利于时宜，外无其源，终失其手，故不克久，而所保至旬日而已。六二，风其步，日中见斗，往的宜急，有福发弱，急。宣圣讲义，此风六二爻辞也。六二离之中爻，亦其重要之爻，而为内卦正位，坤之得用所忌也。离为两阳一阴，阴在中，而主二阳，如人之目，金金之象，阳中之阴，为神水所存，照明一切，为事物之主，乃秉坤元之德，安贞之道，纯阴之精，实为生化之载。而象取日，沿离的坤之精，含章可贞，光明焕发，以成后天生化之源。此离中爻，即坤大用所见之位。风以离主全卦，则其代用一招于六二。虽全卦正位在五爻，而二五正阴，以共成文明之德。今上位正而非离，
原有异，却以六五故，亦与离同。是由名两作离，谓名士之本，生育之根。故爻辞称风其部，部草也，如毛如尾，俗多取以覆屋，故称平户曰布屋。即茅舍之意。上古无砖瓦，屋室皆编布以为覆，偏金以为墙。后世亦以砖瓦，而平者人其旧，是以称布屋为平者之居，非古也。布毛易长，诚实发育，便于包覆之用，得之既易，用之又便，能避风雨，遮日光，是由毛缟之利。太否称白毛，此称布，其意甚尽，皆取一身一貌之物，多功而少害，节取而适用，为凡民之利，亦足招天道好生之心，明日光发育之德。功极于天下而无劳，利则于民生而无费。且凡兹蔓延，有日之照临，雷雨之润泽，无不生，无不茂者。物之生益而茂盛者，正服于丰盈之意。五谷盛收曰丰年，原益草也。而不又教五胡亦得益用，不劳而获，不费而成。敝则益之，却则补之，边弃不难，败就不习，是以取以为喻。可见天之生物不择，日之育物不思。越见者用越宏，越多者功越朴。故不毛之属，皆人生不可少者。其丰也，及其功；其盛也，及其利。不毛之功利，即天日之德用，天日之财培，及人民之福利。此离秉坤后载之德，而失及诸人物者也。日中见斗者，日不明也。如云雾蔽障，天日晦明，则斗见；又如日之时，亦见斗。斗为心之大而益之者，本不宜于日中见，今乃以日失其光明而斗见，此反常也。以六二应盛，故有云雨之泽，以丰其部，而以光明之晦，乃见其斗。斗故心明，又可象良气之斗，亦可推为器物之斗。凡有丙有少者，皆斗之类，如水斗、酒斗、日中之斗。故指心，而推其意，则可包人之失明，在光天化日之下，而用其良出未入之斗，利人之不知，而为其未之行，诚实之多讳，而有利己之志，盖斗之待用，将以平人之思，正人之位。人而无思位，则可不用。是之奸巧者，更以斗取利，令其出而减其量，贪其入而加其容。此斗亦为害人之具，于日中见之，岂非阴昧之行乎？又有成物利之间，而归于生斗之争，因粮米之贵，而信于斗勺之利，是与必要与同。谋财者类，皆斗之咎也。六二之见斗，时宜预防之，以阳中有阴，而至于尽。故求往而得宜吉，宜有阴，阳真。如坤之阴宜于阳必战也，阴宜而成病，一心即也。六二之象，如人之心，天之为日，人之为心。心有暗昧，则宜生焉；日有晦明，则斗见焉。故宜与斗有相应，发于恐惧，根于忧郁，皆不光明坦白之象。故斗亦可推作战力斗漏讲，言心疑，则生颤动而莫定也。然以六二得中，
与刚有福，而能发育之，光大之，是以战疾；发弱者，其志颇大，其情甚热，如火之发，如雾之郁，亦与风其不应，不知发育，以阴阳之福，是攻之发达，亦刚柔之际。此其志能相信，而心有所上，与出之有上相同，则六二之柔的两刚以服而共发之，如日光之照，与泽之润，相继成用，则不以发弱，不服不济，则反害之，何与于风？此即战有福得，而夷极亦有福除，与大处欲与之极正同。宗主副注：风卦以离日为主，以静在下，凡卦之下，皆可主全体。言如草木之根，唐氏之处，必自此始也。下卦以出爻为始，出又根之根，处之处，虽勿用，亦观重大。刚出者阳的本，柔出者阳失邪，皆以阳言。不及阴者，阳生阴降，阴自上下为顺也。然卦皆自下上，故有阳顺行阴逆行之称。言出为阳者，其身自顺；出为阴者，其境为逆。逆者反也，反其常道也。以阴自上而下为常道，今反自下上，是变降为升，岂非逆乎？如水逆流，必由于外力之驱使，如风之激，如人之度，为逆水之性以成其用而已。故阳者上行为顺，下行为逆；阴者下行为顺，上行为逆。阳向火，其性炎上；阴向水，其性润下。此合五行之数，亦有顺逆之分。卦不必皆顺或皆逆，则是爻未断，而爻以出为本，亦由卦以下为主。如归妹下为兑，故少女主全卦；风则下为离，故日与火或电主全卦。其上之正，不得不随之。此归妹以凶从妹，而风以雷从电也。从者为后，故下为主。由君臣主仆之类，风以离主，故爻多指日言，以日为离之象，而分别言之。当取日，若合言之，则如象辞称雷电，电能同雷行，日不得与雷合也。今讲各爻，乃分上下各尽其用，则以日为象，不取电，亦不称火。非与象辞异，乃义利之大凡，有分合两讲，即应有主从两用。风以日主代用，而雷不过从之，如日后有雷雨而已。雷雨之来，原由日之真化，此亦如臣之听命于君，仆之顺视其主，不得先知也。风既先日，则凡有象，皆由日中见之。此爻辞有见斗见末之谓，明其行为害，感日当之，亦由出爻之过旬哉也。旬者，日之基，以天上之日，成人间之日。日行一周而一日始终，则日中，即一日之中，日之基，即日之丰盈，亦由日在天中。其光热备于平时，旬日之功用，亦时备于一日，然不可过。过旬则不复如旬中之丰盈，正如日仄，则不能如日中之光热也。象曰：有福发弱，性以发至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六二爻辞，前后之意有殊。前称日中见斗，
往的宜极，是不利也。后云有福发弱，又战急，人或不明，故深言之。62以一应在两阳中，原无待用之时，而以居内中爻的坤正位，则服于安贞之德。是以出不利而终战急，且即自贯全谣言，而实则有福来。故事文旦皆有福发弱亦与视之。盖62离之要位，因以少而贵，居中以御外，秉柔以济刚，此其德在福。福者如鸟之夫雏，必辞雄同工，而辞则任其孵化之劳。离之62，亦以福于两阳，而独任其生辰之德，故曰有福发弱。言有福以信于志，而发育以尽其德，此柔之本质，即坤顺承代中之志也。62之日中见斗，与94为异，以94刚爻，62为柔，本应暗之象，必会之时，日之不明，宜也。94刚爻，而亦不明，是日之失德，非云雷之咎，故世称其幽暗不明。62以日之必明，如黑雾之障；94以日之失明，如日之食，此所异也。而其害亦有别，故62虽得宜极，而人有福；虽往不利，而终战急，则本离之德，离自能明，虽一时之宜，不伤其后来之事。正如火则葵之遇雨则急，群夷亡也。葵由物事而一时不明，正如日之阴云蔽，苟云以作雨，请即复于清明，岂非其障已去之象？亦如今疑者，既分明真相，自无可疑也。风之62有福发弱，亦以得雷雨之后，日当复出，斗亦不见。若人目貌既去，宜即自解，更何忧虑？故宜即生于心，而发于目。人之目即天之日，日中见斗，由目中生义，皆障也。而以其福，启发其心，遂除去其疑，此所以终极。是文所称，与大有65正同。大有65亦离中爻，与葵之上为离卦正同。大有是文曰：绝福交如，信以发志也。亦言65能与阳符而相信，以启发其心志，不复忧疑。大有交如，与此发弱，亦有通义。交者交合，发者启发，皆沟通也。不通则不交，不交则不合，不合则不发。交与发原相应，而如字与若字异同，与干系替若近似，而在离65，尤多用若字，皆是其疑似未定之意。与大有65交如微如，两用如字一例，后天离居前位，日待天明。其德至昭，其行至肃。昭则易会，肃则易变，故不能定其象，则以如若自称之。言当其时则然，过其时则否。如日中易仄，仄与日中以大不同，故变化甚迅且甚多也。凡占的离者皆然。93风其配，日中见末，折其右弓。59宣圣讲义，此风93爻辞也。93离之中，中爻之始，刚爻刚位，未阳之盛。风之一日中者，即以93、94阳艮于中也。阳之旺，如日之中，而其德用，如物之貌，物之生育，必以春时。
得日之温和，与之配泽，以发育之，容养之，而后茂盛繁滋。此即天之生物，必驾日与雨泽，以治其用，成其德。故93称风其配，言雨泽之配风，多而生物亦随之丰满。与62之风其布者得较广，用越大，不独草也。凡有生者，皆沾其泽，此所以称配，不限于一草一木，亦不限于何类也。93人尧，人道之始，人生所需，亦有赖于泽之下配，人民之生育，有望于恩泽之普配。今而风，可见其生之盛，亦即在上者恩泽之周，而配自右兼有废自之意。人生之要脏，肺位最上，肺主气，而配其精义，化其水，达其静脉，通其水道。此亦如天之云雨，有恩则配师之功。日中见末，末者咸末也。水成聚而未没，亦由是也。云之为雨，则之大者，漏之成珠；则之小者，雨露者，皆是之下施，生生之源，不可少者。而日中见末，谓日真化之功。若由日炎，反害其民；而由生炎，则弘其德。故见末非咎，不过日中非其时，亦有咎。凡日之象，皆可视为人之目。故目中见末，亦由日中见类。目自从日加一，正以象日。人之目中，无故不得有所见。见末者，亦足避其名。是末字，亦可作昧字讲。有所昧也，明之有弊，则视之有亏，则动作不利。而动作先虚其右弓，以不明而折其右弓，乃失其臂助。人之手足，为一切动作所资，而又有要，右弓之折，所损大矣。既昧其目，又折其弓，可见93之灾。不恪守干替之训，而于众刚师中之救，如人刚愎自用，偏激求成，其害不炫众，与出之过寻哉。又有甚焉，而爻辞无咎者，乃自作之孽，无可救也。若果天之所为，则亦可免于咎。以天方风配其泽，当不忍下民之苦，则虽见末，终复其名，折弓中成其用。此风之本质，将以达其甚大之功也。然天道不长，人情不悔。93虽无咎，至所应上六，则战无人之凶。是不独不明，将无所见。不独折弓，将亡其身。其害可甚言哉。93与上六，一刚一柔，原得其计。而93过于自用，乃逢其灾。此干93以朝干细替，敦敦治其训戒也。昔世人战93者，多呼之。象曰：风其配，不可大事也。折其右弓，终不可用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93中爻之始，人爻之一，重在人道，亦以人顺天为训，则凡天道之乖，及人事之利，天时之不利，及人事之失宜，93风而未配，虽有则配之象，而被其则者，非如五谷之能生人，非如药材之能利民，既未及所配者之为重要生物，则可见其所成者，亦非属于大事。大事者，
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则祭祀之臣，一则民土之位，一为国之生存，一为邦之保障，不可忽者，故称大事。今93所封，不关于祭时，不属于军事，则由出四爻之部，其为用意渺小矣。虽配有余，则配失相，恩德普及，而亦寻常之行耳。难与于四戎之备也。此与遁93同义，而与奔履亦相似，皆所系之功，平庸之用，不足为封之大者。封而不及于大，必实之有位移。封者天也，事者人也。天不封于众物，人亦难用于大事，时也位也。以93重刚失中，而与94不协。失中为过，不协为孤。过则易干其灾，孤则寡得其助。此不可大事，乃冥界人之自胜。而若乎焉，贪于前，罔恤其后；至于德，罔顾其为，不审于实行，而贸然突进，不便于所备，而信然求成，则其必有折伤，亦可知矣。故爻辞既曰折其右弓。右弓者，人身要体，为动作之需，执时之本，不可折也。而尽折之，将何谓哉？失其利变之器官，犹丧其匡助之同类。如人一生，而失右手，生活必有所限，况他求乎？故曰必助。言其相依甚切，如左右手之相助也。失其右手，所余之左手，亦无力可为，虽未折，亦无用。故曰终不可用。以93妄行，昧于实位，为于天人，乃获此灾，则无救，乃言无所救也。封至于大，故易于贪妄之害。况93过刚而无所忌，独行而不知悔，则在右弓。有小焉者，盖利则难大，祸则难小，礼数然也。右弓之折，将且亡其身，不用之余，将或损其命。此93唯有自反于前替，以求其免救。苟不早圈，离正之间，不得进矣。火木之功故大，其害亦丰。以93对禹训之中爻，顺于柔则悦，本于刚则伤。两阳困两阴间，此其为日中见必会之象。无论为斗为末，失明亦也。失明而图大功，有弊而惜大用，其祸可甚言哉？宗主复注。93爻辞封其配。配字，亦说水草未配，又凡如水之流配者，皆曰配。而柔草风靡，亦若流泽之配，故配与服亦相通。如湿必服甘棠，言其叶之披覆，有雨之配然下垂，推之金配之配，何莫非垂配之意？皆取其自上而下，流配如水，则恩泽之配，正配自义中所应有。93之封其配，时以雨则下施为主义，而该一切垂复言，所配者丰，所负者重。此93刚德，秉离日之化，成雷雨之师，乃有之耳。日中见末，末自与与昧自通，昧谓为明。又斗心中之光会不明者，亦名昧。而水流成句曰昧，夫沤流末，亦从配自来。水配而后见沤，漏凝而后成昧，皆自上施下之责。以93、94、65互对。
卦对为泽，又主口舌口嫌易莫也。而93从62日中见斗来，时指暗昧者多，昧莫一意，如昧爽，即为明也。日中不得见之，见则可知日之必会，云雾之垂，如草木之复其叶，推之人道，则谓木之生益，有所障也。木不能视，则手足无所审，而有折伤之余，此折其右弓，故由刚过一舌，时亦必会致伤。动作必主于心，目之视，手之持，皆心之命。93听命于五，五味柔，故心谓之病，亦如63的宜疾也。62在中，故病生于心；93在外，故灾见于目与手，谓病异。而所以病则同。62得中，故战疾，以其有福；93失中，故有救，以其未胜。此夫子戒以必遵干替之训，方免于会折之灾。以日中而有审，则有同于民夷；以右弓致利变而有折伤，则有类于魁，以皆离之失也。失者过也，因风中护大过，故各爻不免于害。阳过曰大，过阳盛而后过，于人谓刚替假祸，于物谓多具招灾，故卦名风。言物重而用不当，人强而行过中，则虽独风，何以免救？此爻辞折则其未能干替也。94风其部，日中见斗，欲其遗主，即宣圣讲义。此风94爻辞也。94上卦之始，为震之初，即其主爻，而与93同为中爻，众刚不协，以93言，合乎既济与泰？而94则同于未济与否，此94之刚不当也。2与4同宫异位，2多遇，4多聚，故2爻之辞与4大同，而所占有异，即2得正，4失中也。然94以与65近，如出9之于62，有相得之情，虽上下不得其因，而有其比邻可亲。此出与4，皆有欲主之辞，且战疾也。风其部，日中见斗，亦见62爻讲解。以94虽刚而失中，与62之得正而未柔者，其必正同，故所风者不草而已。较93之配，谓不及矣。不生而见，虽风不足大用，日中本不当有所见，今以避讳而见斗，是失其光明。天下同谓暗昧。62如云雾之障，94如日之食，其不明义也。而94为过刚，非如62本为柔爻，因柔暗昧，时的所谓94刚爻，而阳光被夺，必会以盛，则天下同有幽昧之伤，日中见之，所谓昼晦也。日中而见所不当见，其为灾审可知。然爻辞不言凶，且有欲主之急者，以天灾不长，有可避也。日月之时，日月之灾，天下虽同会，而非无可趋避者。如夜之暗，有灯烛以记其明，则会亦何所害？所照在大事，而非关乎人民日用，故不言凶。且以94近于65，得其下交，故反战欲主之急，可见刚之贵的柔也。欲其遗主，与出爻欲其配主，皆指有所合。出合于62，4合于65，2、5皆正位。
故以主称。而六二在内，与出同例，易于匹配，故曰配主。六五在外，而反刚位柔，失其正位之德，不似六二之邪乎坤真，故曰夷主。夷者平等，山夷也，商也，有所血简也。如古称外邦日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合称四夷，如华夷，即中外也。夷虽不必属于外国，而非堂皇正大之称，由中国边远，亦以夷称，谓其不得与中原齐也。九四柔履正位，相夷狄之君，或者女后，臣下摄政之主，故曰夷。言有与人民平等，而教帝王简将也。以九四刚而御柔，下而得上，如强臣见宠于弱君，将正有的于领主，则其志不坚，其心意外。此战即由于动变来，动变则重刚反柔，失中反正，多惧反安，不用反招，此所以反战急也。相曰：封其部，谓不当也；日中见斗，忧不明也。欲其遗主，即行也。宣圣讲义，此坤氏爻辞之意也。前四句为何六二爻辞是之，而不在六二，却在九四者，亦以六二的正位，服于安贞之德，虽有风不见斗之象，就未立于风之待用。九四则以刚之失中，外而难退，其所遭之避讳，不得即复其光明，故特视之，言封其部，不及他良才者，有九四谓之不当，与六二之情不同。六二有其位，而所封止于部者，一则柔之为德不大，一则在下上属德之出世，则虽先封其部，将来或推至其他，而痛封焉。此出二封部之后，即有九三封配之辞，可见天之所封，正不止于部，且必由封而配施无穷。故六二是文无贬辞，而九四则尽以谓之不当，明其用之有限，不复其更大其用，广其德也。九四在外，外以内为治，与内以外为治者恰反。刚而求其将，正与柔而忘其身，皆逆也。逆则无功。而六二之能尽于九三，以大其所封者，使本卦之力，由下而上，本乎自然也。今九四重在下阴于出，而两刚不协，此虽逆行，亦将无成，故是以不当位也。日中见斗，六二以柔在下，犹亦复其光明；九四以刚在下，则难及反其本相。此事文称其忧不明，言其为避讳所困，而不复其光辉，则疑是日中之变耳。以九四乃正主爻，震雷之动，必云雨之时，震动而雷电形速，变化至异。此不明由于天之变，及木之审，日失其明，物遭其灾，则忧不明者，包一切言，皆幽暗不得光明也。六二离之中爻，原有光明之德，虽见斗，一时之障而已。而九四震雷之用，虽有电火之光，而非天日之明，此明亦幽也。幽者如长夜，如暗室，如地下之灾，如民间之情，暗昧不睹光明也。推之凡避讳易塞，郁久居幽昧，不得光明，形同长夜，无所适睹者，皆九四之象。
以风而极于优美，以大而失其光明，则所用反非所至，所成反为其害。虽风何足贵哉？故风止于步，其德以细，而日中尽优美，其道以为。九四之战，时风之师，战者得之，一自胜耳。然以正未动，得众行，果顺之，亦有欲而战急，是贵在能应变也。故是欲其以主急，未行之宜。行而后的有何？行而后战急，此正之用。有与离力相违，而与分离有气。93、94，重阳相接，志在上行，不恤其过，故虽不明，而无大用，却有欲合之极也。不过94刚过，正与93互成大过中爻，刚过一折，亦如93折其右弓，3折其首，4失其名，其损相类。失名者无目也。93见末，谓目之病；94不明，谓目之盲。是3有可视，4以失所度，虽欲不行，不可得也。以行而出于暗昧，达于光明，则人有其势力，而可御其外助也。风之为风，本离之名，和正之动，方成其用。今不得其名，为顺以动，动而后复于名。此是文以行字，明爻辞喻主战疾之由来。不速行，则终自困而已。何往？其疾哉！94与62，刚柔易道，62以守，94宜行。此坤与干之别也。干94亦以月渊无咎，贵在顺时以动，动而上者时之宜，动而下者谓之势。正前谓柔，而65的正，故宜于行进。进则可与65合，行则可离93哉。此爻辞是以喻其以主急，使战的者速行耳，则如斗勺之所至，为方之力，只是人之途径。果有行者，可取则焉。不草虽丰，不足留恋，日中虽暗，犹可趋避。以所避者，尽所欲者细，尽细勿贪，则远大犹可期。风之待用，源在远大，如物尽细，得无被风之意。此出与4战愈合，皆由行进得之。65来章，有庆遇，吉。宣圣讲义，此风65爻辞也。65全卦正位，而谓柔，坤之65，而当离外中爻。今本正之中，合坤离之德，其下应62，亦坤之正，离之中，柔以为用，内以达外，故爻辞称来章，与坤之含章相应。卦下谓往，上谓来，以成往复循环之数。自下往者自上返，如去与归，所谓无往于复也。65之来，与62成一卦之往复，而在外谓章，即招者也。得用兆垂，而兆临于下，由天之明明在上，而召回于空，照耀于物，的成天德，则所彰者，生化之功。坤以由下而上，故曰含章，明其顺承之道，从王之功。正则以得干之一体，虽65不利于坤，而其行当秉于前，故曰来章。明必自上而下，自外而内也。来而彰其德，则凡在下在内者，皆备其责。此以风之待用，
在合离日与震雷之功，震之为用，有赖于日，故六五来章，使本离日之光，成其雷雨之泽，而电火亦光也。柔之为明，大则如月，巽则如电。星月电火，皆自日有其光。星月为反照之明，电火为真化之用，以阳阻于阴，而后发其光明。如星月受日之阳而反其照，电火因恶于云中之阳，而泄为光，其为光不同，为明则一。此电光反射于天下，亦来章也。故来章者，反照也。上而照下，外而照内，无所不见，无所不睹，此大明也。而成于柔，伏于坤之原极，故曰有庆欲极。言来章之德，有可庆也，有其欲也。庆发于心，欲出诸口，此与各爻之指心与目或手者，其取欲皆自人身切近，谓其如人之心，主持大用。心阳在中，如日中天，日之中天，光无不照；心之中身，照无不达。今六五正位，当心之处，与六二阴，而互对之上爻，为口舌之象，是以有庆，且有欲也。正本离以成雷雨，又互对以为泽配，恩威兼治，仁义同施，则其战即可知矣。虽柔主正位，失其尊严，而得者生成，足明其待用矣。象曰：六五之极，有庆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六五居正位，动而合于明，故有来章之称。阳生阴降，果亦九五，虽伏于干之正，而立于卦之父。上与外卦，皆宜自负，以与下或内合得。风之六五，正以其柔降而合于下之黎明，故称来章。来对下卦言，章对黎明言，谓其如月能反日之光，以为天地之明也。故世文不曰来章之极，而与六五者，明其主柔道，是有之耳。柔能御刚，六五下与离中相应，柔以相从，虽立于卦之正阴，却伏于坤之全德。坤安贞而后载，有广深之功，代中之德，此风之代用，使秉坤德之道，万物莫与为，则其风可知。正如五湖丰收，虽赖天时与人力，而时系于土宜。土如不宜，虽与阳时弱，根资不谦，亦无所获。今风二五皆柔，亦有其土宜，而中介两阳，又识天日之功，此全卦以风明。而六五有吉庆也，是不及欲者，以既有庆，自得其欲；如有功劳，自邀嘉许。六五君主之位，以柔而称夷主，亦有其赏罚之权，治将之法，此庆欲所自出也。全卦皆以日中有见，未用之不足，独六五有庆欲，则以柔道胜也。三四两阳，过刚圆如大过，不能代用，而以二五两阴的正，足以济之于平，此风之得名，而有庆欲之由来也。上六，封其屋，布其家，窥其户，去其无人，三岁不敌凶。宣圣讲义，此风上六爻辞也。上六位卦之中，用之极，道之穷，穷则变，故风者至此，变未欠矣。
有疾者至此，便谓凶矣。在6294，皆称封其部，而上爻曰封其屋，不其家，谓不同，而谓用不同，其地异也。以不之封，而终复其家屋，是非如前之封于所生的矣。既由封部而致封于其屋，不非封，而转封其家，由屋言未封，由不言则以杀伤，是上六之部，类于枯草，不得称封。因不之祸，而盖屋多；因屋之富，而成家多。此封之用已成，其德已尽，其身已终。虽有封屋之功，而不能若栋梁之耐久；虽有不佳之果，而非如富润其屋之可称。是身之见者，臣用意见；物之陋者，所及于人之功亦陋。故不其家屋者，虽封无足称，而民之居兹屋者，以贫乏故，不能安居于家。不虽能避风雨之害，而人无安居自得之情，为封之用已穷，则复见其灾欠之象。此不屋犹在，而窥其户，去其无人，为屋故封，而空室无人，可见其凄苦之景。盖方为其身，逃亡在外，不得宁于家耳。家在而为存其部，无人而为见其户。此凶岁流亡之事，将何望于封哉？故曰3岁不敌，谓无见面之日。而凶3岁，与坎正同，皆人民离乱，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女离散，骨肉不得聚，村庄家户荒凉。此封之中，反为不堪其苦，则求封者，宁知之乎？越望其封，而越见其欠；越求其安居乐业，越促其奔走流亡。是谁之救哉？故上六之凶，乃至于封之过也。上六柔在上，原与初二反互为坎，乃有坎坷之趋势。而自午至初，本互离，上六为其中爻，则不免离散之悲哀。以风如日中，日中则仄；以上六正如日仄之离，离坎往来，则其后正由现旦之坎矣。其战凶，义理数使然。民之胜者，则会生焉；风之至者，则欠见焉。此风之后谓履，以不复家居，同谓羁旅，是先离散其民众而已，亦不免于羁旅之阶。彼离之伤大跌者，大同小异，皆其穷也。向日，封其屋，天际祥也；窥其户，去其无人，自藏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上六封之极地，封用已穷，而其志犹未肯降。爻辞封其屋，言其志在富，如天之德也。而不及天者，上六未柔，虽高而不克身，为下降耳。降则如屋之富，在天际则如鸟之翔。鸟之翔也，两亦复然，亦如屋也。不曰天上，曰天际者，明其可远而不可高，可近而不可上，遂作天际飞翔也。不称鸟者，不限于鸟，或并非鸟而能飞者，以其能飞，故曰翔；以其下覆，故曰屋；以其在上而未柔降，故曰天际；以其志大而欲凌空，故人称风。风而谓屋，即大其所覆之意。人之居天地间，上承天之父，亦由屋也。
天之所覆，云之所蔽，雷雨之晦明，皆如屋。故爻辞以封其屋称。言风本质深，而上以极；本质大，而势当降。如降于天际者，终必者于地上也。柔而登天，如小畜之汉应登于天，如箭之元见于陆，皆至上而人必下，至深而中则降。此封其屋，虽有如物之父，实亦一时之祥；虽有天际之观，实亦如布之弊。故曰封其屋，布其家。家屋亦由天之下，而其用由大而细，由远而近。可见上六之风，乃反于其所至，遂变为色未欠，而物不得其欲，人不得其身。有家而难安居，有富而不能自弃。于是相虑去此，而成流亡之象，不逃之情。故爻辞曰：窥其户，去其无人。是曰自藏也。藏者逆也，不逃者不敢自显。具有追逐者，而辞亦重在不能行。行与藏对，藏者不行。言上六柔降，如明夷先生于天，后入于地。入的即自藏，以其不克本风之志，成风之用，设而自藏。此求风者，反成吝啬矣。而如降者自坠，高者自堕，而有家者自亡，有屋者空腹，不复见其功用，则户内无人，乃相虑必遁之意。此风后未履，即遁逃于外，不于他方，而成旅居耳。故藏自非果逆不见人矣也。正如流离之象，不逃之人，不复坦然行动，傲然出入，如藏逃也。以上六风即反色，明至反晦，晦色之时，将何显哉？如日之中，而仄而昏，且入的也。日之入地，天之行也。亦如天际之祥，虽祥而中下，则所覆者亦随而失其弊矣。欲不自藏，将谁托乎？故是文以自治，明其事唯有自图藏弊而已。此爻之意，与下各爻相立，而其为因果则相应。彖称王甲之物忧一日中，即可知其中之有忧，而无可假借；即可知其日仄之不宜，而必谋自护之策。且门户任人窥探，家屋无人坐守，其为乱离之时，流亡之景可见。以雷火之盛，阳刚太过，一遇变动，离震乃分。故明者不明，动者莫动。遂合全卦而终于自藏。藏则可知其已晦，已不复能行矣。此风之极，大之至，不思其计，则谁与未保？如人交于前者，诺于后；似于此者，败于彼。亦礼数所必至也。中户大过，宜其先终。所谓过犹不及，即计之以虑，人未脱大过之害，而其至则以小，其行亦以坚，非如风之出矣。宗主复主，风下未履，风履往来，皆三阳三阴爻，而两阳在中，互成宜者，恰相对，是风履与节换，更为易往来。而中介巽对两卦，合成六子交错之象，在上卷以与大过往来，以明其循环之理。今风履皆互大过，换节皆互宜，是其循环不止二卦矣也。而一味养正，大过为过，中两者相反，由下经小过与中孚。
中孚之反为小过，时成正反之力。易经除乾坤坎离四正卦外，唯宜中孚大小过四卦，亦谓直卦。直卦者，一卦独成，不以正与艮、巽与兑，一卦颠倒即成两卦也。凡64卦，除直卦外，皆如正艮巽兑，一卦成两卦。故虽有56卦，实指28卦，合八直卦，共36卦，恰符周天之数。而上经30中，有乾坤坎离一大过6直卦，下经34中，仅有小过中孚2直卦，故时辰上下平均之数，可见文王分配上下，原无多少也。风之与履，与上经是科与奔，为同体卦，唯异其上下而已。是科与风，皆正合离，故是科利用欲，名伐赤法；风亦以行欲为重，奔名数正，无感折欲。履亦曰慎用行，不留欲，此其用大同。虽上下之谓异，而两卦之情不殊。山火为奔，火山为履，皆离与艮合，而四卦又皆离主之，离名而立，故四卦有闻名之象，复利之心，而有的有不得耳。风之与履，亦如是科与奔者，一大一细，一合一离，亦有集合之情，亦成散弱之势，故奔不可代用。履亦如之，风则至于大，物于远，亦由是科之得时有合也。胜者必替，强者中弱，故风后谓履。传曰风多故也，履寡轻也。今本物作轻寡履也。多故者不忘故旧，寡轻者失其清净，是相反也。多故者多助，故大；寡轻者寡助，故小。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此正风履两卦之别也。推之人事，则风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履如纣王，三人皆离，而称独夫。即在合与不合而已。合者，火雷合得；不合者，山火被明。故风多故，亦可解为多事多功。事功之成，必得大多数人之力也。而寡轻者，亦可作难进讲，言其实味，或其情性，不许进也。既于外者曰履，言无轻，故可进之人也。履之与风，正如孤之与众，斯之与公，其志既殊，其行不同。风则有可畏，履则不可进，故风亨而至于外，履小亨则急在真，一守一行，一进一退，自成因果也。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善书目录，善书影片，善歌，道之宗旨。联络我们，查询善书简体。易经正式下经第9册履巽兑换节。履卦艮下离上，宣圣讲义。履上离下艮，易三阳三阳，阴阳平均，与风同，而谓往来，以正易艮，而离异其上下而已。离谓两阳一阴，阴在阳中，正艮皆两阴一阳，而正阳在下，艮阳在上，反之则一卦也。故风履之意，即上下异其位，颠倒其卦象耳。履与风，皆以两阳互于中爻，互成大过。所谓大者过也。
亦即阳刚之过。阳刚护于中，而阴包其外，是本末皆弱之象。为风有离之一阳在出，履有离之一阳在上，遂与大过殊。风以阳始，故名风而称大，以其至深腾也。履以阳中，故名履而称小，以其无可尽也。凡阳皆生，生至极者反降，降而不降，则同于苞，谓其将自闭也。如瓜果之苞，则必自腐烂，不能长保其生存。此履以离在更上，亦如更一阳在颠，不得久留，遂沦为积履，故名履。履者既欲也，客居曰履。如浮萍，如游丝，无根无本，则将流逐湖底，此履也。言阳失其本始，虽居于崇高，而无可依系，则漂泊之忧，逃亡之惧。故履与风反，风得其助，履成其孤；风至于大，履趋于弱。风若人之多才，则有好众，势力厚；履若人之失所，则亲近离，行隐单。此传曰风多故也，履寡轻也。其别则在离之上下异位，离有复利与分离二义。在下则多复利之情，在上则多离散之志。以阳不可交，亦不可纵。交纵之弊，远近离心。在上则一生骄纵之心，在下则恒怀戒慎之念。此离在上者易，照离散之祸，息二之忧。如火则魁是也，而其往来挂烽火家人，则有家庭之乐；魁则成乖异之悲，同属离所谓。而义则以聚，义则以分。履之与风，亦由是也。风至上六，亦渐变于履，以上反下，成离之大象。故有天际飞翔，窥户无人之辞。所谓前之聚者以散，合者以分，而明者乃藏，大者乃弱。故风以中，风中而履始，履则离反自下上，而正道为艮矣。离艮之和，山火难明，盖与奔同体。奔则艮在离上，柔来文刚，上可自适；履则艮在离内，柔为顺刚，转以生疑。其情不投，其志自异，其地失正，其行亦为。艮为山而止于内，则无上进之心；离为火而焚于外，则成燎原之势。此履之不得多助，而若克于一乡之孤节，莫可依存也。履卦艮止而离明，原有守有位之象，而以艮益阳，与离之下爻连接，重刚失中，内外正位皆柔，不得相应。柔乃顺乎刚，以失其主位。正如人之失其居，遂流逐无定所，故名履。传曰风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履。可见履之由风变来，风之穷，乃失其居。如富者忽贫，必至欲其居宅，终至寄寓于外。此风上六虽封其屋，而去其无人。言有大屋不克自居，遂置家于不屋，以羞赧不能见人，遂自藏而逃避于异地。故曰履寡轻。言自别其亲友，而逃亡于外，遂谓羁履之人也。是风上六之藏，非隐其本处，而系为于外耳。以上有天际翔之语，游窜走天涯，不复袭其风大之屋，而寄居异土。
反为不编茅舍之忙，则前之富者，今变为平民；前之丰者，今变成寒苦，既失其安居之地，不得不成流荡之身。故季风以履也。犹卦言风上未柔，履下亦未柔，幽暗不明，相随而忘于刚。初二之柔，乃顺于三四之刚；六五之柔，亦应之顺于上九之刚。此履以刚在外而无家，如阳不得阴，男不得女，不相协也。奔则柔来文刚，得其相继，此奔为文明之象。而履有焚如之灾，其得失异也。然以同体故，风之与士科，履之与奔，其用大同。风之折欲治行，即士科之民伐赤法；履之民慎用刑而不流欲，即奔之以民数正，无感折欲，谓其卦用原本于原卦也。风士科以多人多物而益贞，故利用刑欲以平之；履奔以寡助寡交而少讼，故不必刑欲以苦之。且奔闻名以治，善自闻事，不离于法；履亦以柔顺乎刚，得守其正，克自争故，不甘于罪，故刑欲不用，是所必至。履犹行克无守土之志，无贪得之情，则到处为家，何所系炼？此离在外，有其自知之明，而更止于内，得其知止之道也。更山本崇高，而离火加其上，明照之功可期，而焚燎之害亦至，故履不可待用也。谓其如未忌火在上，言上而乖其地位，则无以治其生成之功。况下有两阴暗聚于内乎？阴柔之用，必得高明胜之；生成之功，必自交合见焉。故得天交泰，水火既济，皆刚下柔，阳从阴也。而履备势利，此其多离异而少协助也歟。然履故自有独善之道，以能止于内，明于外，则虽寡亲，仍克自赎。此彖称真吉，而占小亨。言小亨非大亨，则不通于一切；言真吉，非真利，则为守之得宜。守正则吉也，柔以为守，而内外正位皆柔，是秉坤安贞之吉者也。亦与风同，故虽护大过，而仍有亨吉之战。此是夫实的之所宜，人事之所是也。奔履皆细小之象，不足与于大用。习义者当先知之。履、小亨、履、贞吉、宣圣讲义，此履卦彖辞也。履以内指外明，明而知止，是有亨德，亨于一切也。而以山火备用，行止疏科，故为小亨。小字，承上接下言，履之用小，而其亨亦小。由言履之为道不大，则其德用亦不大，故曰履小亨。履以离在外，行之至，不协于止之情，不似奔之更止在外，故虽亨而小，而止宜于履，谓其不克守也。离心离德，虽有其位，不能一招居；虽有其重，不能相与保。此履之待用，唯履于外为宜，故曰小亨履。此履自与上履自阴，而异其意。上指卦名，下指卦用。言卦用与名恰符，则其所谓陷于羁履之行，亦不得失所守，守其行之谓也。行无定位，
自有其可守之谓。位即分业，守位即安分，安分守己，于德为真，真故有持，使成其德。此履以真而战己也。何之四德有其二，而皆不足，虽亨而小，虽真而陷于履行。如髡之力牝马之真，以权卦上下正位皆柔。秉髡之德，安贞之道，不得为也。为则非吉，故吉由真言。不真安有吉哉？履以刚中，大过在内，违反于真故，以守其位，方免于过。此亨之德由刚来，而真之德由柔见。柔得其正，乃有可真之机；刚主其中，乃有小亨之用。此火山履，上下虽不协，而中外能互调。如人之失其家者，果以忠信笃敬为重，亦无往而不疑。此履之所以的亨而战吉，正如言忠信，行笃敬，行蛮貊之邦亦可。故重在真，真则治其亨，亨而真，则客居亦足以安，羁旅亦无所害。盖失其所者，人得其暂留之地；破其家者，人保其寄寓之身。此卦名履，而在和民止之道，挟刚柔之情耳。全卦柔皆顺刚，而得内外之正。此可以无大过矣。论语所称数年学艺，可以无大过。斯本乎履之道，此无周游列国不敢自佞。盖与卜的奔者相应，奔履故同体也。用之于外，则为人文；止之于身，则为独善。而小亨不可代用，劳于行不敢自抑者，天之命也。彖曰：履，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利乎民，是以小亨。履真吉也。履之实亦大矣哉！宣圣讲义。此身是履彖辞之意也。履以小亨称者，以卦中柔的内外正位，而顺于刚，言二五两柔，中指六二，外指六五的自贯中外，以乎自分内外之界，以卦自下上，先称得中，次及得外，皆正位也。而柔秉髡，时以六二为正位，今六五亦柔，犹曰得中位，且兼外正位也。柔降刚身，四不相得，而卦上行，自下言，是皆顺乎刚。初二之柔，顺三四之刚，六五之柔，顺上九之刚，则刚为先，柔为后，相随而进，如水之顺流。刚不能辅以下柔，遂失交泰之用，既济之功，故为小亨。不以泰之大亨也。更止而利乎黎民，阳以从阳，虽止而不克自止，乃随离利之意，以息于外来之民。离有光明而在外，更善之止而在内。上不能卑以自牧，外不能高明柔克，此履以不能代用，而称小亨履真吉也。履而有所止，行而得其名，故上曰小亨，下曰真吉，皆属于履。是非履者，不得有之，故卦名履。重其为机遇而无家也。以丰至于大，而行以穷，则欲不克于外，不可得矣。故生之曰：履之实亦大矣哉！以履之为履，实谓之。实也者，前因后果，而系于位，者于行，成于变也。以履成风来，风亦中刚，
而内外正位皆柔，此谓之同。风之求大而出欲配主，似欲来主，至上六而天际祥。虽风屋而不其家，虽有户而不见其人。此行之至，而数之变也。盖未失其正，而刚过乎中，则不克常保其尊荣。至目于外，而行动于躁，则不觉失其故居。数当其穷，气至则泄，理至则谦，则不得不变其旧而图其新，弃其本来而暂期于羁旅。此旅之道，因风之极，而为时之一役者也。故旅之用，时异也。如人之为客，必有其时，果非其时，流亡逃窜，时以凶矣。何亨吉之战？今战亨吉者，因乎时移，而得旅之正也。苟不审夫时，不知其变，贪于权位，溺于安逸，惜其久大，而被夫穷变之术，立乎迁徙之礼，是将以履道而自宾于为王，以忘其真，而不是小亨之戒也。则刚过而自焚，同仆资府皆丧，将何以遂其旅居亨吉哉？故是彖特以时义之大，为旅之所先。旅而顺乎时，因夫变，则旅何害？风之永大，终乃就于小；风之至远，终人失其居。此盈虚消息，与时偕极者也。人之客欲于外，何非时势所逢？亲友不闻，孤节自保，云山调句，俗上悬殊。此羁旅多悲伤，而愿皆时之不齐，命之多舛。非是彖时义之所止乎？更止不得止，而立乎明；正位不得安，而顺乎刚。其势所迫，及时所畏。山上之火，明于远而避于近，故旅以机遇为其所至，设不求风，何至谓旅？此二卦谓往复，即因果也。战的旅者，即借求风，自服于小亨贞吉矣。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行，而不流欲，宣慎讲义。此履卦总象辞，生彖辞之意，而明人道也。履以艮在离下，为山上有火之象，离故可向日或电；而在山之上，则以火为当。以日虽若居山之上，而不久留；电虽可发于山之巅，而必在雷雨时，则不服于履卦之用。以履为机遇，而卦以下为主，上为宾。如客之遇于此地，必有其暂弃之所，必经历一定之时日。故日与电，不得如客遇。为火则可比类为遇。山上之火，照远则明，视下则暗。光之所及，越远则为，越近则散。为而散，非明之志。此履之用不可大，而其时不可久。久大则非履矣。暂明而不久，暂流而不大，故谓之履。言非其本居，不得安其心，而快其志也。此象辞是卦名之由来，亦即指卦用之所在也。君子以仁顺天，以行应时，以义治世，以道成德。故于履则与风异，风重行欲，言以求其平也；履则以明慎用行而不流欲，言未慎于行也。风至于外，故对物明平施之心；履至于内，故对己先明慎之戒。虽同一用行欲，
而风属于开展，履则求其收缩。此与同体奔同而有异。奔以外指内明，人闻之象，故无感折欲，是有形而不用也。履则以明于上止于下，与奔反，故名胜于形与欲，而不激流。言虽用，而物审约也，则以履欲之情，暂时之所谓，权限之所至，仅急于细尽也。用形以明胜，其无大过；欲之不留，其免后患。既尽其权时之责，复不疑他日之忧。此履之用，以真的极也。柔而顺乎刚，止而利乎明，故不敢疏忽，而有所纠牵。明以断其真，胜以治之平，则欲不留，而灵与可尽，下皆得其情，是无不力绝。此君子于履，善体其小亨之道，而服于贞吉之战矣。初六，履所所，思其所取哉。宣圣讲义。此履初六爻辞也。初六在下，而未柔。坤履霜之时，以艮之止，而履之始，故有履所所之辞。所所者，细小所写，不大方也。履之象，非如在家之风。初六乘风上六来，以有风屋不佳之情，窥户无人之象，是由风而色，由大而细，不复堂皇光大，故有所所之称。以失所居，而为所所之旅客，则其行之穷困可知，行之不遇，身之有甚，志之不达，害乃实质。思其所者，言应的也。所意指所处言，以所所而履行，则事事为穷所迫，在为人所侮，宜其随所至而取灾害也。取由兆也，柔而在下，位卑而视为，乃欲因上之九四，顺承之至故善，刚暴之害难逃，故以所所而取灾，亦如诗云自宜一期者也。坤以安贞之道，犹有履霜兼冰之余，况履之刚中而失正乎？虽有六二之位，不得具三四之刚；虽有九四之阴，不得免上九之五。此所谓柔顺刚，而反为刚所临也；柔降也，而反求生进，是自屈穷绝，思灾害不能幸免矣。象曰：履所所，至穷灾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言出六卦之始，故不得为穷，而柔以降为至。今初无可降，不得不反求诸身，是当时之穷，而非履之利。以履至于行，而不克守，守则非履。久履不行，思反克为主。今既明履，不得无行，行而为实，灾害必至，亦称大处时也。无妄灾也。灾即由非时来，时之不宜，灾何有免？此初六之履，是为柔之穷，即位之极也。极者位也，而该时，故柔之穷，及时之穷，亦行之穷。时而不行，犹可自脱；非时而行，思取其害，故曰至穷灾也。言其行己所至，行之穷，即至于穷。至于穷者，悉能免于灾害乎？可见初六之履，实有其取灾之道。欲不逢灾，则不得至于履行，而时势迫之，人不免于履，而成所所之情，斯不得不取穷绝之灾矣。
以下更虽知止谓无咎，今以履称，何免于哉？故曰履所。亦名其有不以之苦心，而系迫于时事，又于天数也。62. 履及次，怀其资的同仆真，宣圣讲义。此履62爻辞也。62内正位的坤安贞之德，而有柔静之用，更至以合于坤静。此道所服，未有守有位之机，而以履至于外，不得不履行以成其用。有位亦暂安而已，有守亦全保而已。故爻辞曰履及次，言就其所在，而履居之。次由地也，俗称所居曰地，如门第、府第、次第，及今之数号，以假以分辨其所居，曰次者，以别于其本居也。如今曰客次、履次，皆指所欲的言。及者就也，就于所欲也。履行而得就所居，时由62之有位可守。所居虽暂，而得少安，亦服于履之意。履故不得以久安位置也。以柔则虚，虚则能容，则善受。故曰怀其资，言有其财物也。资者助也，凭借也。赖之以为用曰资，如资产资财；又虚之以成事义曰资，如资于某，皆有裨益于所行也。今62怀其资，可见其有利于履行。行必以资，否则虽欲行亦不可得矣。62居中而切外，有的同仆之相，称同仆而不曰成年或他履者，以柔爻未成道窃道，非丈夫之欲。与遁93处臣妾疾，不可待用之意相近，以其不能待用，则所得者同仆而已。然既得同仆，足见有功使义之人，虽履亦无苦，而以62体坤，故曰真。以真皆物，所得亦真，则真自连上读，或令读君可言得同仆之真，以善其事，亦以己之真，以成其用。此62如在内之主，能自守正，兼使人正也。象曰：得同仆真，终无有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62之正，故能得同仆之真。真即正也，而有操守，不轨随也。女子守身曰守贞，同仆守其本分，不朋比位间，不狡狎其主，即守贞也。下能守贞，必上之能持正，故曰中无有也。言上下皆正，更何谦尤？62在内之中，如人之心。心正则四肢百体无不正，心邪则四肢百体无不邪。62得其正，则以下之同仆，亦莫不随之而正。此履之服于道者，而以位时为本，宜其时，守其位，则虽履居，可自安疾。盖有坤安贞之德，以弃夫更止之道也。但称真不曰吉者，以履不易战吉，积履于外，流喜无定，虽获暂安，不足称吉，故出与三皆不利。唯62以真免灾，如不克真，害亦随至，上望疾乎？亦重正位，位有其德，德与位称，用与时宜，斯谓吉矣。62于他卦多吉，独履不言者，可见履人之多奸，而在外之不义也。初二皆柔，二胜于初，即在中正。有位者得中，诚实者克正，
此各卦所同，而履有爻，观以后各爻，则可知之。宗主副注：62爻居正位，丙坤德与遁93处臣妾极相似。遁93亦以下位62，而93处之，此则本爻62有的同仆之象，皆与传所称地道无成而带有中，谓成道也。其道也，不得自专，则随人以从王事，服于其位，立于其时者也。履本在外，而62却的正位，暂期其居，是以的同仆而协于真。真者安真，坤之本德，62之大义也。是文更以中无由三字，申是代中之用。言至中无迁由，则可服于履之正义，虽失其居，而仍有同仆公使令，足见真正之要。真即正也，守正不二，曰真。62有守，故以真称，而免迁由，以弃于中。93履焚其次，丧其同仆，真立。宣圣讲义，此履93爻辞也。93中爻之始，与94重刚互于中，成大过之象。此所以不如62之极。62的极其次，而93乃遭焚如之灾。62的同仆真，而93乃丧其仆真立，皆相反也。62丙坤之正，不失其守，故得之。93本干之过于刚之害，故失之。虽同为履而所欲大殊，以既欲而焚所致，以在克中而丧其使令仆役，则其为不利以可知之。以刚位而逢刚爻，过刚无语，宜其多逢灾害。真利云者，言虽有守真之心，而不免为利之志。此二字应连读，以真正而有为害，则不真正者，更可知矣。因93近于62，故有守真之思，而同于94，不得避于为利之灾也。利兼自利自利，如能见为之惧，见害思避，亦可以中反于62之真。若不然，则得失无常，祸福莫定，其为履之灾，恐有甚于此者。象曰：履焚其次，亦以伤矣。以履与下，其义丧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言履克原流离之时，而所暂期止之地，又遭火焚，其可伤甚矣。以与以古通用，以伤有以伤，俗语太伤之意。过甚之辞，以履与下，言93欲进于正，则必反攻就下，是弃其上进之志，而图归体之情。前继不能，退又不甘，是以彷徨踟蹰，进退维谷，而遂丧其同仆。故曰以履与下，其义丧也。言不得上，而与时从以降下，则其丧失亦已矣。盖履至93，非出门时，已进于中途，而即思反，欲更为前进，而又不能。此所以有患的患失之心，终亦必失其所而已。此亦自明爻辞立字之由来，为真而立，时时为所宜，不得中正，而强求进取，则将不免于为。况举足不定者乎？自62至94，互训主进退，故有失据之战。94履于处，得其资辅，我心不快。宣圣讲义，此履94爻辞也。94外卦之始，离卦之初，以离利之情，
存离散之志。此与下卦诸爻有别也。下卦23称次，94称处。处字与次为异，次者资也，有所及也，而由近及远之意。处者往也，有所止也，而暂息不前之意。盖由卦言：下未往，上未来，故由出至3未进，自上至4未返。然以爻言：阳生阴降，阳进阴却，94阳爻，故不进不却，而暂止于一地，乃曰于处。得其资府，履中所需。资者助也，与次通；辅者辅也，与辅通。皆旅客生习必备者，资以备用，辅以备时。又辅精卫悉心用，一时引所需，履中得之，可以暂住，而非常安居也。故曰我心不快，言虽得止息之所，资辅之用，人不快于心，是旅者恒情，为其不得久安，与在家亦也。凡积旅于外，唯行义与伤甲未多。行义者，官令之迫；伤甲者，利计之求。不得自来自往。若他人积旅，恒为一时欲克，安得流连忘返？以异乡为乐土，此心不快，知其身安而心苦，行在而神驰，从不及归，一徐图去。故94于处，非志所得，而资辅；非心所快，一时之所为。苟保其身息，一地之所留，孤谓之徘徊而已。如游山者，沟流数日；观水者，溯回其间。不过少作止气而已，何有快于心哉？而94且较62易，柔得中位，方与94宛尾周旋，为之直之，以用精细。此94之原居原处，而非原的我所也。9462同宫异位，在外者乐返其故乡，未克者思归其家里。此94必下进62未快，而93阻之，疑其不安于心，不乐于所处矣。象曰：履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辅，心未快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94、93皆中爻，而重刚失位，4位柔位，而刚履之，故93未得位，而94未得，以94痛未继也。若亦64则未得位，不得位而约处，可知其不得已也。非所处而处之，非所居而居之，是以离而就更己耳。离在更之外，则不得其止之道，此亦不得位也，无可受耳。及资辅之德，乃非分之物，亦不可受而受之，亦不得已。此所以曰心未快也。非其所应留之地，而尽留止焉；非其所应有之物，而尽取受焉。外若相宜，中心实苦，以履无安居之位，克无应得之财，既于所履处得之，苟非人之周济，则为己之盗窃，是不服于义，故不快于心。而94以羁旅不得不受之，则其不得已之情，亦旅者所不易免。93之失者己物，94之得者非己物。得失虽别，其苦正同。以重刚之灾，太过之咎，乃不克久。离而加于艮，外而备于内，则行止皆不能。况互训与对，进退相争，口舌相讼，出纳失其正，
卑亢乖乎中，故三四两爻有此战也。65. 摄志，亦使亡，终以欲命。宣圣讲义，此履65爻辞也。65离卦中位，而本坤德，在离曰黄鹂无极，与坤之黄长元吉，皆以中正之德，安贞之道，有以治之。履之65亦然，而下位艮，中户大过。65、62相应而不协，重柔而失正，又当太过莫弱之位，不胜其刚，乃将心顺从其下，此65之用，不似坤离之战元吉也。且以刚加以柔，上有上九之害，如人之有敌，物之有阻，故欲以摄志。摄者杀之机，志者非之属。因65是上九如志，而吉之也。然以柔不胜刚，下难胜上，虽有功在手，而一使不存，一使亡者，言无一使也。亡古通无，一使之亡，可见摄之不惑，而志且非逃矣。离谓至鸟之志者，即弱也。又若曰志，或作志，以其力不充，势不盈，毛羽不丰满，飞而不能高，去象而不能远也。然有文采，可称文明之象，离日之所累也。以65居于中正之位，不得其刚毅之用，柔而在上，被迫于跋扈之臣，遂不得不执弓矢以射，射不得志，而一矢不留，其无功可知。不过本柔真以待人，居中正以御众，上顺乎刚，以亚天修，乃得其中，以获欲命。此离不忘坤安贞之道，亦征战之功，而发为文明之德，光照之用，故亦如坤之大忠，受上之欲命也。坤以臣妾之道，顺承君夫之命，不为不推，乃成其欲。此65虽摄志无功，而待中有欲，可见柔之为用，在善顺承也。全卦皆以柔顺刚，65上顺上九，天人相济，中外相洽，则不在公使之争，而在揖让之礼，不忧摄志之无惑，而重欲命之有终。弃贤系以言和，处五备以讲信，和则得其计，信则服于亨。此履之待用，在自责而善毁其所谓也。以艮在内，自反以止，则免于离散，且成其文明。故65柔而主持全卦，斯或欲命以终矣。象曰：终以欲命，上逮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65的上九之下，及而受天之休命，推之在下位者，亦以的上位信任，而为君上之荣命，不可逆于65正位，只为65所发之命。如以65为君位，则不得称上逮。上指在上者，位高于我者，则65之上，为上九位高，且以阳居尊位。正如履元吉在上，皆本干之上九来。五上皆大位，五近于人，近于人中之主，故人主称天子，名其在众人之上也。既以上五位受欲命者，则欲命必自上发，则上九也。大处上九，象天之渠，即明示道上皆于天，天命下逮，即天爵也。且谓欲命，更在君之上，为上天欲命，必以正位得之。此65有事战，而以下各爻无之。
逮及也。上逮者，上而下至六五也。中自最要，名欲命之极，亦至六五中。柔道大中，地道代臣。此五爻虽君位，而柔爻不专君命也。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好跳，丧失于义。凶，宣圣讲义。此履上九爻辞也。上九全卦之中，亦旅途之穷，故爻辞如此。此鸟字，与六五志相应。六五位柔在下，故以志为玉；上九位刚居高，故以鸟为玉。以其高飞，而巢于巅；其地虽崇，而为亦随之；其位虽尊，而优亦甚焉。为优之时，而属于羁旅之人，其凶亦可知矣。鸟焚其巢者，离为火，而自上反出二为震。为木，火在木下，正如巢之被焚。且上九阳在高处，全卦火在山上，合而言之，乃成焚巢之象。鸟之巢焚，是失其居；人之旅者，亦失其所。此先笑而后豪跳，与同人之先豪跳后笑恰相反。同人以先疑后事，旅则为先乐后忧。盖忧疑生于而寝，而笑啼变于须臾，以为穷则变也。至旅人者，民其哭笑皆为寄居，失其所寄，而将西归，则不得不哭焉。与前各爻得其安处，指其次者大义，而上九之灾，不独失其旅居，且兼丧其牛。牛指所处，与遁之丧阳于亦大同，以牛易阳，离与干之别耳。丧牛者，离卦之中，离用之穷。有牛而丧之于义者，民不当丧而丧也。场所非野林，翻乍非旷的，而尽丧之，是非旅之灾乎？此爻虽有鸟焚其巢，丧牛于义之战，不必视为相连极者。盖爻盖指所象，具见其二，或仅见其一，而在旅人战之，故何？苟非羁旅，或丧牛者，不必在客中也。与无妄之失牛，行人之德，亦恰反。无妄为行人之德，此则为旅客之灾。如牛非旅客己有，而因失牛疑为旅客所窃，亦爻中应有之意。无妄为一人之灾，此则为行人之祸。故战凶，指旅人疑其后好跳也。象曰：以离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义，终末之文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原本以履字，因为离字之讹，言履卦谁在上也？火在山上，其义必焚其巢。山上草木皆能燃烧，则木上之巢能独免乎？鸟巢且焚，旅居不保。此离上九之象，与徒如其来，如焚如死，如气之辞相应，皆火自焚。推之与云，兵有火也，不及将自焚，亦可相正。而丧牛于义，终末之文者，言丧者不可复得，一也；丧者不欲得者，二也。则丧牛于义，故牛主之灾，亦其被夷之旅人之祸。以不闻而被夷为窃牛者，则正与无妄之灾同。彼为一人，此为旅客，既不闻其名，又不闻其行，事初不知其有，后不知其失，而皆不知闻，乃受窃牛之嫌，则其凶可知。
是文以中自明其源不相闻，而竟如同人之疑，思履之穷矣。权卦以失所谓无可待用，其穷更逢其凶，可见火山履，与山火奔异矣。以履由风来，风变为履，越行越穷。同仆以失，鸟牛亦丧，则孑然者履人而已。此上九之凶，乃履之中，因履之穷，而介于履，则先以警斥于风，故履后未巽。巽则伏处不复出矣。宗主复注：履卦之用在与离相应，与艮相射，而同体奔卦，犹为宾主进退之象。在外为履，而志恒思内；在内为奔，而情恒求外。此因艮与离原异其去也。离以光明外显为本，艮以清净内止为先。故艮在外者，有退守之心；在内者，有坚固之志；而离在外者，有飞扬之举；在内者，有发散之情。奔履二卦，以离上下，其志乃殊。奔如光在室中明极于外，履如火在旷野热散于空。故奔为人文之象，履为流亡之情。聚散殊途，盛衰易逝。而履与遁大处亦有关联处，则后天离代前，而皆合艮。干支与艮，正似离艮之合，故奔同遁。而履进大处，大处93，日咸于未，利有攸往，是曰上合至也。履93，履焚其次，上九鸟焚其巢，而6、5曰上逮也，皆与相应，为大处的时，其行也利；履则失势，其行也穷。此其别也。系月大处讲义，自知履行之间，大处之间真，正如履之真利也。履亦以失所而漂流于外，为叛人之助。其情可悯，其境至为。大处以有才，而周游于外，其心快意，其志安徐。故大处有良马之逐，而履则牛丧于邑。大处有余位之危，而履则同仆祭丧，终以好跳。亦言之，大处为富贵者之出游，履则为离乱时之逃遁。此形同而情志不同，作客同而忧乐安危不同也。履之上九，下阴93，内外重刚，与大处同，而中隔2阴则不同。故履之三爻与上爻，皆有焚如之灾，与离卦阴，可见艮止不能胜离散之情也。离而在上，不可复止，遂终以分离漂泊。此履人之所悲，乃不能免焚如好跳之苦，况以穷促招人之一计，丧牛于邑者，而以不闻受无妄之灾。明者反为不明，聪者反成不聪。日仄之光，亦近黄昏，聪明之境转无闻见。此履之上九，虽以离在上，而反失其明照也。明以入地，谓之明夷；火以上山，为自焚毁。甚以哉，不可过也。过犹不及，而害则非不及可比。日中则仄，月盈则食，宜其至上九，无复成其光明，达其生化矣。履诸物，未得之明，似于身，未灾之起。火不及者必自焚，此离日之穷，必至自焚其身为止。故是文曰其一焚也，言其焚夷也。巽卦巽下巽上，宣圣讲义，义之纯卦，现为巽对两卦未讲。
按周易八卦方位：上离带乾，下坎带坤，东为震，西为兑，此名四正卦。而乾坤巽更为四余卦。合伐西方位言，则震巽为兑，艮兑为兑，是讲震即可兼巽，讲艮即可兼兑。而在文王64卦序，却以巽兑往来，与乾震艮往来相错，则本颠倒同体，不取对象也。巽一阴两阳，阴在下；兑一阴两阳，阴在上。是一卦颠倒为二，与震艮同。由八宫变化次序言，巽自干出变，故阴在出；兑则坤在变，故阴在上。若艮变上爻之阴，则成乾矣。巽出变阴，艮二变阴，再变艮上爻之阳，则为坤矣。是巽未出干入坤，兑为出坤反乾，一往一反，亦相对，而所行不同，故八宫次序。干宫出变为天风姤，即变巽也；而坤宫五变位则天绝，即坤中反乾也。巽以阳出受阴，兑以阴将成阳，故巽日进坤而称长女，兑日进干而称少女。谓女同，而长少不同；谓阴同，而所近远者不同。此巽兑大别，与震艮之以长男少男不同行者相应。巽始而兑中，皆阴之行；震始而艮中，皆阳之道。阳生阴降而卦自下上，故巽与兑在后天一阴一阳，与震艮之一阴一阳同。不复以先天男女分阴阳者，正以其行之远近，其成之属类未判。巽虽长女，而不克代坤；兑虽少女，而能与震对，此其在后天。兑较巽重，而居四正位也。若64卦中之巽兑，以由3爻重为6爻，其象大异于原卦，合为4阳2阴爻。巽之阴爻在初4，兑则在3上，刚柔皆不协，而巽先柔，故谓浮；兑先刚，故谓健。浮由入也，健由出也。入者自外而内，自上而下，言巽之阳，从阴化也；出者自内而外，自下而上，言兑之阴，从阳化也。盖卦之本在出，末在上。巽阴在出，兑阳在出。阳主身，失其本，则无根。此巽为阴，兑为阳，由其爻之位变之，两阳兼一阴。巽则阴的时，兑则阳的势，故兑与巽，谓阴消长之机。巽消而兑长也。震艮则谓阳消长之纽，震之初，谓阳始起；艮之上，谓阳之中。而巽震先天相对反，一阴一阳出化之象，天地变化，皆自此2卦始。而兑与艮则谓中臣之时，天地中臣，皆艮兑主之，而亦重阳，故艮谓臣中臣始，不及兑也。艮为阳中，兑为阴中，其中同，而阴阳异。此中比始，此长比消，举其一，则兼其二。兑之阴将中，即阳之既长，此兑为太阳而同于乾。乾坤者，一之门户。巽由之以入，兑由之以出。入者日就于暗，出者日望于明。以象言之，巽为风为柔木，以其气变动，而情曲者也。兑为则为金，
以其得河流，而体凝固也。对主口舌，未说言，则是之象；训主顺行，未进退，则讽之象。此其大概也。而训与正皆象木，正则刚木，如乔木之属；训则柔木，如灌木之属。草竹之类亦训也。正谓雷，阳之动；训谓风，阴之动。雷发于地，风行于天，其所自异也。训之四阳两阴，如鸟之两翼，交聚空气之中，翱翔云天之下，而发于上，必顺以下，故曰入曰服，以刚随柔，阳从阴，升而降，远而近也。对则反是，训以训退，意亦通。训让也，阳让阴也。高者自下，亢者自卑，如人之屈服，不复倔强，柔顺相从，不求高远，是谓之训。又选也，有训让，则有推着，故推训之用则谓选。有所取舍曰选。拔其一，抑其余，尽其良，退其有，如选举也。而必先之以训，不训则不成选。无所争别，何有去留？无所推让，何有拔擢？此相进退者也。故训主进退，进其所宜，退所不宜，则所选者尽善。故训之风行，拟于人之教化。教化者，立其善，去其恶，扬其良，逐其暴，以示于天下。莫不顺之，如风之加于草矣。故训者美德，天以之和，人以之平，不偏不私，以身以诚，思达于道，而有小亨，谓其能委曲尽力，安徐或攻也。其为此意，以详前讲二卦中，不在极。训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忍，宣圣讲义。此训卦彖辞也。训以四阳两阴，上下正位皆刚，与风履恰反，故风履刚柔相从，而柔得正；训对刚柔相从，而刚得中。柔以顺刚为治，刚以先柔为用，而训则刚失其本，与对反。故训虽以阳居二五正位，而其本不固，出四两阴兼之，故辞称小亨。言不能如干之元亨也。称小者，训顺而训，谦卑自处；柔虽失正而得势，故谓小亨。言所亨者不大，有所限也。如鲲之力，仅及于地，非干之能行于天也。故所占力亦有限，力有攸往。鲲之行地无疆也，力见大忍。干之得履普及也。训以干出变鲲，而鲲得时，故谓干者半，谓鲲者半。柔爻虽少，而刚不能与争；刚虽得位，而柔转能与抗。出四之位，足以接二五之中也。卦中护火则魁，与对护家人相对，魁为乖格，二者不相合也。火则本相嫉妒，水火相制以成其用，而其情志不协，故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魁格皆然，格以火在则下，破而变格，故名格。魁则火炎上而则润下，各异其去，越去越远，故名魁。训中护魁，可见中之多猜忌也。而柔以不得正位，不得不暂从顺于刚，
此彖辞小亨之由来。而利见于有形，与见大忍，有攸往者，行之宜；见大忍者，敬之极。是训有其利矣。而不及元真者，元未始，刚师出无始，真未终，柔师上无终。故四德为利与小亨，亨无元不得称大。如大亨以正，乃元亨之别称。履之用小，所变未训，其亨亦小。以履居寡轻而少助，不得不训，故以训祭履。履以火在山上，火炎于空，亦善动其气，而风生。训谓风，风之既离，即俗所谓热极生风也。热者上升，冷者下降，一升一降，乃成风。此训风由升降成，亦即阴阳进退之象。故训主进退，有退必有进，有降必有升。此利有攸往，行之宜，而必先有至。利见大忍，升之进，而必先有降。自下而上未升进，自近而远未行进，皆训顺之德，先能进下也。大忍者，在位之君子，出四阶二五之政，故有此战。而两阴交于四阳，如鸟毅然高举，阳以切阴，升以西降。此利有攸往之象。是柔虽抗而不及反，刚虽强而不自离也。中互离对，对克从离，故成复利之用，而为训顺之行。训以为本，顺以为先，则无往不疑，无求不得。利见大忍，可见其有功矣。彖曰：重训以生命，刚训乎中正，而治行；柔节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忍。宣圣讲义。此身是彖辞之意也。重训者，以重三爻之训为六爻也。训象风，风行草偃，以辟在上之教命。教以化言，命以从言，时即义也。古者天降下民，作之军师，军即师也。命即教也，师谓之教，军谓之命，军命之班，即教令之行，皆取法于训风之朴备也。故曰重训以生命，重复叮咛之意。故曰生。凡教与令，重在人民顺从信服，其不从不服者，重生之至于再三，必其同领会也。如天之风，非一动即已，徐徐吹拂之，使无不顺。草上之风无不掩，君上之命无不从，是即顺之至也。训之至也，为训以顺，为命以行。训命之家，天下乐服，以其柔易中人也。柔以感其心，训以其其腹。上训下训，斯同训矣。故卦用重训，谓有上不顺而下顺者，谓有上顺而下不顺者。有之则非教也，非命也。教出于一，命出以成，一成不二，斯服于政。后世有不一以教，不成以命者，民虽强从，而心不服。此乱之所皆。政自是以语，教自是以徽，故亦以重训生命。民教命之不二，重之不移，生之不改，民有事从，天下大顺。此上治之事，由训以达之。上训以正己，下训以正民，上下自正，无不正矣。故训上下正位皆刚，是以刚训乎中正。
言刚在上95位正，在下之92，则非刚之本位，而以干易坤，是坤柔之巽也。故称刚巽乎中正。言以95之刚，而得92之巽，合成中正，以推92得失普及之教，而成95刚健闻名之功。故彖曰利见大人，秉乎前也。干出交坤，刚出巽柔，其志在外，故曰至行。将推至无将也。风行于天，而得受之；命行于上，而下受之。不可陷也。志在必行，不可阻也。志在致远。风动而大地皆知命，颁而下民贤顺，此志行之效也。以25正为重刚，而下皆出4之柔，皆越静，行越肃，命亦越尊严。下得轻其上，民得敬其君，是以利有攸往，利见大忍。何哉？柔不离心，而胜乎25之刚也。凡柔下行，今以出4皆近25，卦由下上，乃皆顺刚以行。言顺之以同身静也。如履之柔亦皆顺其上之刚，自始至终，不相离异，是以小亨。言刚的正，而柔的始，不得匹配，故称小亨。本巽之志，不敢大也，因小亨而利于行。利见大忍，则亨虽小，所成甚大。此柔胜之道。越下人越见其高，越让人越显其德。以中正之位，体巽顺之情，则天下无不来同，而交命无不共化。故巽彖辞称其利也。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生命行事。宣圣讲义。此巽卦象辞，明人道也。彖辞是文以有重巽以生命一语，象辞更深言之。随风者，如震之见雷，对之利泽，艮之兼山，与坎之水见至习坎，离之名两作离，皆明示众卦之意。而先天正巽对位，后天巽对往来，由见巽与正对相关，其辞亦相应。巽称随风，以上下皆巽。巽为风，众巽如风之相随，与正之见雷，对之利则一利。雷曰见，明其前后见至，则曰利。明其首尾复利，皆上下相应，内外相连，皆续不断，非一发即已者，而随风之意。且兼有则雷随之用，对正相合，上则下雷，非雷则归妹可比。归妹男从女至，兄浅妹嫁，亦若相随，而亦重阳。阳主应从未顺，故雷则谓归妹，而不称随。言刚无从柔之理，唯是雷阳主于前，阴附于后，故名随。亦以爻谓之阴也。随风之随，亦如之风之动也。前后相及，乃见其顺行之象。若手墨相反，方向无定，是乱也。名曰逆风，不服于巽之用，故巽曰随风，称其顺也。随从而不逆也。巽以气动心号为风，阳先阴顺，出4之柔，上随于25之刚。斯谓顺行之正者。顺以正位贵，顺于正位，方为顺之正。此巽卦25之阳的正，而能虑出4也。随风以成巽，即巽顺本意，天之道也。而君子以知生命行事焉。生命之意，以见前讲。
重申教命，欲上下之顺从也。而行事者，有所谓也。事由政事，命属于教，事属于政。教亦兼政，政亦有教。一令之班，即一政之举；一政之理，即一事之功。以其在上律下，由易导众。故重在生命行事，生命则皆知之，行事则皆法之。教政之本，非徒言文之效，必有实行以示其责。故生命者出也，行事者终有，有出有终，天下莫不顺矣，而必取象于随风也。故生命行事，人之道也。人法天以示于众，教正法风之行，以推及于天下。其行之速，其成之远，皆如训之风行焉，则天下痛乎大顺。此君子见于卦爻，明于德用，见二五之正，弘干之行，见出四之柔，达坤之道。干行以同天，坤道以同地，训之所成，实该乾坤二者之用，而以欲成人道之治者也。生命之不已，则无不听其言；行事之有成，则无不失其范。此德治而道宁，万物育而天地谓之象。岂独训顺自服以哉？越招其顺，越见其高崇，越用其福，越显其深远。故训未服未入，言其服于深幽，入于精湛，非浅涉及矣。少加即退者，故命也必生，事也必行。恐人以风行善变，悉服于轻微，化行于狭隘，而忘顺正之道。特以服入明其要旨，更以身行明其实践。此人道之贵，又有别于天之风矣。盖三爻之训，天风之象，六爻之训，则重在是人道之责。此彖曰重训，象曰随风，而皆归于生命行事，足见人道之训，于顺行中有位，非听其自然推行者也。故训为教化所本，必其入人之身，备物之变耳。初六，进退，立五人之争，宣圣讲义。此训初六爻辞也。以柔在下，而上皆九二，外应六四，一刚一柔，故曰进退。训谓进退，不独初爻，而初六正所以为进退之因，升降之别也。卦自下上，而阴下降，刚柔相拒，以不得进进，又不能进退，故兼二者之情。初六柔也，而进刚，如履六三，五人位于大军，亦此爻之象。故爻辞称立五人之争，五人言其进刚，争言其守正。训原由干变坤，干之本德，以刚为用，坤则以真为先。合言之，则立虽属五人，而人不可失其真正之守，此借五人之自私，而明训以顺正为重也。象曰：进退，治宜也；立五人之争，治治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爻称进退，谓阴阳相宜，以与坤上六之一字一义。过柔而忘于刚，则宜，又爱也，相妨害也。初四皆柔，而迫于二五之正位，故至多疑，遂谓进且退之象。立五人之争，以五人不得乱于校正，故以争字，明其志在治理，治与乱对，不争则乱。
五人原不审政教之政，若失其手，而妄加干涉，其乱必至。唯以守贞，不越其位，心虽疑于刚，以达其捍卫之功，而行治于政，以成其治理之用。故曰治治。言五人之争，志在求治，求治即止乱也。初六坤履霜之时，防为杜渐，唯在于真，真正自守，乃以柔顺于刚。若失其真，正是化柔为刚，不免于暴矣。初六在下，其用未显，故爻辞以真谨所致，恐利见而害亦随之，未至而先乱也。巽对往复，巽初六即对之六三，履六三五人干政，乃占系人之凶。巽重在教命，教重在政，此初六大义，不得已进退失守，遂于刚而成乱国之行。必时不忘其为柔爻，有利于坤安贞之德。初四两柔，元巽主爻，明前之初变，变则宜胜于其位，以成干交坤之志，亦即达刚用柔之旨也。九二，巽在床下，用使乌分弱，即乌九。宣圣讲义，此巽九二爻辞也。九二内正，而刚履柔，坤善承前，故顺乎刚。而自巽在床下，床者坐卧之具，演习之虚。今巽在下，是非谓坐卧，而乖乎演习之用也。床下近于卑洼之地，诗曰或演习在床，今不得演习，乃自巽之象，时所迫也。虽在床下，而不能无憾于床上之人，卧榻之侧，不能容他人酣睡，则床下即非卑污，亦难安处。因事变之巽，猜疑之深，心有不快，则起于神，故曰用使乌分弱。言其在内如人之心，不得自觉，乃补于始。问于乌分弱者，众多也。言其无主宰，而辩真于始乌耳。九二既得中位，刚而不立于正，旺而不出其位，故战疾，而免于咎。无咎者，巽在床下，用使乌之分，已有咎矣。而以得中位，行中道，而或免焉。蒙卦曰：出世告，在三毒，今使乌分弱，时以毒矣。毒则有咎，床下既不可居，使乌又难具性，则其为行，以不免进退失据之咎。而以二爻之中，初六之顺，中性以免，可见刚之不易用，强之不可视耳。象曰：分弱之极，得中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分弱因不及，而爻辞占吉者，由于得中，谓九二得中位，行中道也。且中自含有经义，即不偏也。用中为本，何忧乎分弱哉？得中由的义也，的义则不分矣。言事变无常，而中行不二，则何往而不利哉？审由外而听于中，丁乱而就于正，处分而纳于一，如群言庞杂，折中于圣，更无可疑。亦何用使乌之变？此即自时由的中来，而非只分弱也。九三，平巽令，宣圣讲义，此巽九三爻辞也。九三人爻之始，内巽之中也。巽中而用穷，虽刚而失于正，故曰平巽令。
平者数也。以九三巽之极，极则非一在极矣者，平谓之。反巽以不巽，是反顺谓逆也。出顺中逆，悉免于令。令者色也，不丰也，不慷慨也。令于所行，而得失随之；令于所止，而利害半焉。此平巽之令，亦即道穷则变，物极必反之利也。象曰：平巽之令，至穷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言九三刚而不忠，干替若利之象，而巽用至此以极，极则穷，故曰至穷。以巽志在变坤，凡刚皆宜谐于柔。上三爻之巽，虽自六四始，而下三爻之巽，则至九三中。若以他卦言，九三六四伏于既济，原为吉爻，而巽以顺听为本，进退未用，故上下自谓一断。若不相系，则九三恰居穷地，此平巽而反取令也。出言至治，此言至穷，皆主治言，以在内先治。心之所知曰治，而巽顺如风之行，象校正之极，由先明治，明治之顺，校正乃布，治功乃成。苟为明治，将何有成？故屡称治。明在上之治，必先合其下之治也。九三刚愎自用，不复审其下之治，斯谓穷而称令矣。令与穷，因与果。令者中穷，欲其不穷，先须不令。令其所行，不独穷其物，且穷其志，则平巽更何谓乎？故处刚者贵能柔，居上者贵能下，履贵者贵能见，袭锋者勿令，多才者后履。何哉？谓欲其不穷耳。六四，毁亡。田获三品。宣圣讲义。此巽六四爻辞也。六四外巽之始，与九三同谓中爻，伏于既济，故爻称毁亡。卦内真外毁，外卦称毁亡，乃即战也。以原有毁，今亡之，是其德行所致，与九五毁亡相似。九五以干正位而毁亡，民刚见之达于大亨以正也。六四以非正而伏于既济，合于中行，则以柔能顺刚，协于顺承之意，推其安贞之德也。所行有获，所谓有成，相继之功，人之道也。故曰田获三品。田者以众志从容，上无为国，而先习于田猎，且以功祭祀之需，达其报之意也。三品者，言不只获其一种，有所获甚多，足共祭享典礼之用也。而以见上下一德，臣民合力，不独田之为矣。因田而招其事功耳。校正之部，社稷之宝，神人之安，邦国之和，皆于田获多品中见之。明六四毁亡之由来，以其内外克服，上下共济。如前解卦田获三狐，师卦田有情，其功又胜之。师比往来，师以重正，故有获；比以朋比，遂有师情之战。情由获也，获即得也。得于心谓之德，得于物谓之功。此六四所战，以功为上矣。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六四柔而顺乎刚，外而济于内，率众以就于正，
不与九二为，而与九五近，故以有功称。有功者，凡事有成，而守见于田。田者，军旅之备，旱灾御物，保土安民之本。故谓功者，不止或多物也。以六四在两阳中，有黎明之象，宜其所行有功。九五，贞吉毁亡，无不利，无出有终。先更3日，后更3日，即宣圣讲义。此训九五爻辞也。九五全卦正位，乾得所见，而训以干变坤为治，故凡刚爻，皆训于柔，将以成其志也。九五正位，而日贞吉者，即此意也。以上就下，外反内，故夫贞吉毁亡之战，言虽刚健，不失其真。推干之德，以达坤，合乾坤之用，故战无不利。以卦出四位柔，刚失其本，以顺变也。干主大始，坤主大终，巽以干变坤，而发于初，故无出有终，皆坤之用。巽为干宫出交于坤，出交者，将以发其端，而自下上者，且达于中，为坤善顺承前至，以待中也。先更后更者，时日所合，与古之先甲后甲一异。巽正往来，古亦巽在下，的正之用，正巽干之合更心，故巽称根，兼吉心，且用先从容。体巽者，用正，故称康不吉心。先后各3日，合本日共7日，一天道本数，由正始见之，故正约7日。的坤正合为父，约7日来父，皆此意也。夫于时者，不为于天，天道由时明，天道不为，人事自立。此九五战吉，前后两吉自相应。贞吉者，发于坤；莫称吉者，同于乾也。干至变坤，坤成顺乾，顺变而不失正，此所以全爻皆吉也。能保安贞之吉，自成全体之吉，吉则无不利矣。庚辛五行属金，金善治木，以成其用。木无辅金，则不克达其用，此亦重金，而非相害也。故去甲者，木之本德；巽去庚者，木之代用。一体一用，足相证明。如则火革称4日者，火之本体，与古之甲一例，在内从体，兼外则该用。巽以阳见一阴，亦以变异，必取其相制以变革之。而95、92，重刚不协，为求于变，以其邪。此95以干正而重贞吉也，以大位而舍出，以保其中。此巽顺要旨，进退以时，从为以道，克以从人。巽至以获利也。象曰：95之吉，谓中正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95元干飞龙在天之象，以至于巽，反取坤安贞之旨，一刚一柔，一正一变，乃合中道。92失坤正位，仅曰得中。95的乾正位，而得兼坤，故曰谓中正也。中指中爻，正指正位，合而言之，乃中正不二之德，王道无偏之行。此巽95异于乾也。刚以下柔，上以进重，则95与6四接，92与初6交，
各达其用，而成驯服之意。服者如物之辅，乐与之亲，而不自用，此95之极。由兼中正得之。上9，训在床下，丧其资府。真凶。宣圣讲义。此训上9爻辞也。上9中穷之地，训用之极，与93同。92当内卦之穷，上9之外卦之静，其情甚近似，而上下内外道殊。3爻卦穷于93，6爻卦穷于上9，其穷同，而中与中不同。中穷者，进有可继；中穷者，退无可守。故93虽穷而不绝，上9则绝。行止无当，训故不可。不训又将何谓？训在床下，以其破而离坐，自降于地，图暂安保，而不见客于床上主人。床之上下即位之上下，原具人之位，虽驯服以退处于其下，仍无以握人之心，解人之计，必致丧其资府。此与履卦同义。履以丧资府而无所归，训以丧资府而无所守，义也。进退两难，训之本用。今进已无地，退又无方。低阳处藩不能退，不能进，则将谁与保？此战真凶。真而凶也。真者守正不疑，非所守而欲守之，即立于正。是以正而干凶，非正之凶。正于不正为凶，己以为正，人以为邪；己以为真，人谓之悔。悔而不悟，悟而不速，疑其凶矣。失时之凶，逢天之怒，克于外者，有家可归，非凶也。居于上者，有下未守，非凶也。上9在外而居上，崇高而比远，内应93，两刚相拒。如男无女，如夫无妻，则无可归，无与谐，此绝也。穷而绝，欲以真故自守，是亦其灾也。穷得不可暂留，绝得不可偶入。今静思久居不去，深入不疑，安能幸免哉？此真之为凶也。然训者以顺正为本，真非凶，而上9无可顺，失其所就正之位，此真为凶。床下之地，宁能安居乎？资府之丧，宁能久留乎？战此者，唯物退去，或幸得免，乃由进退无主，驯服已入，谓无危害，而不知穷之灾；谓有可畏，而不知变之急。此顺正者，一义以顺变；锐进者，一义以速退。自反以就于正，不失其中，差免于害。否则便在须臾。虽驯服不欲与真，亦难以见容于人。此爻辞断为真凶也。象曰：训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府，正乎凶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93称为至穷，上9则谓上穷。至穷者，卦用未尽，其至且穷，如已知穷之将至耳。若上9则成穷矣。而训在床下，92反战急，则以2得中位，上9失中，乃变为凶。是训之所在的同，而吉凶异。得中则吉者，能不穷也；失中则穷者，无可守也。故92虽训在床下，而使屋分弱，无所失也。
上九之训在床下，则丧其资府，无所用矣。丧其资府，而战真凶。民言因守而有失，以正而逢凶。正乎凶者，言真谓正，而上九非正位。正自推作正当讲，正乎凶，有所真守者，正当其凶，亦即所守非正之意。自以为守正，而不知早乖于正，越守越远于正，则所谓正者，恰成非正之哉？正出于诚，不诚者妄也。无妄之哉？生于不诚，诚正不二，不为于时。此大处向天之渠，越近越大，顺乎时也。无妄则先立乎诚正，越行越妄。此无妄之哉？由于为实，而在人由于不正。不正之正，为逢其凶而已；不争之争，为趋于穷而已。天之真，将以其源也。故先保其正，持其中，不为于时，不贰其德，方服于安贞之道。今上九以穷之时，以绝之地，无正可守，无位可争，既伏于床下，又丧其资府，而曰能争，是自招其凶矣。正自从亦从止，止于亦为正。今无位而非实，义之不存，将息止乎？止于非一，乃止于穷绝之处。此即止乎凶之谓也。义辞间多义，常辩不同情。上九当辩，则正反谓不正，真反为非真。此九二之训弗及。上九则辩为凶，九二使巫分成。上九则辩而丧其资府，彼九二得中，众所成事，使巫分弱，欲其多助也。上九以穷，众志离散，资府且丧，欲其寡助也。有才者众归之，无物者人弃之。此九二未极，上九未穷，而上九之穷，恰与九三四、九三穷上在内，犹可望外援，故令而谓至穷。上九则穷以极，内外皆尽，无复相协，故谓上穷。言穷在上，而下无名也。此干上九之象，无位而居高，无名而在上，其为可知。虽欲驯服，实以不及。此终于凶，不得以真免也。凡爻辞真凶者，皆如训上九之力，非所守而强守之，非其位强居之，非其有而强得之，皆凶之哉？况训本训让位重，不得强守其位，顺时进退，立事三倍，而强守焉，故直不通，反利为害，反极为凶。此上九穷则必变，以大力训之用矣。对卦对下对上，宣圣讲义，训对往来，一卦成两，即主宾也，往复也。训以阴爻在下，如物之道至，故曰福。或入，对以阴爻在上，如物之数力，故谓见。未出，以阳大阴小，小在上，如木之渺，见之端，巨行尖锐，故名对。对锐也。反为巽则钝也。其大端在上，而尖端向下，如锥入木，如根入土，越入越深。而对则锐其上，如木出地，如锥穿囊，越出越险。此其意也。而六化之，对却与三化别，则以三与上爻为阴，成中上两系之形，
四阳二阴，刚中柔外，其上之柔，如人之口，口开则言，故对主口。舌未说言，又在先天象则，水之巨也。小者池沼，大者海洋，皆是也。而推为润泽，为光泽，以水之流，滑如也。故对为乐泽，柔于外，则无不乐服；柔于上，则无不乐从。以柔御刚，刚中而不犯上，顺于下以事其上，安于内以奉其外。此对之代用，在上者能以则惠民，以言悦众，尽民之利；而干言以慰之，益民以劳；而高则以配之，则由二五刚位；而三上柔摇，有以辅虽之也。人之喜悦，则发于言语，心为咏歌。此对象口舌之起，音声之出，有如水之流自泽也。在卦上缺，正取则口之开未象，内储多水，而不令于灌溉，中后容积，而有便于运输。此对泽之功，为民之利也。对自坤出，而反于前，亦应在颠，民其所差者亦坚。故先天方位对与巽加前，巽自前出，对则还归于前。对本坤交干所变，故谓少女，与更少男相对，而在后天则以近前，故谓太阳。阳在下有其本事，近则全刚之象。又文王卦位，与正分主东西。当岁之秋，谓日之入，乃阳之将老。时之日暮，万物皆杀，诸时就成。此天下乐乐之秋，而为农民安乐之时。然以天道言，则种粟杀，上收束。故五行同干而属金。金有干兑之分，乾在天而对司地，乾如西方金刚佛像，对则人间五金之气。此行上行下之殊也。而人事众对，对正一秋一春，主万物之生与成，判世间之枯与荣。正为阳出长，对则阳将纯，太阳之象，而缺其上。口舌之思，而忘于外，则配之流，而有所限；言语之发，而多有爱。故对之用大，而所成者细，本强，而其末则锐也。对，亨，利，贞，宣圣讲义，此对卦彖辞也。对以近于前，而上未柔，故四德少元，而被亨利贞三德，以元为干之本德。金位极前，而五上天爻，上爻为阴，天德不足，是以不称元。由时言之，元亨利贞，象春夏秋冬，对主秋金，旁兼夏冬，乃备三德，而亨未通于一切，以刚中柔外，大道之行，无不通也。利贞者，坤之本，由坤而反乾，对之体用，故利贞皆全。利以及物，贞以固本，亨则推于一切。有此三者，对之代用可见。对而悦于物，成诸身，内成而外性成，则有其机；性则有其用。故亨于外，而利贞存于中。柔以常人，贞以自守。顺乎天而应乎人，真诚笃实，君子之行也。以卦中互讽火家人，上承巽，亦卦往复兼该之意。家人内外痛正，克其家，
政绩以正人，其家以治国平天下，皆对用之本。本立道生，此对之亨自力争发。力争者，性情也。性则争，而情则立。此物我皆成之象。人至兼治之时，中庸之义，以成名为本。对之所行，几乎中庸矣。而以92在下，普虑其德；95在上，后布其责。中护训以扬其风化，礼以trợ其文明。此诗所谓天生真名，有物有则者也。故有其物，乃昭其泽。如1岁有秋，人民乐生，则可教以礼义，敦其孝弟，此至顺也。对本少女之性，善柔顺之情，故乐于成物，喜为利众之行，而能不失其真，善守其操。此对虽未及干之具体，亦已尽矣。对见于外者，明德之名；对出于物者，成物之志。生存贵重之道，行服天地之宜。实不为于所为，未不利于所虑，则虽6394同于未济，而9295有以正之。盖对犹归中未自之女，不求其邪，而其于诚；不恶其多，而至于正。此可以待用，而不妨所成者细也。说言者宣其心情，而有以显其德行。若图巧言弄舌，非说之所贵。故柔于外，而刚于中，不失其真，则刚健而有容止；不令其利，则柔顺而有防闲。此对之道本坤未泽，而至干之大也。柔加世上，而体刚之坚也。因在上者，利于物而行不至，如水之润泽万物，而不如也。老氏曰：上善若水，对之为德，亦有四之。驯服者，对之继之以见。此物之相谓因果，久折则起，久服则见。此对继训，谓周易之序也。其为此取义，以详讲80，可细参之。彖曰：对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力争，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以哉。宣圣讲义，此身是彖辞之意，民对之待用也。对以上柔中刚，如人之言语而起其口，故曰对说也。说又通乐，故同。以言为心声，心喜悦则多言，不悦则坚其口。人含怒怀爱者，多不言，象其情也。故对为说言，兼悦乐也。以对自家言为说，家心为悦，推之家精为锐，家目为拙，家其旁，则可兼明其用。此对之原意，有此数用耳。而对字中有口，卦上缺，足象人之开口，水之出口。凡物自出者，皆可称对。以卦两阳在内，而2、5皆刚，是刚中也。下卦3位柔，上卦上位柔，是柔外也。道之待用，即刚体而柔用。对之用，弗于道矣。以其说而悦，所感悟者义，动人者生。其德弗力争，力以及物，争以守身。此对之本德，秉乎坤也。而宜于人道，始于坤而归于乾。中和人道，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
此天自该天地言，对自坤出，坤变乾，三所而成对，故得兼天地。且坤以善顺承干为治，对不为之，宜其能顺天也。而人道先坤，对以坤为体，故因人之行，刚多而不自恃，柔上而不自污，故对悦而能率众。说以先民之谓也。口说而心悦，情志而得家事，以上说而民忘其劳矣。说以犯难者，难行之事，力坚贞之德以复之，上以柔悦，其下而不畏，言说其难而不污，民信之矣。故虽犯难，而皆忘其死，死犹忘之，上何难之可畏哉？盖本其真诚，先其仁爱，不以法威民，而使之惧；不以利啖民，而诱之前；不以计匡人而惑之，不以力破人而强之。难者说其难，险者说其险，上下同其祸福，内外异其禁止，则民不习其身，以及上之难矣。此说之功也。说而悦之效也。先民而不辞劳，故民亡其劳；使死而不畏难，故民忘其死。天下之难者，无如死。死且忘矣，上何难之不能犯哉？然必先以说，以身作则，不图口之言也，令之闻也，必有其行；不图假诸谓是也，则对之用。柔其上而刚其内，约其外以充其中。先择己而后民，先其所难，而以义待人；先其所悦，而以忧自任。此对之能得民用，在其能说以悦民也。故曰说之大，民劝以哉。民因上之说以悦，亦无不说以悦矣。说也者，谓以言告人，必本于诚；悦也者，谓以情感人，必发于信。信之所悦，感人乃生；诚之所说，信之不二。此对之说以悦，基于至诚，诚于至信，无丝毫作谓也。视之以为劳者，必由上之不公；视之以为难者，必有使之不平。公平之治，民无所希矣。对先保己之奉，虚己之尊，以虑其民。此公平之令，民求竭其能，奉其意矣。更何谓而不成哉？故彖备三德，为其克己以先民也，免己以犯难也，利以为重，贞以持公，则亨于一切，亨于天下矣。故对右患也，悌也，以上之德，患民之利，以在位者之诚信，交替人民之生死，何以治之？先忘在己而已，企图口说之辞，心悦之情矣哉？说言者，包一切言文教令，凡可启民以从，导民以服者，皆说也。宗主父主，对为则，俗称交易曰兑换，即代谢之意。代易曰替，替代者，新旧交接，彼此互益，因所需，而为让与及接受也。皆取义于兑，由卦言，则乾坤交替，阴阳互换，由坤反乾，于一爻未变，由一言，则口舌出言，湖海泄水，以此入彼，互相交流，而通其意，达其用，故名兑。又锐也，以其华丽易交接，圆润易通流，故推为悦则。如人之喜乐，情志宜畅，
神形活泼，无所至也。喜悦之情发于心而出于口，欢呼歌唱，皆生之宜于外，亦如水之出诸泽也。故对为说言，而传称对见。见者显也，出世于外，显著其情，不复流滞，而与兽之间，和悦平易，如水平流，如人欢煦，柔之至也。而柔不害其刚，泄于上而存于中，达于外而蓄于内，两阳在一阴下，以助其宣发，必益其推进之力，把持其放发之势，则乐而不淫，出而能反，骄而不暇，见而有容。此对为少女，而令当秋经，一生一沉，一锐一钝，立而先真，行而浮于亨，则与训相反相成，不凝滞于物，克华则其行矣。然对悦也，以阳与阴交而相悦也，训之入也，必有以悦之故。对既训，谓以行而欲为止，以进而先思退，不若训之彷徨于进退，泥居其行止也。而周易八卦，对正对位，一木一金，一秋一春，一朝一夕，一生一辰，互为消息，相与虚盈。起者有福，破者有平，兴者有替，会者有名，皆于正对之往来，而见天地生化之神，者人物终始之情，巧以计拙，粗以加精，得者以成实，兴者以象容，开合于乾坤之内，生成于阴阳之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东西思其出入，温凉复以明昏，一则如日之系，一则如潮之吞，既长既裕，乃秀乃成，宽大之所及，细密为之根。故正对之和为随归昧，可见其情志有异，体用有分也。故以训对往来，则见其变；正对相对，则见其长。一正一变，一柔一刚，初中始末，如往在刚，博大高明，悠久无疆。盖二卦时合乾坤之德，起离坎之脏，纳万物于轨，治百行以量，而坎离主其要，既谓既中其意，为训更与正对，分司始末，以立于中央。故64卦，以乾坤始，以训对中，对后无纯卦也。四余之气，尽于是矣。在数必变，在德有常。细读爻象，自明其意矣。象曰：利则对，君子以朋友讲习，宣圣讲义，此对卦象辞也。对称利则，亦如艮称坚山，皆是六爻卦之意，与三爻殊，而为三爻之两合也。利者偶也，亦与利同，故原一字，亦含有复利之意，以内外卦相复而成两合也。如正之见雷，巽之随风，见随者，即兼利也。前后相继，上下相连，而自分别，故曰利。偶合也，数双曰偶，亦日利。故者婚取利反为利，取其两合，而为配偶耳，则两相连，乃称利则。而卦名对，人与三爻同而有异，此以重之对。若则之相接，分前后内外而已。如湖有内湖外湖，海有近海远海，中虽通，而谓名殊，谓象异矣。以其出于三爻之对，
则虽六爻，人不失位则以两合，其用亦大，其功亦宏，而推之人事，则亦取其灌输之力，交通之功，人之上交接。众朋友者，守在讲习，讲习者，学行之事，修养之方。讲则知其道，习则熟其行。诗曰朋友，切切丝丝，又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意以讲大学中，皆讲习也。不讲则不通，不习则不熟。故讲而通之为讲，练而达之为习。对主口舌，谓说言。故于人道，首重讲习，而以耦合之仪，联系之情，则非师弟之教学，而为朋友之讲习。故对与师盟别，师主于教，盟主于学。对则同志之切磋，同门之论辩，同道之琢磨，同类之讨究，以尽其问学之道，审于知行之方。而贤者教不贤，知者授不知，则行日进，业日精，思日战，事日薄，皆朋友讲习之意也。对之为用，润泽万物，灌溉深沉，运转各处，交通利便，人道法之，亦如是相辅翼，相匡助，以其所长，济人之短，以其所善，正人之恶，则德日大，道日明，性日纯，事日正。此君子应对而众朋友讲习焉。盖由对自原意，本众交换互益，不独物也。于行有要，不独事也。于学有疑，学行者，人之所必重，与教正相推移。教正发于上，学行成于下。教正不于人，学行反诸己。训主教正，对则重学行。此朋友讲习，与训象辞正相应也。对益其德，则天下皆善；对患其之，则尽人皆明。此明德止善，当于对用治之。初九，和对极，宣圣讲义。此对初九爻辞也。初九在下，而未干物用之时，以对自坤反前，所至在臣前，以臣交合之用。故初九称和对而战极。和者交合，即刚柔交辅也。行不失中，用不为正，则无不和。对以刚中而柔外，初九刚在内，而三位柔，虽非正位，而以至与柔协。本由柔变来，坤反变前，至三爻一变，则为纯前。是以柔成刚之道，故曰和对。和则一生，对则有成，互交以达于大用。此所以战极也。对主悦则，象口舌，心存于内，情动于中，则发于外者，无不和顺；皆于物者，无不平易。和顺平易，乃对之本德。言如则水平流，无极湍巨浪，则和易尽物。此初九和对，对用之始者也。象曰：和对之极，行为一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初九能和易以成其志，则虽刚而不移于柔，故曰行为一也。一亦同坤上六之意，位移，即不猜忌，且不妨碍。因初九若从坤未变，而未初六，则成坎陷，势必有疑。今以一前，而皆尽九二之正，不妨于六三之柔。
是以不疑，而得即战。凡疑皆由不合，合则无疑，以其性也。性于外者，必成于内。初九内有其成，外者其性，故能合于物。合与符大同。初九合对与九二符对相似，符则合之至，而有其德者。初九得用未昭，故称合；九二得用正显，故曰符。此今祖出尘之变而已。九二符对极，毁亡。宣圣讲义。此对九二爻辞也。九二内卦正位，以刚履柔，亦如巽，而进六三。刚柔虽不因而相比，比者如水的比，其情亦通，其志亦和，而得中位，不为中行，故曰符对。符亦与合进而较深，合之至者谓符。卦本中符之用，中符以巽对合，巽上对下，四阳两阴，阴在阳中，阳居阴外，两相抱合，故曰符。以所合在中四爻，即2、5、3、4，恰配成一阴一阳，如人之偶，生育之源，亦即孵化，如鸟之孵卵也。合则有合，符则有生。此初九未合，九二未符，初合而二生之也。对本交换之意，交必以合，换必先符。合而符，则对之功用者矣。故亦如出战疾，而生以毁亡，以诚相结，以生为合，更何悔哉？至性至情，则亲爱无畏；克诚克正，则匹配无私。此毁亡由来，在于九二得中，而能互信其志也。符者性之至，诚符则终始不移，中正则表里不二。此九二之符而毁亡也。初九以合而未移，尚未显其必性；至九二之符，则不独无疑，且深信之，中正喜悦，情性流露，毫无文饰，坦白相见，则更无不信者矣。对为悦则，而行以柔，如少女之情，至真无畏，承干阳之下代，秉坤阴之顺承，宜其能服而无悔矣。凡卦皆以正阴为相协，如6、2、9、5之类。巽对两卦则异事，则以众卦皆不阴，阳与阳，阴与阴，若不相协，而以其境比于邻，甚遂其志，乃得相符。此则中孚之亦然也。诗曰：恰比其邻，婚姻恐云。即由境比而得和谐，不取正阴也。境比以比邻为喻，交亲有如俗之亲上加亲，两小无猜，天性作合，则其符已过于正阴矣。如物之同在一处，相视有素，相交至义，方以类聚之谓也。故对与更合为贤，以其善感也。而对之对极艮，凡两卦先天对位，莫不通其用。此对与艮原相关联，对虽无艮，而用亦同于贤，则外阳内阴，卦之常例。此亦以详大过。中爻在内，实为女主位，以刚履之，则为男下女，故亦同于泽山贤，而以符对战疾。象曰：符对之极，性至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九二在内，原以与外合为治，其阴在午，而同位刚，则不得合，却由上有6、3，相亲相近，是以称符。
亦能性其志，性兼两义，对柔为诚性不移，在刚位克生其志，性骨通身，言能达其志，成其福，以大其生化之功，交易之利也。既能外相信而不逾，内能生而无屈，行之至顺，道之至善，更何悔哉？又夫对者，亦如何对？此对自非限于卦名，乃该其用，指所合符者，乃往复也。宾注一体，内外同治，对由义也，交易之也。我以是往，彼以是应，故曰合对符对。换言之，即交合或交符也，非仅一面之词。交易而符之，则所谓性质者，亦其痛之词，非独九二也，又非独二之中位，九之刚爻，独行其事也。以为柔而爻刚，使以具两者之形。若主与宾，男与女皆相符，皆性其志，斯谓九二之符对，而克战吉，而克毁亡。设有一位符，则不合矣。读者视之。6-3来对，凶。宣圣讲义。此对6-3爻辞也。6-3内卦之中，而为对主爻，对以柔变刚为治，故刚爻战吉，柔爻反凶。6-3与9-4同于位纪，不得调协，其战凶矣也。凡卦内未往，外未来，此意以详简卦。今6-3在内而称来者，乃异于他卦，则以刚柔言也。阳生阴降，初二皆阳，皆上升前进，是往也。6-3为阴，则下降后退，是来也。对以顺刚之行为吉，来则为其志，是将人反于坤，而立其顺承之德，备于生成之道，失其大用，故以凶战。柔不能顺刚以进，且反其行，阻其道，是错对之志，逆交易之情也。虽人曰对，实不克护成其用，与刚相失，将何以行？且以成乎济济之力，而被人道之情，疑其战凶，与初二之吉相反也。象曰：来对之凶，谓不当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初二皆吉，而6-3独凶者，谓其在中爻，不当正位，而不合于济济，反痛位济，亦不当也。果移于下而为6-2，则服于内卦之正；果改于前，而为6-4，则服于济济之行。今6-3皆失之，此所以称来对而战凶也。按传称对见也。初也，其志在外，其行贵近。今6-3不得出见，反同于巽之福入，此乖对大义，故以来对战凶。9-4商对未宁，借吉有喜。宣圣讲义。此对9-4爻辞也。9-4外卦之始，与初九大同，而以在中，与6-3合称人爻，却失其刚柔之正，反于济济之情，特以刚履柔，亦与9-2-4，不过非正位，不得独行其事，故曰商对未宁。言须商卓去取，而未获安宁，与彼之不宁方来一义，即不能安居无事，尽行所志也。又未宁亦属商对言，因情志场晃，行止迷离，欲其无害，自不能贪于安逸，而必劳于其事，情于所谓也。
94与92同宫异位，多聚之地。又干或月在渊之时，故兢兢业业，而介于疾苦间，极坚极度，味刚加柔，而逼于63之主爻，两情相度，如人之有疾也。然以刚健在外，慎重商量，则人有喜，亦与无妄物要有喜同义，为其疾不害也。对之所行，本同于贤而善感，多愁思，则多疾苦，却以柔顺不二。悦则未怀，是以有喜，其情能胜之也。故94一爻，有如弦之冲冲往来，朋从而思，即商对未宁之象，而借即有喜，亦如物忧之辞。以刚中能胜柔，悦则中能胜忧。刚以履柔，虽不当位，亦无63之凶，即由对丙坤顺承之志，而尽求前刚健之行也。商自从口，言语商度，亦对之本意，而喜内发于心，外行于言，亦悦则之情所者。象曰：94之喜，有庆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94称商对，而曰未宁，似非急战，而下云借即有喜者，人多疑之。是闻特以94之喜为言，盖即是喜之由来，在于爻用之有庆。有庆者，如履原籍在上，大有庆也。庆与喜近，喜发于己，庆成于人，喜存于心，庆者于物。诗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可见庆之属大众，非限于一己，而喜不过有其情。庆则必见诸事，故祝贺曰庆，不曰喜。明其已成，而所会者广，亦显，而所获者大也。94爻称有喜，是闻推之为有庆，实以94之用，甚未可量，而以一爻之喜，足为全卦之庆也。何哉？则正在其能商对而未宁，虽借疾而勿忧也。商而曰对，乃互商，非一面之志，则所决者公义，所行者正义。行而曰未宁，可见不自为是，而情求于下，不苟以安，而劳苦于外，则其虚己以容人，卑躬以接物，兢兢业业，孜孜惶惶，为惶宁处，无敢怠荒。此本干健之道，自强不息之德，而合于坤顺之志，安贞阔囊之诚，上下皆同，内外无二。宜其介于吉而勿忧，不在位而有喜。思94之行，足招其庆矣。对待用皆本柔以成刚，阴乾以用坤，阴阳合德，得天平成，故一柔在上，两刚在中，有如太象，天地交泰，万物止平。故象言才成天下，左右民夷，皆得其平。对之94，亦有此志。刚虽在柔外，而人下于柔，以爻言，当离之上，位巽之中，合家人之用，夫鼎鼐之功，最善于调和，得其痛正。虽与出9一例，而出在下其用未明，四则在上，其德正显，推之天下，犹未有尽。故事曰有庆，明其行之服于道，顺于天，而亨于一切。此彖称亨，时于此爻治之。95，服于包，有力。宣圣讲义，此对95爻辞也。
95正位，而曰伏于胞，以对之阳。至95中，上为一阴，对艮相对，阴出于坤，山地未胞，故曰伏于胞。而胞亦非现卦名，以胞者时也，伏则信也。此伏自亦如92，合之至也。合则能相济，而济其虚盈，平其消长。胞而伏，则不胞矣。即以合之道，既胞之时，如秋冬之寒，而有泰风之许，如肃杀之日，而得生辰之机，则足以解其灾，缓其害。此95正位，是有此德用也。下有利者，如前93，有为害，而能自利，或自利也。有利则无害。正与伏于胞相应，以知其为，而自坚贞之志，利其手，而顺于时事之难。此有利，虽非吉，亦非凶矣。象曰：伏于胞，谓正当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以95为正而时胞，以得计时之穷，以为顺势之变，则胞而有伏。以伏者信也。对以内外正位皆刚，秉干之德，故虽胞而能信，则得用之所者也。对卦各爻，无不取交易位用，正位由名，以此一比，以伏交胞，是对之本质，亦如履95也。上六应对。宣圣讲义。此对上六爻辞也。上六对之吉位，亦外卦之主位。以权卦言，则为穷；以对言，则为主爻。牵引于其穷时，而交对于其吉位，是谓用将中，而治未矣。行有限，而心无穷，则其所谓必互相牵扯，而不克快其所欲，故曰引对。引者如引弓弦，视其力而未开合，力之不足，则弓不张。又如牵绳相掣，亦是力之所加，力不足者，不能引之前。上六柔也，而在上，刚与之俱，如弦与索，互相牵引。若不相让，实则归于力之胜者。先利而后得，故不及吉凶。由卦言，当不胜；由爻言，当有功。此则是所谓耳。柔以上刚阴，以彻阳，其情异同，其形难依。此引对非对之本质，而谓对者，亦为互相牵引而已。安能成其交接之德？月则之功哉？象曰：上六引对，谓光也。宣圣讲义。此身是爻辞之意也。言以互引为用，而凭血气之用，牵掣未能，而妄得用之招，此其行不光明，志未正大，可知。总之对柔外刚中，而全卦皆以柔能成刚为治，故凡刚爻皆吉。独三与上谓柔不利，足明对之用矣。对者见也，出也。与训反，见必以德，出必以利，二者均匀，方成其用。有一违背，必误其行。刚爻则两者具备，柔爻则得训于利，决过于成，此不利于行，使以得之未逮。虽为主爻，就非本质，方待其变，远于纯前。今阻于一爻，一朝一夕，故曰未光。以其在上部463之凶，而不及可见矣。对以顺月之情，
阴柔之行，昭示于外，故无所不合，而其害亦随之。舍内外正位以自珍，将何以成其德？达其道乎？故25正爻为卦用所重，941爻为卦得罪名，由训以为对，因符以求见，其志切，其心恒，故有赖于刚健自强，而最患优柔寡断。此应对若胜负未决，抗拒方长，宜其为未光也。患卦坎下巽上，宣圣讲义。患上巽下坎，风行水上，三阴三阳，外多阳，中多阴，而25皆刚，阳失其本，柔得其始，中互疑，夫于养正之意。两柔在中，以利人道；两刚在上，以明天道。天人互交，而卦用南斜，为水性润下，风行多变也。风驰而成水，以成波涛；水静而随风，以相起伏。此卦名涣，以其意离散，而离合同也。涣由是也，分散于外，如冰之势，又解也。离异其体，如瓦之解，而以水风推荡，流走而不停，风波积极，动撼而不息，则有利于致远，宜于运输。此交换之用，亦如对则也。传曰对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言物之有聚必有散，有合必有离。聚也，如萃；散也，如涣；合也，如噬柯；离也，如葵。其情不同，其形自异，而同体之景，则如水之聚也。水在木上，以成其极引之力；木在水上，以达其流通之功。故涣之象，如帆船因风以行水，由近以致远也。而其情则非具处之求，乃怀离散之志。此宜于行旅，便于交通，必益于商工，发达其物产，亦自有其待用矣。坎险在内，阳虽陷而巽顺在外，刚居高，此相与提息，以利用三阴之力，阴亦顺承其志，时与推移，则涣散者，有其交合时；分离者，有其往还约。是以刚柔不度，而内外无猜，情重于行，则不涣其远；致其于达，则不虑其离。此涣虽由对变，人不利其悦则之用也。涣结往复，一卦成两，则散者止之节，有止也。以对艮对位，辰用相虚，则流而山止之。水入于则易止也，止以节其行，急以节其散，故涣后有节，亦循环也。涣以风木之力，恒为人生所必须。水者阻隔交通，区别地域，有风水以助其行，平其险，出其限，治其通，则成利济。此涣之德，济其难济，行其难行，因天生之才，利人生之用，人道所重，而以柔示其意焉。柔以御刚，无不化，此道之大本。贵能柔用也。中爻两柔，以弃于中孚之象，虽亦济济，而非未济。坎为中男，巽为长女，一男下女，有同于贤，故善于交通，利于行旅。水有源，木有本，素本循源，谓易较大止。人之本源，祖也天也。故涣众妙祀，
民不忘所生，亦重得报功之意耳。宗主复注，对训往来，换节往复，由4阳2阴，亦为3阴3阳。一周易卦之次序大则，对为八卦之末。即八宫序大中于雷则归昧，亦对宫末卦也。对重在交换，以柔易刚，故至换而阴阳平匀。如太否，换亦含换亦之意，以巽之福入，而后有对之渐出，以对之则悦，而后有换之涣散。在卦象对包坎之大象，即6三上6中，有9四9五两阳，如坎之阳现也。而换节则包离之大象，即9二9五中，有6三6四两阴，如离之中柔也。离有利与分之意，而换则取分离之用，以两阴在中，而出一阴，阴得其势，阳失其始，则必至于焕然离散。巽在上，坎在下，中户山雷移，两正位皆刚，亦如巽对，而中爻皆柔，则痛中服。刚与柔争，风与水逐，各行其事，乃为涣散之由。而在卦用有静与解，解亦散也。雷水未解，风水未涣，皆水在下，不与上交，水性润下，其行曰降，则风雷与之背驰，雷气勃起，其势急而力猛，故名解。风行善变，其势缓而力柔，故名涣。以雷水日离，风水或离或急也。风行水上，水故随风而波靡，乃积于风动，非水自性也。故旋即旋离，不肯中和，徒见其一时之句，而终成不协以离，故名涣。离散也。同体卦为水风景，水反在上，巽向木而非风，水上于木，自成其句，而木以举之，斯称为景。景者水之源也，其用在能积以为急，能急以为利，是以木水相辅，共达其极引之功。而涣则与之异，巽故可象木，而在水上，则如舟筏，转运之力，无极引之功，行动之需，非基础之象，故不以水为取名之本，而以风水离散，为名义之源。此彖辞以立涉大川为言也。立涉则通于远，交于外，交通之所赖，民用之所资，如江河海洋，舟楫来往，以为名利，则亦有涣逸之意也。水运之变，商贩之利，交往之宜，旅行之资，此户亦为用，往还为礼，亦本则说之情，而见水润之德者也。涣亨，王甲有庙，立涉大川，立贞，宣圣讲义，此涣卦彖辞也。涣巽合坎，先天中男长女为3阴3阳平匀之象，则其用服于乾坤者各半，而后天坎带坤位，巽原由干变坤，是合于坤德者多。彖辞首称亨，名其服于乾坤也；中称立贞，名其本于坤也。坤首立贞，涣以柔始，则本于坤，而先立贞，与对之备三德，同而实异，对以成干为治，故三德连及涣；以合坤为治，故三德分称，此其意也。涣阳在上，秉天之道，高明下覆，而其下九二阴之，则有其成代者，此天德下代。
地道上行。921爻位刚外，初与3、4皆柔，合成坤卦。由6位周流言，则乾与坤交错，干多在上，坤多在中，而初2两爻，一坤一干，以生阴于3、4，气感于5上，恰相同也。一而皆续其二。